过来。魏瑶被这突然的一声吓得抖了一下，抱着手臂不知该如何是好。沈潇语气虽然还算温柔，但是想起接下来要发生的事儿，魏瑶还是好怕。看吧，好不容易提起来的兴趣又没了，真是扫兴。沈潇忍住想把他赶出去的冲动，耐着性子问他：你是岭南人，那你可会岭南各地的小方言？不会啊，岭南有很多山寨，每个寨子都有自己的方言，我都能听懂，但是说的不好。魏瑶声音清脆，如细流敲击圆玉，很是悦耳。沈潇有些意外地挑了挑眉，变脸倒是挺快。你起来回话。魏瑶抿了抿唇，这才站起身来。饿吗？魏瑶有些不好意思，在他对面坐下，很真诚地对沈潇笑了笑。你方才为何怕本侯？你要听实话吗？当然。那你听了会不会砍我的头踢着玩啊？沈潇差点被茶呛到，没好气儿道：本侯没那么残暴。顿了顿，又觉得自己有点凶了，干巴巴的补充：其实我很好相处的。魏瑶跟着点头，他这人许是经历太多人情冷暖，对人的直觉天生敏感，他感觉得到沈潇其实并没有传说中那么可怕。因为你进来是一直板着脸，看上去像是要吃人似的。还有就是你身上有杀气。沈潇复杂地看了一眼魏瑶，板着脸这个多多少少有点伤人了。他少年成名，在军中难以服众，他若是不严肃一些，怎么能管得住底下那20万的兵痞？沙场之上，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本侯只杀敌军，不滥杀无辜。你有没有觉得好像有点热呀？不好，这点心里有料。沈潇长臂一捞，把人搂进怀里，凑近脖颈闻了闻，一股淡淡的体香传来。沈潇满意一笑：侯爷。沈潇轻轻松松地把人往床上一放，扔了个杯子，准确无误地盖上婴儿手臂粗的红火烛。屋内霎时止于熙朗的月光，映照着彼此的身影，更添朦胧美感。但是沈潇来不及多想，他犹如被架在蒸笼里，又闷又热，此女是他的良药。皆是第一回，有点找不到方向，混乱之中，魏瑶摸索到他的可怖。这也忒残忍了。魏瑶害得直往后退，却还是被抓住脚踝拖回魔爪。前面还算斯文，越到后面越不可开交，简直是疯狂。李嬷嬷骗人，说什么食髓知味，就这。第一次很快结束战斗，两人浑身都已经汗湿。魏瑶头昏脑胀，尝到了解药，身体的无力和难耐好像减轻了些。魏瑶醒来的时候，身旁已经没了温度，看来侯爷是早就走了。听见魏瑶起身的动静，法令纹嬷嬷推门进来，端了碗黑乎乎的药汁，面无表情地杵到了他的嘴边。喝了，穿好衣服回西院去。魏瑶当然知道这是什么，碧子汤。嬷嬷不给，她自己也是要配一副来喝的。魏瑶回到偏院的时候，院子里的说话声戛然而止，10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望着他，那探究的眼神恨不能把他盯出个洞来。魏瑶暗自叹了口气，唉，看来今后的日子难以太平了。吴姨娘跟他关系最好，她笑嘻嘻地过来打圆场。阿瑶啊，你可见到侯爷了？魏瑶点了点头，不欲多说，多说多错，她只想回屋躺躺。
的呀！侯爷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俊美不俊美？多大年纪？很俊，很年轻，20几岁的样子。侯爷只是找我聊天，问我会不会说岭南方言。哎呀，他大概是遇到什么难事了，需要一个会说岭南方言的人帮忙。那你昨夜歇在哪儿啊？怎么没有回来？还有，你这腿怎么了？走路这么别扭。四周空气突然安静下来，魏瑶内心哀嚎。侯爷一点也不怜香惜玉，问完话就把我打发到耳房去睡了。我昨晚在耳房冻了一夜，今早起来头晕目眩的，都有些发热了。在路上还摔了个跟头，扭伤了脚。众人倒吸一口冷气，憧憬侯爷的粉色泡泡啪啪碎裂。魏瑶趁机脱身，一边关上房门，一边对众人道：我有些伤寒，害怕自己把病气过给你们，这2日就待在房里了哈。过了几日，李嬷嬷又带了群人来给她刷刷洗洗，并告诉她：侯爷很喜欢你伺候，你今晚再卖点力，把我教你的通通都用上。若讨得侯爷欢心，说不定就把你移置在东院了呢。东边有大小10处空院子，院院精致，都有地炉，可比这儿暖和呀。那边赏月钱吗？哎呀，那点月钱算什么呀？侯爷院里的小丫鬟，每个月的赏银都不止那点儿。你若是讨得了侯爷的欢心，想要什么好东西没有啊？魏瑶有点动摇了，小心翼翼道：那边出府方便吗？那肯定比这边方便呀，那边有2个角门，出门买个零嘴小玩意什么的，哎呀，甭提多近了。魏瑶点点头，在心里挣扎权衡。爷，方嬷嬷把魏姨娘给您准备好了。沈潇无语了，他母亲这是干什么？是在确定他到底喜不喜欢女人？母亲这般行事让他很是不悦。去给老夫人回话，他老人家若是再插手我房里的事，我就搬去将军府住。魏瑶这次来主院总算没那么拘谨了，他好奇的东摸摸西看看。这是什么制成的剑啊？怎么有点像骨头？他看西岐看得太认真，连沈潇进屋都没发现。沈潇咳了咳，制造出动静，魏瑶吓了一跳，他忙直起身来，一转身便撞在一堵温热的肉墙上。沈潇本来有些紧张，但是看到魏瑶如此娇羞，他便不紧张了。强壮的胳膊轻轻往前一带，他再次柔软地贴了上来。这次天一亮，魏瑶便很自觉地起身了，穿衣喝药回小院，一气呵成。姨娘，你让我给你买的东西都买齐了，我找东角门送菜的蔡伯帮的忙，只花了100文辛苦费。你看，跟周围人搞好关系多么的重要啊！多个朋友多条路嘛。我不能出这院门，以后就只能拜托你了。小莹被夸得飘飘然，害羞地绞着手指。姨娘，您不要说什么拜托之类的，你好了我也好。好好好，我们一起努力。来，帮我搭把手，咱们先把药材摸了。养生丸没地儿卖了，他这次准备卖冻疮膏。魏瑶花了2日功夫，先做出来10盒，让小英自个儿先用着，然后再现身说法，出去领饭打水时推销。王婶子，你洗菜呢？这天气这么冷，怎么不用热水洗啊？是小莹啊，好久没见着你了，你过来帮魏姨娘打饭吧。这热水要柴火烧，她管事不让。最后一句声音极低，柴火省下来的银钱可不都进了大管事的腰包吗？是啊，西院离这儿远，我就来得早了些，想争取在饭菜一出锅就给姨娘拎回去，这样姨娘吃的时候还是热的，
稍微晚一点就冷了。小莹真是个忠心的好孩子，你家那魏姨娘好相处吗？我魏姨娘人很好，对我也好，还给我买了冻疮膏呢。您看我手上的冻疮好多了，以往每年都肿得跟萝卜似的，今年的肿经消了，硬块也消了不少，晚上没那么痒了。哎呀，你家姨娘真好，冻疮膏一盒要300多文呢，抵得上我半个月工钱了。小莹见鱼儿上钩，内心激动，可是她面上不显。她家姨娘说了，每卖出一盒就给她分8文钱。王婶儿，我给你说了，你可不能告诉别人。什么呀？小莹点头，从怀里摸出那冻疮膏，打开盖子，挖了黄豆大小一坨，均匀地抹在了王婶子脸颊的冻疮上。沈潇和福应进城之后，便放慢马速，边走边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公事。两人行至一寂静的后巷时，沈潇问福应：“这一片院子是咱们侯府的吧？”“主子，这一片属于咱们侯府的西院。”“你看那树上，是不是有个人？”“好像是啊，还是个女人，这胆子可真大呀。”“你先带着给老夫人的礼物回去，我过去看看。”沈潇磨了磨牙，他没看错的话，那个胆大包天的女人就是他的魏姨娘。魏瑶正在拧着眉看侯府的地形，他要设计一个完美的逃跑路线。魏瑶思索的认真，完全没发现沈潇已经到了树下。魏瑶，声音带了些内力，听得魏瑶一震，耳膜隐隐作痛。魏瑶吓了一跳，手一滑就从树上栽了下来。沈潇也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了一跳，他脚下一点，一个飞身接住了他。“你胆子不小吗？这么高的树你都敢上去，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吗？”沈潇见魏瑶捂住眼睛，以为他是被吓哭了，完全没了脾气，懊悔自己的行为非大丈夫所为。“今日若不是本侯在这儿，你还有命在吗？以后不可胡闹，不许做这等危险的行为，可记住了？”“谢侯爷救我，侯爷放我下来吧，我要进屋躺着缓缓，平复一下心情。”沈潇也没多说什么，抱着魏瑶进了屋，把人放在床上，又盯着魏瑶看了一会儿，直看得魏瑶后背发毛，然后沈潇才起身道：“你先歇着，本侯空了再来看你。”说完大踏步离开，行至门边又停下来，回头道：“为了以防万一，我一会命人来将树砍了。”魏瑶噌地坐起身来，挣扎道：“侯爷，树是无辜的呀，我以后再也不敢上去了，我真的已经被吓到了。”“此事没得商量。”晚宴做了满满一桌，侯府主人只有沈潇母子，其余皆是叶家人。叶侍郎2子2女，长女早已出嫁，2子也已成家立业，3子叶振宇今年刚及弱冠，是京城有名的纨绔。“萧表哥还不准备娶亲吗？我听说表哥后院的美娇娘不少，若是有那不喜欢的，分几个给我呗。”叶太傅把象牙筷往桌上一拍，沉声呵斥：“这么多菜都堵不住你那张臭嘴，整天游手好闲，也好意思跟你表哥开口？我看你最该开口的是让你表哥给你在军营安排个差事。你俩分明年纪差不多，但作为却是天差地别。”叶正宇撇撇嘴，又来了。从小到大，只要他和沈潇同在的场合，沈潇就永远是别人家的孩子，而自己是反面教材。“我有儿子，表哥有吗？”叶侍郎本来想给他留点面子，但这个孽障竟然还有脸提这个，他都臊得慌。他顺手就是一巴掌：“你给我滚！”“你们父子俩消停一点儿，今日可是妹子的生辰。”老夫人对他这个侄子也是头疼得很，但又不好说什么，只能和稀泥。“好了好了，阿玉没准是大器晚成呢。父亲大哥啊，你们莫要如此心急，他本性不坏，只是贪玩了些。这要我说呀，
我家这个臭石头，那才是让人头疼。都23了还没成家，我以后拿什么脸面去面对我家老爷呀？沈潇一个头2个大，他又不是不娶，只是实在是太忙没有时间。再则没遇到自己十分喜欢的女子，总觉得可以再等等。一个小丫鬟拿着碗从屋里出来，看见院里立着的男人后，吓得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他看到了谁？侯爷！奴婢叩见侯爷。魏瑶听见动静，从主屋探出头来，看见沈潇后心虚极了。这侯爷该不会是回过神了，然后特意跑来问他爬树这件事吧？退下吧。魏瑶在屋里踟蹰了一会儿，觉得跑得了初一，跑不了15，还不如坦然面对。侯爷怎么来了？沈潇答非所问，指着红泥小炉。这是熬的什么？药吗？是调理身子的药。侯府的避子汤未达效果，剂量下得太猛，他给自己配了些调补的药，把伤害降到最低。你怎么了？魏瑶不知该怎么解释，干脆信口胡诌。就是女子调理越信的，喝了小日子不会肚子疼。沈潇尴尬地闭了嘴。一阵冷风吹过，魏瑶紧了紧身上的衣裳，见沈潇连棉衣都没穿，不自觉地打了个寒战。侯爷进屋坐吧，外面冷。魏瑶打了个哈欠，很没诚意地倒了杯凉茶递给沈潇。侯爷喝茶。沈潇大马金刀地坐在榻上，抬手接过，心不在焉地尝了口。他在打量这屋里的摆设，看着十分寒碜。你今日爬到树上干嘛？我看风景了。沈潇怀疑地看着他。我整日窝在院子里，别提多无聊了，只能上去看看风景解闷了。侯府这么大，你可以去逛后花园，去莲湖泛舟，去湖山亭看风景，去……魏瑶用看傻子的眼神看着他，悠悠提醒：不是您下的命令说姨娘不许随意出院门吗？但这也不是你能爬那么高的理由。哎呀，好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不要再继续这个让他心虚的话题了。侯爷今日不开心吗？沈潇皱眉，眼睛危险地眯了眯。他如何看出来的？他向来是喜怒不形于色的，今儿情绪外泄得这么明显吗？你如何得知本侯不开心？侯爷眉头一直皱着，说话声音也比以往更低沉。沈潇惊讶于他察言观色的本事，见魏瑶这副小媳妇儿的模样，知道自己可能是吓着他了，默默地叹了口气。他确实不该把在外面的情绪带给房里人。于是他放松了表情，伸手拉住了魏瑶的手，发现他小手冰凉，又把人抱了个满怀。魏瑶僵着身，动都不敢动了。我今日是挺不开心的。沈潇声音闷闷的响在他的头顶。魏瑶害怕再惹怒他，不敢搭腔。沈潇见他一声不吭，疑惑道：你怎么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不敢了。哼，你胆子不是大得很吗？话本子上说，知道的越多，死得越快。什么破话本子？以后不准看了。魏瑶用眼神控诉：啊，这都要管啊！沈潇看到他大眼里全是不服，却敢怒不敢言的模样，好笑道：改日等我忙空了，带你出府放风筝如何？好啊，那你要早些忙完啊。晚了他说不定已经离开侯府了，走之前他还是想去见识见识京城的繁华。沈潇灵光一闪，忽然有了个主意：过几日我带你去云恩寺祈福如何？云恩寺在哪里啊？京郊80里的云恩山上。好啊，我去看看京城哪个城门人最少，京郊哪条官道人最多。这样一来，他只要出了京城，别人想抓也抓不到他，完美。魏瑶坐在马车里，像只快乐的小鸟。京城的街道可真繁华，
商铺林立，人山人海，这是阿娘从小生活的地方呢。可惜他娘至死也没能回故乡。怎么了？想起我娘了。魏瑶垂下眼睛，带着浓浓的鼻音说道。沈潇调查过他的底细，自然也知道他娘的事儿，只是那事儿牵扯皇室，他不便深究。他只是握住了魏瑶冰凉的手，安慰道：逝者已逝，生者如斯，你娘在天之灵，一定希望你平安无忧。魏瑶点了点头，背对着沈潇躺下，声音有些闷。我今日起得早了，先补一下眠，到了反请侯爷叫我。魏瑶乱七八糟的想着，竟然真的就睡着了。沈潇见他呼吸渐渐平缓，低低的叹了口气。不应，你去八珍阁买些糕点，多买些。魏瑶一向心大，在马车里睡得东倒西歪。沈潇实在是看不下去了，把他捞在臂弯里，让他枕在自己的手臂上睡。他的睡颜软糯娇憨，让人忍不住想啃两口。长长的睫毛像两排小扇子，又似两根羽毛，在沈潇的心里挠啊挠。一个时辰后，终于抵达了云恩山山脚，沈潇的手也麻了。魏瑶，起来，到了。魏瑶睡眼朦胧，半睁开眼，表情有点懵。魏瑶刚想坐起来，又被沈潇压了下去。魏瑶捂着红肿的嘴唇，羞恼地瞪着沈潇。沈潇给他整理了一下皱巴巴的衣服，轻咳了一声。谁让你赖床？我叫了你半天你都不起来。放屁！我明明就没有赖床的习惯，分明是你兽性大发。山路狭窄，马车只能行至山脚，想要上山，要么步行，要么骑马。魏瑶不敢下马车，他要脸。牵马过来，你们先上山探路。等人都走了之后，魏瑶才气呼呼地指着他：你佛门禁地，还没到呢。我去，你们对战神是不是有什么误解？沈潇被他控诉的眼神看着，自己都觉得自己十分禽兽。于是赔罪般的拿出方才在八珍阁买的糕点，打开盒子摆在了他的面前，柔声哄道：好啦，我保证没有下次了，这糕点也是专门给你买的，尝尝。魏瑶艰难地把眼睛从糕点上挪开，见沈潇正在含笑看着他，眼里满是宠溺，他慌乱地别开了眼。既然你保证，那我便信你一次。走吧，我带你骑马看风景。这2日还只是小雪，若是晚些时日来，这山里白茫茫的一片，很是壮观。等明年我再带你来看雪，看看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是怎样一番景致。沈潇带着魏瑶走走停停，山里银装素裹，大部分树都是光秃秃的，只有小部分还挂着些黄叶子。我们那边从不下雪，只下雨。冬雨阴冷阴冷的，人类一准生病。沈潇倒是知道南方的天气，特别是回南天最令他印象深刻。南方的气候是不一样，那你喜欢下雪吗？喜欢啊，很美，还可以打雪仗。突然魏瑶发现这树林里很适合打雪仗，打不过还可以躲在树后面。魏瑶兴奋地摇着沈潇的手臂：侯爷，侯爷，我们下去打雪仗吧。什么？打雪仗啊，你不想玩吗？很好玩的。或者我们来堆个雪人。沈潇勾了勾唇，虽然觉得很幼稚，但是他想幼稚一回，这也是他小时候的执念。好啊，输了可不许哭鼻子。看不起谁呢？谁输谁赢还不一定呢。我们先定个规矩啊，谁先打到对方就算谁赢，输了的要答应对方一个条件。沈潇嗤笑一声，那他赢定了。瞧魏瑶那个小身板，大腿还没有他胳膊粗呢。
我要好好想想，这个条件要用在哪里。侯爷肯定会让着我的吧？让你3个雪球，打不到的话我就不客气了。魏瑶皱着鼻子，尽量争取利益最大化。那你先背过身数10下，让我先跑。沈潇很老实的背过身去，开始数数。第10下数完，他转过身，迎面一个雪球朝着他脑门砸了过来。沈潇吓了一跳，堪堪躲过，还是被雪糊了一脸。你怎么那么老实？你输了。你不遵守游戏规则，这叫兵不厌诈。哎，怎么办呢？反正你已经输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放了我吧。亲我一下，我就放过你。沈潇斜斜一笑，好汉不吃眼前亏，又不是没亲过。魏瑶很上道地拉过沈潇的前肩儿，垫脚在他的脸上啄了一小口。我说的不是脸。光天化日的，你还想干嘛呀？既然你不愿意，那就别怪我无情。魏瑶咬牙切齿的又在他唇上啄了一下，然后红着脸跑开了。沈潇开怀大笑起来。怎么这么怂？两人到达云恩寺已是傍晚。沈潇今日扮作出京购买年礼的富家子弟，因为天色较晚，带着美娇娘不方便赶路，便来云恩寺借住。魏瑶顶着2个黑眼圈和沈潇一起吃早饭。沈潇看着他那副萎靡的样子，疑惑道：没睡好。魏瑶咽下了嘴里的馒头，点点头，可怜兮兮道：侯爷，我觉得这个寺庙不干净。此话何意？魏瑶左右看了看，咽了口唾沫，紧张兮兮道：我感觉房间里好像有鬼啊。莫要乱说，这里是佛门，是鬼怪最怕来的地方。可是我昨晚好像被鬼压床了。那肯定是你没睡好，做噩梦了。魏瑶其实也不确定是不是梦，既然侯爷都说是噩梦了，那肯定就是噩梦。他舒了口气，跟着点头。嗨，我就说嘛，寺庙怎么可能有鬼呢？魏瑶一路小跑，终于回到他和沈潇住的院子。他直接推门去了沈潇的屋里。侯爷，怎么了？侯爷，咱们快走吧，这个寺庙不是正经寺庙啊。此话怎讲？沈潇盯着他冷声问。魏瑶朝门外望了望，见外面没人，这才关上门，小声道：我方才去求姻缘签时，那个解签的和尚老是盯着我看。我知道我长得美，别人喜欢看我也正常，但是……沈潇嘴角抽了抽。这迷之自信真的好吗？但是出家人讲究色即是空，应该是清心寡欲的才对啊。他这行为哪里是出家人该有的？而且我还留意到，他看了我又会去看佛像，像是跟人对暗号似的。于是我假装在大殿里转悠，发现那个佛像里面有玄机，应该是个暗道入口。沈潇坐直了身子，满脸凝重，声音低沉：什么？那个佛像坐下的莲台颜色上深下浅，下边一看就是经常被人摸来摸去的。但是信徒只会抱佛脚，谁会去摸莲台啊？我猜测这是进入密道的机关。魏瑶见沈潇不搭腔，还以为他是不相信自己呢，急得跺脚。侯爷若是不信，自己去看看便是。沈潇看了他一眼，放柔了语气：你先回房，我亲自去看看。走了几步，又回身叮嘱：待在房间里不要出来，等我回来接你。
沈潇快步走了，他来到隔壁院子，几名亲兵都已经到齐。沈潇面色凝重地吩咐符应：拿我的令牌去大理寺找周玉堂，告诉他少女失踪案有线索了，让他速速带人来云恩寺。京城近半年来连着失踪了好几名少女，皆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此案至今未破，如今由大理寺少卿周玉堂在负责追查。将军，可要通知雷副将他们包围这里。不急，还没找到他们的藏身之处，万一他们还有其他暗道逃走，我们这次行动就功亏一篑。再则，若那些少女真的在他们手里，万一他们狗急跳墙把人杀了。福林犹豫片刻，还是豁出去一般说道：将军，既然他们已经盯上了魏姨娘，何不将计就计？顶着沈潇沉沉的目光，福林咽了口唾沫，十分艰难地才把话说完。沈潇冷着脸不悦地看着他：此事结束后，自去领10鞭子，她是我的女人，我万不会以她为饵。他话还没说完，隔壁院子就传来一声巨响，是瓷器砸碎的声音。沈潇脸色一变，魏瑶出事儿了。和尚见魏瑶看着自己，嘿嘿地笑着，摸了摸自己的光头，走到魏瑶跟前儿，猥琐道：怎么，小美人认出我来了？魏瑶被那大汉毫不怜香惜玉地扔在了地上，摔得他骨头都快散架了。他没有力气爬起来，只本能地蹬着脚往后躲。那和尚见他这副害怕的样子，变态地放肆大笑，犹如猎人见到了徒劳反抗的猎物般兴奋。他伸出油腻腻的手，在魏瑶的脸上摸了一把，触手间光滑细嫩，他目露银光。松开，不要碰我！和尚眼睛都直了，他立即把魏瑶压在身下。果真是冰肌玉骨啊！和尚，我从没尝过如此绝色，美人儿，陪我好好玩玩。不要，放开我！魏瑶死命的挣扎，只觉得浑身血液都凉透了。这些畜生，他宁愿死都不愿意被他们糟蹋。他正想着该如何自尽，忽然另一个首领模样的刀疤脸上前一把拉开那和尚，不悦地阻止：花和尚，你既已投靠了我们黑风寨，就要遵守我们寨里的规矩。这个美人儿应当给我们大当家先享用。你们大当家的现下不在。刀疤脸指了指角落的几个箱子，抽着手凉凉地说道：那就把他和银子一起给大当家送上黑风寨。老鬼，你别忘了这是我的地盘。我自然知道这是你的地盘，但是你别忘了，大理寺现在满世界追查你，如果不是我黑风寨帮你善后，你以为你能活到今天？花和尚呼吸一滞，不甘地看了魏瑶一眼，重重地冷哼一声，拂袖离去。了解完云恩寺所有的过往之后，沈潇和周玉堂在如何剿匪上起了争执。周玉堂主张从洞口强攻，再派一队人马在山脚密道口守株待兔。阿萧，莫不是你对那位姨娘动了真情？沈潇恼怒地一甩袖子：一派胡言！那你为何这般舍近求远？不说你潜伏进去会有多大危险，你可知道你这样的行动就是直接放弃了他们藏在山上的财物了。留几个活口一审便知，难道以周大人的手段还怕审问不出来吗？说完又讥诮道：哼，不说魏姨娘是我的女人，里面还有其他被掳的女子，难道周大人作为父母官都要置之不理？理由倒是冠冕堂皇，你屠杀俘虏时何曾放过老弱妇孺？我杀的都是该死之人，他们帮着胡人在我军水源投毒，你别转移话题，此事按我说的行动。你的计划太过冒险。俩人正唇枪舌剑，忽然有人来报：将军，周大人，山顶窜起了浓烟，山洞里好像着火了。俩人一愣，
沈潇一个箭步冲了出去，直奔山顶。周玉堂望着他那慌乱的背影，眯了眯眼睛，手一挥，对所有候着的士兵道：都跟上，大理寺的人跟我去山脚，真是神来之笔啊！山洞里面竟然自己先乱了起来，那就正好，不费一兵一卒，一网打尽。沈潇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山顶，洞口窜出一股黑烟，依稀可以听见里面的叫嚷声。里面可还有其他女子？还有一个长相极美的姐姐，因为救我们被花和尚抓住了，没能出来。既然是花和尚抓住了她，那她一定会从密道逃去山下。那密道知道的人不多，相比这边来说，那边才更安全。沈潇转身施展轻功朝山下而去，茯苓暗自抹了把汗，对福应道：哥，这里交给你了。说完也跟着沈潇往山下而去，只希望将军看在他这么忠心的份上，他们这么多年主仆情谊上，能饶他不死。不知过了多久，他终于看到了一丝亮光，那是清晨的阳光。花和尚侧身让几个土匪头子先出去，阴恻恻道：老鬼，如今云恩寺已经不能再待了，那些金银珠宝我可以不要，我只要这个美人儿。花和尚，咱们在山上这么久都没有出过事，这个女人一来，这山洞里就着了火，你难道看不出来此事跟她有关？我自然知道此事跟她有关，所以我更要她生不如死。你好自为之，但愿你莫要牡丹花下死，做鬼夜风流。花和尚等他们安全走远了，就开始脱自己的衣服，把自己脱得一丝不挂，又想去脱魏瑶的。这么小啊？比他家侯爷小多了。花和尚当场石化，他摧残了那么多女人，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他还嫌弃上了？这个女人真的是受害者吗？怎么看着花和尚更像是受害者？你说什么？我说你长得很丑不说，还不像男人。你竟然敢嫌弃我！你他娘的竟然嫌弃我！我杀了你！我要杀了你！他握紧早已藏在袖中的玉簪，猛地插进了花和尚脖子处的大血管里。他使出全身力气做最后一击，只是不知道是他力气太小，还是那玉簪太粗，竟然只插入了一小节。魏瑶暗道：完了，要交代在这里了。有意思，第一次让我遇到这么有意思的猎物，那咱们就一起死吧。说完猛地拔出脖子上的簪子，然后朝魏瑶纤细的脖子扎了过去。只是临死之前，他好像看到了一张英俊的脸，是黑白无常吗？怎么没有长舌头啊？周玉堂拔出刺入花和尚背心的匕首，嫌弃地在花和尚的僧袍上擦干净匕首上的血。他看着昏迷不醒的魏瑶，勾唇一笑：这个女人倒是有勇有谋啊。长成这样，难怪遭贼人惦记。长得好又聪明的女人，不枉我搭救一场。你亲自守着她。沈潇点点头，周玉堂无语。找个婆子不就行了？她还没醒啊？周玉堂把碗筷朝沈潇面前一推：先吃饭。沈潇看见满桌子菜，这才觉得饿得慌。他从昨晚到现在一天一夜没吃东西。周玉堂看着他毫不儒雅的吃相，啧啧称奇：哎呀，这说出去谁信啊？大名鼎鼎的南宁侯，战功斐然的威武大将军，吃饭跟个饿死鬼投胎似的，这一顿竟然要吃6碗饭。闭嘴！你吃不吃？不吃我不给你留了。吃。哎，你就不好奇我是怎么救的你那位小娇娘吗？没来得及问。那你是怎么救的她？不管怎么救她，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周玉堂神色更复杂了。像他们这样身份地位的人，能用钱解决的事儿，绝不会欠人人情，因为你永远都不知道对方会要你用什么还。你看着我干什么？说呀！周玉堂把他看见的好戏绘声绘色地说给沈潇听，特别是说到又细又短的时候，还含沙射影地往沈潇的身下看了看。沈潇气得想摔碗。他一定不可能嫌弃过我，一定不可能。他还向我求饶过来着。不过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怎么什么都敢往外说？周玉堂，你什么意思？你明明早就跟上去了，你见死不救，让他被那和尚吓成那样，你怎么这么铁石心肠？我又不知道她是你的卫娘，再说我主要是想看看那个花和尚是如何作案的。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丝毫不懂得怜香惜玉，难怪你一把年纪还娶不到媳妇儿。嘿，你还好意思说我？你比我还老2岁好不好？忽然周玉堂看见转角处走来一个清丽的身影，沈潇背对着大堂，并没有看到魏瑶。周玉堂看了一眼魏瑶，决定插兄弟2刀，故意大声对沈潇说：沈侯爷啊，为了将此等恶贼一网打尽，不惜以家事为饵，此等大义之举实在是令我等钦佩啊。沈潇被周玉堂这忽然提高声音弄得有些莫名其妙。你发什么神经？刚刚你那位魏姨娘来了，我说给她听的。魏瑶回到房间，伤伤心心哭了一场，后来迷迷糊糊睡着了，恍惚之间总觉得有人在盯着自己。最后一只微凉的大掌忽然落在了他的额头上，他一个机灵惊醒，惊恐地往床角躲。别怕，是我。沈潇喉头发紧，讪讪地收回了手。你醒了便好，你的烧还没退，我让人再煎碗药来，你乖乖喝了。魏瑶看见他这副若无其事的模样，只觉浑身发冷，他忍住颤意点了点头。身子可还有哪里不适？我没事，多谢侯爷关心。这个笑让沈潇觉得非常的碍眼，笑得跟后院那些谄媚的女人一模一样。他收回的手紧握成拳，藏在身后，感觉心里既堵得慌又空落落的，觉得必须要跟他解释一下，不然就会失去什么一样。昨夜只是……魏瑶打断了他。侯爷心系天下百姓，实乃大周苦功之臣，能帮到侯爷是切身的福气。如果自己站在沈潇的立场，应该也会如此行事吧。毕竟牺牲一个无足轻重的女人，就能避免血染云恩寺，这无疑是最好的计策。沈潇眉头皱得能夹死一只苍蝇。魏瑶何时称自己为妾身过？他不喜欢魏瑶这个疏离的姿态。你饿了吧？我让人送饭进来。说完就落荒而逃，他受不了魏瑶那副谨小慎微的模样。沈潇今日天不亮就习惯性的醒了，醒来后头闷闷的疼，他知道自己也染上了风寒。沈潇并没有去看大夫，他知道魏瑶就是大夫，他想让魏瑶替自己看，他觉得这是个与魏瑶和好的机会。你坐我的马车，魏瑶怎么办？你好意思让她一个小女子顶着寒风去骑马？再说她也不会骑马。至于我，你就更别想了，没看我病得坐都坐不稳了。沈潇说着，应景的躺倒在马车上，仿佛真的病入膏肓的模样，只是那一翘一翘的二郎腿出卖了他。周玉堂冷哼：哼，你马车这么宽，3个人也坐得下。哼，你也好意思掺和到人家2口子的私密空间里？切，什么2口子？她只是一个妾，你莫要搞乱了身份。再说了，小妾可以随意转赠，说不定你哪天玩腻了就把她送人了呢，到时候可以送给我，我对她还蛮感兴趣的。沈潇怒气冲冲地坐起来，眸色暗沉。你觊觎她？周玉堂被他忽然冒出来的杀气弄得眉头一皱，俩人穿开裆裤的交情，他倒是不怕他，只是神色复杂地盯着沈潇。你还说你对他没有别的心思啊？骗鬼呢！
我们可是兄弟，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你要为了一件衣服跟我翻脸不成？我绝不可能把她送人。那我如果硬要呢？你做梦！沈潇彻底暴走了，怪不得他要挑拨自己和魏瑶的关系，原来他早就生了觊觎之心。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跟我……你们在做什么？魏瑶端着刚煎好的药，一脸疑惑地看着犹如斗鸡般的两个人。侯爷，先把药喝了再出发，刚熬好的，再不喝就凉了。魏瑶接过药碗之后，看了一眼两人的神色，小心翼翼道：我去坐后面的马车吧。不必。不行。沈潇眼风如刀。他周玉堂果然觊觎我的东西，这是想时时刻刻和他待在一起吗？当我是死的吗？周大人既然急着回京复命，那就快马加鞭赶回去吧。我这病殃殃的，莫把病气过给了你。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有你哭的时候。你还在怨我？没有，我不敢。侯爷快休息吧。沈潇皱眉，他很不喜欢他们这种冷淡疏离的相处方式，仿佛比初见时还不如。那儿的事我很抱歉，本来计划不是这样的，但是我也没想到你如此聪慧，识破了他们的身份，更没想到他们会连夜动手，是我做的不够周全，让你受了委屈。魏瑶忽然抬起头来，很认真地问：那侯爷把我当作棋子了吗？沈潇表情一僵，他不知该怎么回答，他是有还是没有？在那种情形下，他确实做了把魏瑶当作诱饵的事，他愧疚道：我本意并非如此，只是将计就计。话止于此，魏瑶还有什么不明白的？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沈潇见他不悲不喜的态度，自己心里反而生出一股怨气。过来。魏瑶很是憋屈地挪了过去，沈潇伸出滚烫的手，一把将魏瑶拉入怀里。魏瑶被吓了一跳，惊呼还没有来得及喊出口，嘴就被堵上了。回到侯府后，一切仿佛回到了原点，他的冷静自持也全都回来了。他又是那个深沉高贵的沈侯爷。不是说跟侯爷一起去祈福吗？怎么还带着伤回来了呢？哎呀，意外啊，意外！小莹，你以后出门尽量把自己弄丑点，丑了不容易被人惦记。魏瑶巴拉巴拉把自己的经历说了，隐去了他不愿提及的部分。小莹，你明日再拜托蔡伯帮我买点别的药，记住不要在同一个药房买，要分开买。为何呀？魏瑶信口胡诌。哎呀，你家姨娘的祖传秘方，怕被药房偷师了去。魏瑶也没多想，他抬手敲了敲门。沈潇喘着粗气，不悦地吼道：不是说了让你别打搅我。魏瑶一听他沉重的喘息声，还有那憋着劲儿的低吼声，瞬间明白了什么。这个声音跟他们在床上做某些少儿不宜的事时一模一样。抱歉，我不是故意的。说完转身就跑，生怕慢了脑袋就搬家了。沈潇听见竟然是魏瑶的声音，好像还十分的害怕，似乎被吓着了。他忙收了拳，连衣服都没有来得及穿，立即打开门。站住！发怒了，怎么办呀？怎么办呀？我也不是故意的呀。沈潇见魏瑶僵着身子站在院里，看都不看自己一眼，他心中涌起了一股闷气，声音都带上了不悦。过来。魏瑶哪里敢过去啊？过去了岂不是更尴尬？他一点也不想知道屋里那个女人是谁。我让你过来。魏瑶僵着身子转过身来，见沈潇连衣服都没穿，更是害怕的不行，哭丧着个脸。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
没想打搅你的好事。要不你们继续，就当我没来过。沈潇忽然明白过来，他误会了什么，不禁气结。我在他眼里是色中恶鬼吗？大白天干那事，还是在书房？更可恶的是，他竟然一点都不吃醋。沈潇心里更堵了，语气也冷冽下来。我再说最后一遍，过来。沈潇见他这副很不情愿见到自己的样子，心里的火一拱一拱的，一把将他拉进屋里，砰的一声把门关得震天响。我在屋里打拳，你满脑子想些什么呢？魏瑶啊了一声，终于抬头看向他，见沈潇满头大汗，那汗水顺着他结实的胸膛流到腹肌，1块2块3块4块5块6块，然后没入白色裤腰里。魏瑶不敢再往下看了，脸腾的就红透了。脸红什么？又不是没看过。魏瑶气急，他娘没教过他在别人尴尬的时候要装作没看见吗？他还点出来。魏瑶没好气的看了他一眼，看过，没什么好看的，就那样。话还没说完，就被沈潇按在墙上一顿啃，直到魏瑶喘不过气儿了，沈潇才放开他。再给你一次重新走这语言的机会，好看不好看？你能不能不要动不动就动嘴？不能好好说吗？嘴巴是拿来说话的。是啊，那你好好说了吗？我又没对你动嘴。那我让你动回来吧。魏瑶很想对他翻个白眼儿，但又不敢，只能偷偷地磨了磨后槽牙。既然侯爷都生龙活虎了，那还把我骗过来干嘛？沈潇知道这可能是福应干的好事儿，也没做解释。我找你过来还需要理由。说完把手伸出来递给他。替我瞧瞧。沈潇情不自禁地用另一只手握了握魏瑶细软的腰身。魏瑶侧身扭开他的魔爪，不满地看了他一眼。你干嘛呀？我能干嘛？我靠一靠。说完当真把头靠在了他的肩膀上。魏瑶被他的重量压得一歪，但还是堪堪稳住了身子。侯爷已经没事了，不用再吃药了。魏瑶松了口气儿，趁机站起身，屈膝行了一礼。既然侯爷大好了，那我就先回去了。沈潇盯着魏瑶的背影，脸色黑如锅底。他感到自己的威严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不应。不一会儿，福应出现在门口。爷，属下在。谁准你自作主张把他带过来的？沈潇冷着脸，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斥责。福应心里咯噔一声，哟，坏了，这马屁拍到马腿上了。啊，属下这就去领鞭子。福应弓着身往外走，早认错早超生，至少有个态度不是？回来，你若是残了，谁给我办事？这种事不允许再有下次。谢主子开恩。去把西院其他姨娘的卷宗拿过来。不过是女人罢了，她后院多的是。她觉得自己只是贪欢，喜欢魏瑶的身子而已。既然魏瑶不乖，那就换个乖的姨娘。反正就是那么点事儿，换个口味也不是不行。不一会儿，10几个卷轴摆在了沈潇的书桌上，他一一翻看。就他了，今晚让他伺候。主子终于开窍了，3妻4妾，左拥右抱，这才是主子的正常生活呀。是夜，孙姨娘激动的手都在抖了。她等这一天实在是等了太久。她露出自认为最美丽的侧颜，施施然地站在屋子中央。侯爷可曾用过晚膳？已用过。孙姨娘咬了咬唇，继续制造话题。那我陪侯爷对弈吧。沈潇听见下棋，竟然松了一口气儿，
他抬脚就往棋桌走去。好。沈潇一大早就被母亲叮嘱，要他今晚早些回家吃饭，说接了真表妹来侯府小住，让他们先培养培养感情。表哥日日都去西山军营吗？那里路程可不近，想必每日一来一回是极辛苦的。还好，比行军打仗轻松多了。沈潇心不在焉，叶真以为他是有公事要忙，为了彰显温柔体贴的形象，只是不舍得开口。姑姑，时辰不早了，表哥明日还要早起呢，要不就让他先去歇息吧。真姐儿真是体贴，以后阿萧有你的照顾，我也能放开手脚去颐养天年喽。叶真羞的脸都红了，娇羞的用帕子遮住脸。姑姑，表哥还在这儿呢。好了好了，时候也不早了，你们都去歇着吧。叶真殷勤的起身扶起老夫人。姑姑啊，我来伺候您梳洗。你这孩子最是孝顺。那儿子就先回去了。老夫人赶苍蝇似的朝他挥了挥手，回头继续和叶真唠嗑。魏瑶刚幸福的躺下，准备梦周公，门外响起了小莹激动的声音：“姨娘姨娘，侯爷召您去主院，您快开门，福应总管在外面等着您呢。”他认命的磨磨蹭蹭的爬起来，把衣服重新穿上，打开门，对一脸兴奋又激动的小莹道：“帮我把汤婆子放在床上，我等会儿回来要是被窝凉了，就罚你明日不准吃零嘴。”沈潇拿着本兵书，一个字儿都没看进去。他一直竖着耳朵，听见那拖拖沓沓的脚步声由远及近，最后在门外站了半天才进来。侯爷哪条腿扭伤了？沈潇恼得拿眼睛瞪他，气得不想说话，在心里暗暗给自己洗脑。不生气不生气，和白痴生什么气？不生气不生气。侯爷，不理人，莫不是耳朵里出了问题？侯爷，能听见我说话吗？沈潇现在只有一个念头，想抱着魏瑶，紧紧地抱着她。魏瑶被他这炙热的眼神看得脸一红，怎么这样看着他呀？他都不好意思了。那个耳疾我不是很擅长。话还没说完，就被沈潇紧紧地抱住。沈潇比他高太多，这一抱他就像半挂在沈潇身上似的。放心吧，我不会嫌弃你的。你先跟我说说你耳朵怎么回事。我说这么多你又听不见，要不我写给你吧。沈潇以你的心思被他打断，咬牙放开他。什么不会嫌弃我？什么听不见？魏瑶瞪圆眼睛望着他。你没聋啊？哼，你哪只眼睛看见我聋了？那我问你半天你不答话，耍我呢呀？沈潇深吸口气，不想和他吵架，便使出了杀手锏，转移话题大法。我腿疼的不想说话。腿脚这么灵活，哪里像受伤的样子？真的，伤在了大腿上。这几天马不停蹄的赶回京城，骑马磨的。那你躺下，我给你瞧瞧。沈潇无比顺从地躺倒在床上，还是很自觉地把外裤脱了，只穿着亵裤，一副任君采撷的模样。魏瑶伸手按了按他大腿根部的紫色淤青，沈潇倒吸一口气，只觉得他那手指像打开了某个机关，让他浑身的血液都翻腾了。除了外伤痛之外，骨头痛不痛啊？不痛。骨头不痛就没大问题。你擦点散瘀油吧，你这淤伤要养几天，不然不容易好。说着，魏瑶拿出随身带过来的散瘀油递给他。先前说他腿扭伤，他就准备好了的，现在正好用上。我要你给我擦。魏瑶脸一红，这么尴尬的位置，他才不想去摸来摸去啊。
怎么？你就这么对待你的病人？还是说你有别的心思？魏瑶气急，别以为他不知道沈潇想干嘛，但是知道又如何？他能反抗吗？不能。你以为我是你吗？擦就擦，谁怕谁啊？沈潇长臂一捞，就把人圈在身下，熟忍地挑开了他的衣领盘口。看着魏瑶香肩半露，眸含秋水，只觉得情难自禁。魏瑶举着双手，我还没洗手呢。沈潇只想堵住他那张煞风景的嘴。魏瑶今晚一直不敢看他，怕看了就被美色迷住。但此刻俩人呼吸缠绕，他想不看都不行。完了，又要腿软好几天了。大床摇曳，红浪翻飞，月亮害羞地躲进了云朵。骤雨方歇，用水过后，沈潇感觉很不尽兴，不满道：你怎么哑巴了？我叫了，你给我长月音吗？沈潇差点怀疑自己的耳朵出了问题，不自觉拔高了音量。什么？你没银钱用？魏瑶瞪大眼睛，他哪里像有钱人了？为了研制预言膏，他把家当都掏空了。抱歉，是我失察了。明日先让账房支1000两给你，你花完了再去账房支就是。你……魏瑶眼睛一亮，1000两，庄户人家一辈子都花不完的数目。他紧紧地抓住沈潇精壮的手臂，语速极快道：你说话可要算数，不然要被狼吃的。我是你夫君，你缺什么尽管朝我开口就是。这般扭捏着谈条件做甚？我堂堂南宁侯还会委屈自己的女人不是？好啊，我不会客气的。侯爷，你真好。沈潇在他唇上亲了一口。你明日再去库房挑选几件喜欢的首饰。魏瑶眼睛更亮了，眼里充满了小星星，欢喜地望着沈潇。他这娇媚的模样极大地取悦了沈潇。谢谢侯爷。哼，不谢。你真想谢的话，帮我。他凑到魏瑶耳边小声说了什么，魏瑶听完脸色爆红，把头埋进了枕头里。睡了，我好困。沈潇才不放过他，上下其手。魏瑶暴走，双手抵着他的胸膛。侯爷脑子里怎么净装些奇奇怪怪的情色呀？食色性也，你懂不懂情趣？我不懂，我也不想动，我腰要断了。哎呀，最后一次，快点。魏瑶累得睡着了。沈潇抚着他光滑的背脊，凤眸紧紧地锁着他，就像是在端详一件绝世珍宝。他觉得自己这些日子的气都白生了，他为什么要跟魏瑶置气呢？到最后难受的还不是他自己吗？你家魏姨娘在吗？我来找她说说话。小渊见小莹半天不请自家姨娘进去，不满地摆谱斥责：我家姨娘好心好意来找你家姨娘叙旧，你们怎么连门都不让进？你家姨娘就是这么待客的。魏瑶听见外面忽然拔高的说话声，赶忙出来查看，一出来便对上孙姨娘那张温婉的脸。魏瑶惊讶极了：孙姨娘，你怎么来了？孙姨娘看见魏瑶出来，朝她露出一个亲热的笑容。魏姨娘，我可以进来吗？这么久没见了，我想找你说说话。进来吧，先来坐。小莹，去泡茶。孙姨娘不动声色地打量这处院子，这么小，还这么旧，跟她的藏风阁完全没得比。她心里微微得意，看来侯爷对魏姨娘比对自己更不上心。魏姨娘从偏院出来之后，就一直住在这里吗？是啊，还不如在偏院里呢，偏院还热闹一些。谁说不是呢？俩人拉了一会儿家常之后，魏瑶有些摸不透他的想法。他不可能真的是来跟自己叙旧的吧？咱们以前在偏院的时候，经常一起画画，
那时候的日子多单纯呐，如今想起来倒是十分怀念。是挺怀念的，以前我总跟着你学画画，跟着吴姨娘学做生意，那时候的日子很轻快，就是不知道吴姨娘如今怎么样了。她还是老样子，我让小渊去看过她，虽然进不去，但是能隔着门说话。吴姨娘说她挺想你的。说起来惭愧，我都没去看过她。我在这院里不能随意走动。我在藏风阁虽然能出院子逛逛，但我在那边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你要是不介意，我以后常来找你说话解闷如何？魏瑶见他如此真诚，也就真诚的回应：好啊，只要你不嫌弃我这地方小。我知道，侯爷心里有你。魏瑶表情一致，随即轻笑一声，仿佛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他对自己有几斤几两还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想多了，他心里不可能有我。孙姨娘有些疑惑，他这反应不似作假，难道真的是自己想多了？但是他不死心，继续试探。侯爷心里若是没你的话，怎会让你去主宴侍奉？侯爷只是受了点伤，让我去给他看看而已。孙姨娘闻言怀疑地看着魏瑶，看伤用得着过夜吗？侯爷受伤了，伤到了哪儿？严重不严重啊？就是腿扭伤了而已，抹过药已经好多了。孙姨娘只顾在心里盘算该如何制造机会去接近侯爷，倒也没注意到魏瑶的异样。魏姨娘，我冒昧地问一句，你跟侯爷在一起的时候都做些什么？魏瑶脸上的笑挂不住了，这要他怎么回答？还能做什么？那你们在一起都做了什么？魏瑶把球又踢了回去。孙姨娘脸上的表情有片刻凝固，她那晚是哭着过完的，一夜没敢睡，一直期待地望着门口，期盼侯爷回来临幸她。是我唐突了，侯爷跟我那晚我们俩下棋，他夸赞我棋艺好，那晚我连赢了他3次呢，他也不恼，是个心胸开阔的男子。魏瑶敷衍地笑了笑，不知该怎么接话。下棋呀，他也会啊，侯爷怎么不找他下棋呢？魏瑶拥着被子气呼呼地坐起来，瞪着桌子上凉透了的腊八粥，大发牢骚。都怪你，都怪你，都怪你！门外响起一个沉稳又疑惑的声音：什么都怪你？不是吧？说曹操到。沈萧提着食盒推开门进屋。你今日都做了什么？没做什么呀。沈萧更加确定他做了什么不敢让自己知道的事儿。哇，你拿的什么？好香啊！沈萧好笑地看着他，并没有去追问，反正他有的是办法让他说实话。天香楼的炙羊肉，我让福印刚刚买回来的，还是热的。今日过节，魏瑶肯定会想他娘，心情定会不好。果然，桌上放着的腊八粥他都没吃。你怎么不吃？我在减肥。你又不胖，减什么肥？不许减。身子骨那么弱，没折腾2下就累趴了，他还想让魏瑶再长胖点儿。大了不方便。我说不准减就是不准减。来，这个香辣味的烤羊腿是新出的，特别好吃，不信你尝一下。魏瑶看了几眼，还是把视线挪开了，摇头催眠自己。我不想吃。吃羊肉不会胖的，你看，羊肉上面又没有肥肉，真的，骗你不是人。他在心里默默补充，开玩笑，他最喜欢的地方怎么可能让他减下去啊？以后吃亏的可是他。明日还要给他送吃的，就送云开来的水煮鱼吧，一定要把他养得白白胖胖的。侯爷怎么过来了？沈萧已经习惯了他的没良心，牙酸道：来陪你过节，
那谢谢啊。沈潇收拾完残局，脱了鞋袜外袍，准备上床睡觉。魏瑶弱弱道：侯爷还是回去吧，我这床太小，睡不下2个人。沈潇见他心情低落，本来不想做什么，但他竟然敢撵他，那他就必须做点什么以解心头之恨了。侯爷还是穿着衣服睡吧，毕竟屋子里没有地笼，着凉就不好了，对吧？沈潇有点不高兴，还有点不甘心，他泄愤似的紧紧地把魏瑶圈在怀里，一条腿还压在他的腰上，十分没品道：这床确实小，得抱紧点，免得摔下去。算了算了，说不得，免不得，我当她是个大汤婆子好了。这么一想，当真觉得身上十分暖和，一暖和困意便来袭，打了个哈欠就闭上了眼睛。沈潇有点心塞，当真睡了，几天没见了，就不想我？哪怕问候一声，关心一下我最近在忙什么也好啊。亏我孤枕难眠，一回来就眼巴巴过来找他。魏瑶迷迷糊糊间感觉到身上一凉，他瞬间清醒了，他抓着肚兜气道：不是说好只睡觉吗？你睡你的。沈潇守得天开见月明，正想要提枪冲锋陷阵，谁知门外响起了急促的敲门声。福应小心翼翼的声音在门外响起：爷，有急报。你最好有个正当理由。福应泪流满面，他就知道侯爷和魏姨娘在一起的时候千万不能去打扰，毕竟魏姨娘可不是侯爷在路上遇到了都叫不出名字的那个孙姨娘。周大人遇刺，命悬一线。沈潇立刻翻身坐起来：你先睡，我出去一趟。你去吧，周大人一定没事的，如果需要我帮忙说一声就是。沈潇忽然想起来什么似的，一把将他捞起来：那就快点穿衣服，一起去。魏瑶面色凝重，指着周玉堂小腹内触目惊心的伤口对沈潇道：周大人这处伤最为致命，想要救他必须先止血，若再继续流血，大罗神仙也救不回他。我倒是有办法，但只有5成把握，侯爷要我试试吗？沈潇幽深的凤眸中闪过一丝决绝，他希冀地看着魏瑶，语气十分认真：他是我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我朋友不多，他对我甚好，我不想他死。魏瑶抬眼与他对视，他此时的表情就像只寻求帮助的大狗，让人不忍拒绝。那我就尽最大努力，有6成把握好了。其他人差点绝倒，沈潇却唇角一弯，舒心地笑了：我信你。我念你写，按这个药方去煎一碗药来给他服下。我还要干净的纱布，沸水煮过的针线和剪刀，拿最高纯度的烈酒来，再把炭盆移出去，让屋内的温度降下来，温度越高他血流得越快。其他闲杂人等都退出去，让空气流通。吩咐这些的时候，他就像是换了个人，如临危不乱的将军，自信又从容，美丽且耀眼，惊得沈潇久久无法回神。夫人，其实我等可以助您一臂之力的，您放心，我们绝无偷师的想法，只是想帮您打打下手。魏瑶解开他的包袱，回眸笑了一下，顾盼生辉，明眸善睐。偷师也没关系，你们若把这个方法学会了，能造福更多的人，那就更好了。一起动手吧。沈潇灼灼地看着他，喉头动了动，没有说话。他只觉心头滚烫。把患者的裤子都脱了，拿纱布盖上，然后把他小腹周围杂七杂八的毛全部刮干净。沈潇上前拉开他，强烈不满道：算了，等太医来给他治，你怎么能看他的身体？魏瑶见状，知道他是男人的自尊心作祟，觉得自己的女人看了别的男子，心中不痛快。
侯爷，无论如何，我永远都是你的人。沈潇听完，目光微定，灼灼地看向他。魏瑶说完便故作娇羞地低下头。他哄了人家，怎么还好意思再看人家？他让李管家另外寄了3个药方，然后对几个大夫道：这3个药方是消炎镇痛还有退烧的，记得每隔1个时辰就给他喂1道药，连着此顺序喂5日，半个月后等他伤口长好了再拆线。他一会儿应该会发烧，发烧了就给他用最后1道药方，等熬过了今晚他就没事了，只需慢慢养着便是。魏娘，今晚已过子时，要不您和将军今晚就歇在这里。这周大人若是有个什么难以预测的情况，我们也好有个主心骨。这别院是侯爷的？李管家一言难尽地点了点头。哎呀，早说嘛，我还以为这是周大人的家呢。厢房在哪里啊？快带我过去，我都要困死了。一会儿说不定还有硬仗要打，我要早些休息。说完又拉了一把沈潇。侯爷要去休息吗？沈潇回过神来，眼神有些晦暗不明。他先是没好气地看了魏瑶一眼，见他满脸倦容，又怜惜地握了握他的手。你先去睡，我还要处理点事。沈潇阴沉地坐在书房的主位上，眼里是毫不掩饰的杀气。屋内站着10几人，都是他的幕僚和亲兵，一个个凝神闭息，噤若寒蝉。今日之事，是哪个江湖门派所为？瞧着像是某个杀手组织。彻查，查出来者连升2级，查不出来，每人去领30鞭子。众人感觉后背一凉，忙躬身回道：我等一定完成任务。魏瑶醒来的时候天已大亮，他感觉后背贴在一个热烫的胸膛上，腰也被一只精壮有力的手臂紧紧地箍着。在想什么？魏瑶也没有来得及想怎么会忽然冒出个声音来，老实地答道：在想周大人。答了之后总感觉哪里不对劲儿，一回头就看见沈潇那又黑又臭的脸。他啊了一声，拔高音量：你怎么醒了？怎么，我不能醒？打扰你想周大人了？不是，我说的不是那种意思，是想的他的伤势怎么样了。那种想，是哪种想？还能好好说话吗？你昨晚偷看他了？十分肯定的语气，魏瑶怎么可能会承认啊？先不说眼前这个小气巴拉的男人这关不好过，就是他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他可是大夫，怎么能像女色狼一样去欣赏病人的躯体啊？我没有，我那是望闻问切。他的身材好，还是我的身材好？侯爷怎么能拿自己跟那个白斩鸡比啊？他还是更喜欢沈潇这款狂野又性感。果然是看了他。我都说了，是望闻问切嘛，你怎么胡搅蛮缠的呀？侯爷难道不想我治好他？到底是谁胡搅蛮缠？我说的根本就不是这回事。那你说的是哪回事？我不看他，我怎么给他缝啊？那其他大夫又不会，你现在倒来怪我了。沈潇语塞，他简直要气死了。吵架吵不过，他还打不过吗？你放开我！你竟然咬我！沈潇一分神儿，便被他推开了。他捂着痛麻的嘴唇，更气了。怎么，看花了眼就不想要我了？沈潇见他痛成这个模样，也是被吓到了，忙走上前去，却不知该如何下手。莫不是伤口崩开了？快过来帮他看看。我也是第一次缝啊，不晓得是不是结没打好。沈潇如遭雷劈，不敢置信地瞪大眼睛。第一次？你以前
从来没给别人缝合过。魏瑶咽了咽口水，不敢看他。也不是没缝合过，只不过对方是死人，活着的倒也有，是条受伤的狗。死人？狗？沈潇差点没站稳。周玉堂抽痛中听见他们的对话，气得那是七窍生烟。你竟然把我当狗！我之前是只拿尸体练过手，但是人体结构我已经烂熟于心，操作上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我阿娘以前给胎位不正的夫人接生时，就是这样剖开肚子把孩子取出来，然后缝上，真正要缝7层呢。人家取出了孩子之后，只要恢复的好还能再怀胎。你这比那些妇人可轻巧多了。周玉堂听完后人都气恍惚了，这个胆大包天的女人把她当狗就算了，还拿她跟生孩子的妇人比，士可杀不可辱。带着你的女人马上从我面前消失！魏瑶气不过，毫不客气对回去。哼，我好歹也救活了你，你就这么对待你的救命恩人啊？我宁愿死都不要你给我治。那你另请高明吧，我只是在还你的救命之恩而已，不领情就算了，反正我们两清了。说完转身就走。沈潇一个头两个大，忙拉住魏瑶沉声道：好了，你们俩都给我闭嘴！魏瑶委屈巴巴地看向沈潇，眼尾红红的，好似他再帮周玉堂说一个字儿，他就哭给他看。这厮既然敢质疑你的医术，那你就更要治好他，用实力打他的脸，让他以后看见你都得叫你一声魏神医。魏瑶听后眼睛一亮，暗戳戳地挺了挺胸。这世上还有什么事比打脸更痛快？周玉堂还想嚷嚷什么，沈潇手速极快地在他身上一点，他瞬间成了个巨嘴葫芦，只拿眼睛瞪着沈潇。伤口没有任何问题，你这么痛应该是麻药过效了，这么长的口子痛也是正常的，3天过后就会好很多。还有，你千万不要再乱动了，若是伤口真的崩开，还得重新缝一次，重新缝又得把这些线拆了，还要把坏肉剔掉。不想再遭罪，就安安静静的躺平，动来动去受罪的可是你自己啊。沈潇手指又是一点，周玉堂终于能动了，他控诉地瞪着沈潇。他不靠谱就算了，你竟然真的让他把我肚子跟缝衣服一样缝起来，缝起来也就算了，为什么要用绿色的线？你们将军府他妈的穷到连黑线都买不起了吗？哪怕是用白线也好啊！你昨日的情况真正是十分凶险，多拖1刻钟，今日就得为你出殡，哪里容得了我思虑这么多，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他忽然又想到一个残忍的问题，唰地睁开了眼。我这兔子这辈子就只能这样花里胡哨了，那我以后还怎么娶媳妇？同房的时候不会被笑死吗？等你伤口长好，我会帮你把线拆掉的，到时候你再好好将养，肚子上只会留下一道疤痕。你们男人不是觉得有疤痕才有男人味吗？这话是谁跟你说的？画本子上看到的，难道不是吗？沈潇一字一顿，咬牙切齿。不许再看那些乱七八糟的画本子。这也不许那也不许，摆个台子出家好了呀。周玉堂肉体上被这痛那痛的折磨也就算了，心理上还要被他们强喂狗粮。你们2个出去打起麻将，立刻马上。沈潇摸了摸鼻子，有些尴尬。你好好休息，就在将军府养伤。我们的人出了奸细，我已经在排查了。你的伤下面的人会保密，凶手的事情你也不要管了，一切由我。魏瑶只想脚底抹油离开这里，这些机密貌似不是他能听吧。那个，我去给万大夫留话。
魏瑶已经习惯了周玉堂这种拽得像万年王八的表情，他也没多想，只凝重地望着他。周玉堂被他这个眼神看得心中突突直跳。我怎么了吗？你中了毒，且这毒极其罕见。我中毒？我怎么会中毒呢？有3种毒与你体内的毒表现类似，想要确定是哪种毒，得先确定你的中毒时间。你仔细回想一下，是何时中的招？友情提示一下：一，这毒是在你受伤前中的，一般是下在味儿重的酒水里。2，这毒是在你受伤时中的，有可能被对方涂抹在兵器上。3，这毒是在你受伤后中的，也就是说是在将军府被暗算的。但我实在想不出对方是怎么下的手，唯有确定的是哪种毒，才能对症下药。周玉堂脸色铁青，这3种可能性有着3种不同的意义。如果是受伤前中的，那范围就太广了，有可能是在家中，有可能是在外面，还有可能是在东宫。我受伤前没有任何不适的感觉，受伤后除了疼亦没有其他不适。倒是昨晚吃了几副药之后，伤口加倍疼了起来，人也变得十分的亢奋，总觉得有使不完的力气一般，大脑的反应根本跟不上身体的节奏，就像是被打通了任督二脉，只想找几个高手切磋切磋。你的意思是，你是在受伤之后中的毒？你躺在这里后一直都是万大夫在照顾你，你觉得他会是那个奸细吗？可我听福应说，侯爷对万大夫一家有再造之恩，他若是奸细，那可就太伤人了。周玉堂眼中闪着寒光，简单粗暴道：人心难测，极有可能是他，先把他抓起来，严刑拷打，不怕他不周。这时福应刚好推门进来，他在门口已经听见了2人的对话，小声阻止道：周大人，您先消消气，我已经做了周全的部署，先留他观察几日，看看他是与何人接头的，再看看将军府还有没有与他们一伙的，若是他们有联络，也能一网打尽。周玉堂也想到了这茬儿，方才不过是他在说气话而已，同时也是在试探魏瑶，万一就是他害的他呢？第2日，为周玉堂扎完针，2人又开始聊天打发时间。以你的医术，在哪里都能混口饭吃，为何非要进侯府做个小妾呢？你以为我想啊？我和侯爷，不是你想象中那样的。哦，那是怎样的？魏瑶看了他一眼，见他十分关心的模样，突地很想找个人说道他的委屈。他沮丧的道：我是阴差阳错成了侯爷的姨娘，本来要被送给他的人不是我的。这事说来话长，侯爷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知道，他是被人搪塞了。啊？哎，那你给我说说，若是有冤情，没准我还能给你做主啊。做主倒是不必了，侯爷他待我挺好的，只是我娘曾嘱托过我，宁愿一辈子不嫁，也不要给人做小老婆。可如今却事与愿违，我愧对阿娘。周玉堂越发的好奇，他双眼放光，抓心挠肝的循循善诱。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你给我说说。我好歹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大理寺少卿啊，绝对不会允许任何冤屈藏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如今你既然救了我的性命，又承诺为我解毒，我不喜欢欠人人情，若是能帮上你，就当是我还你救命之恩。魏瑶眼睛亮了亮，他做小妾本就做得冤枉，若是有机会翻盘，那岂不更好？不过侯爷会答应吗？听说你和侯爷是好友，那你说话他听吗？嗨，我俩穿开裆裤的交情，你说他会不会听？那你能给侯爷说说，让他放我离开侯府吗？
周玉堂以为自己听错了，他挖了挖耳朵，不自觉地拔高音量。这事儿吧，等阿娇回来了，我给她说说。您不能这么直白地说，我总觉得侯爷似乎不会放我走。魏瑶见他不说话，以为他是觉得夹在他们中间难为情，失落的在心底叹了口气，终究是自己期望过高了吗？罢了，你改日只需要侧面提醒一下侯爷即可，让他不至于被蒙在鼓里。其余的我自己想办法。没问题，我一定会提醒他的。你以后若是需要帮助，尽管来找我，我能帮你的一定帮你。5日时间转眼便过，今日是魏瑶最后一次为周玉堂施针，他身体恢复得很好，已经能捂着腹部下床缓慢行走了。福应说侯爷也回来了，我可能要回侯府了。啊，不成，你要是走了，我怎么办？那你给侯爷说说，让我回侯府取了东西再回来。好，我给他说，让你来照顾我，他定会痛。同意2个字还没说出口，门便被人咣当一声从外面踹开，一道高大的身影踩着冷空气走了进来。你们方才在做什么？周玉堂被他方才的动静吓了一跳，回过神来，不满地大声嚷嚷：能做什么？在施针啊！你看不见我成刺猬了吗？说完换上了副戏谑的表情，欠扁道：不是，你这脸色这么臭干什么？吃败仗了？沈潇被他戏谑的目光看得无地自容，尴尬的直抠脚，但是形象万万是不能崩的，只得继续装高冷，找回场子。嫌我脸臭？那你去顶着寒风跑2个时辰马试试。都说祸害1000年，我看你短期之内不会死。魏瑶想不明白他怎么了，只本能的想离这个阎罗王远点儿，免得火烧到自己的身上。见他视线扫向了自己，魏瑶本能的想躲。我去拿药。他磕磕绊绊的站起身，踮着脚尖，大气不敢喘的往外走。在路过沈潇跟前时，却被沈潇一把拉住了手。别怕，我不是对你发火。魏瑶僵硬的点了点头，又僵硬的提起裙摆，一溜烟的跑了。不是对他发火，肯定就是对周大人发火，他更要快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了，免得血溅到了自己的身上。说到这个，我倒是有些羡慕你了，你到哪儿去捡了这样一个宝？哼，怎的？不说他是奸细了？如你所愿，他不可能是奸细，心地善良，毫无城府，干不了那活。你倒是转变得快。周玉堂回看了他一眼，扑哧一笑，一副调侃的欠揍表情。嘿嘿，他什么都对我说了，他的身世以及如何被你强抢来的。我？强抢？人家在庄子上成亲对象都找好了，却阴差阳错被你弄到了侯府后院，这不是强抢是什么？沈潇的眉眼皱得能夹死蚊子，这些事他怎么不知道呢？胡说什么？他哪里来的成亲对象？你敢说你不知道他逃代李江的事？沈潇沉默，周玉堂继续戳刀。知道还把人强留在身边，不是强抢是什么？难道说你喜欢他？沈潇脸色一变，如被踩到尾巴的猫，音量不自觉地拔高了，像是在极力证明什么。胡说八道！我喜欢的是我未婚妻叶真。这么大声做什么？我又没聋。随后懒懒散散地拱了拱手，很没诚意道：那恭喜你啊，觅得良人。魏瑶敲门的动作戛然而止，手中的托盘晃了晃，药汁洒出来一点儿。他用帕子细细地擦干净，稳定心神，方又重新敲门。他什么时候来的？他听到了多少？魏瑶推门进来，一副低眉顺眼的模样。
他目不斜视地把药放在床前，让人看不出他心里所想。年后我就定亲，希望你到时候已经大好，能来喝一杯喜酒沾沾我的喜气。沈潇鬼使神差地说了这么一句，眼睛紧盯着魏瑶。魏瑶动作顿了顿，脸上除了专注没有多余的表情，仿佛听到的只是今日天气真好一般。哦，那必须得去啊，沾了你的喜气儿，说不定我也能娶一个如花似玉的娘子呢。魏姨娘，你说是不是？魏瑶笑了笑，附和的点头。对啊，说不定还能3年抱俩，生他个刺激队。沈潇心口堵得不行，他疼得站起身，一甩袖子，大踏步走了出去。他行至门口，被寒风一吹，眉心一皱，还不快点来伺候我沐浴。魏瑶无奈极了，遇到这么一个阴晴不定的老板该怎么办呢？能怎么办？胳膊拧不过大腿，顺从呗。沈潇喉结动了动，本来憋闷的心情在魏瑶的触碰下得到了安抚，甚至变得旖旎。他想找点话题来转移一下注意力。这几日你和周大人相处的如何？挺好的。他小心翼翼地看着他的脸色，却发现对方眸色一沉，眉心一皱，似乎有点不悦。其实也不是那么好。沈潇心里憋着的那口气这才完全松散开。他就说周玉堂那个狗脾气，魏瑶是绝对跟他玩不到一块去的。一起洗，互相搓背。我昨日才洗了。哦，那你帮我洗吧，我在军营一直没机会洗，你得好好给我搓搓。我在上面也能给你搓呀。魏瑶也不想煞风景，但实在是遭不住了。他瘫趴在沈潇的肩头，努力地喘了口气。我呼吸不上来了。沈潇见魏瑶面色潮红，紧紧地捂着胸口，一副呼吸不上来的模样，知道他是闭气了，忙一跃而出，扯过一边的浴巾将他裹起来，抱着大步走了出去。魏瑶喝了水，在床上趴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气儿来。你这体力也太差了。明明是泡太久了。沈潇举双手投降。好，我马上让人摆饭，你好好躺着。魏瑶这才发现对方还是个裸体，赶忙挪开视线，紧了紧身上的被子，侧面提醒道：衣服，我的衣服。沈潇这才觉得有些凉飕飕的，但是他不能露怯，只要他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你衣服放在哪里？在西厢房。他话还没说完，对方已经推门出去。他有些着急，那个新做的亵衣被他看到了会好尴尬的呀。你这样看着我怎么穿啊？又不是没看过，你这件亵衣不是专门做来穿给我看的吗？谁要穿给你看了？沈潇一副早已看穿一切的表情，全当他是在害羞，不是做来穿给他看，难道穿给他自己看？侯爷，你先出去一下。你有2个选择，要么我看你穿，要么我帮你穿。不要，我自己来就行。沈潇喉结滚动了下，伸手捂住鼻子，生怕鼻血流出来。魏瑶胸前那若有若无的傲人弧度，露7分隐3分，留下无限遐想。喂，你干嘛呀？他从背后压了上来，灼热的气息喷在他后颈窝，引来一阵战栗。方才还没完呢，你休想敷衍我。我哪有敷衍你啊？我是饿了。乖，我喂得饱你。我说的不是这个。厨房正在做，还有一会儿才好。来，先运动运动，等下多吃点。他真的会谢，这人前一刻还阴晴不定的发火，后一刻就能厚颜无耻的索欢。这世上还有比他变脸变得更快的人吗？
魏瑶也不跟他置气了，置气饿自己，索性迎合。沈郎，快点嘛！沈潇此刻的心情别提有多刺激了，怕他不会，又怕他太会。这等绝世武功，他哪里招架得住啊？小姐，你要了爷的命！狂风夹骤雨，红梅随风颤。茯苓摆好饭，哀伤地蹲在墙角抠鼻屎。我真的好命苦啊！为什么每次这种时刻都该我轮值啊？欺负我母胎单身吗？要不还是让他们把饭端进来吧。那你快去啊！沈潇打开门，朝茯苓远远地打了个手势。茯苓点点头，领着小厮们把饭菜抬进了外间。带人退了出去，魏瑶这才抖着腿坐在饭桌前。先喝点汤垫垫胃，饿久了不要马上吃硬菜。你也知道不能饿久了呀。快喝。魏瑶吃饱喝足，放下筷子擦了擦嘴。我吃好了，我去院子走走，消食。等我，陪我吃完，我陪你去。沈潇用饭虽快，吃相却很优雅。看他吃饭就能明白什么叫做世家大族的教养。怎么，嫌弃我能吃？不，我是羡慕。你们习武之人自是比常人饭量大。我要是有这个位子好了，吃一顿起码可以管2天。不错。所谓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浪费可耻。大周还有许多百姓吃不上饭，边关的将士们也没有这些大鱼大肉，所以我从不剩饭。你也不准啊！一觉到天明，魏瑶觉得自己好似躺在棺材板里，动都不能动。你以前从没唤过我沈郎，我心甚悦。以后私底下你都要这么唤我，我很喜欢。你这样说，那以前都是白睡了。沈潇见他一副便秘的表情，不由黑了脸。怎么，你不愿？魏瑶赶紧顺驴毛。哎呀，怎会呢？人家是害羞了吗？沈郎，沈潇这才恢复了正常的脸色，那只手也变得不老实。魏瑶捂着肚子一咕噜爬起来。哎呀，早起要如厕，我先去了，侯爷您再睡一会儿。魏瑶在门外抹了把汗，惊觉他们这一觉竟是睡到了日晒三竿。周玉堂幽怨地看着姗姗来迟的魏瑶，魏瑶摸了摸脸。咋了？我脸上有东西？那个重色轻友的家伙呢？我想他夫君被人抢走了似的。魏瑶无语，摊手道：我不知道啊，侯爷的行踪哪里是我能过问的呀？周玉堂这才脸色好看了一些，缓慢地坐在了椅子上，又对魏瑶有意见了。一个两个的都把我晾在这儿，我今日就回国公府，不在这儿碍你们眼。你本来就恢复的差不多，可以走了。再说还有几天就过年了，你是得回去了。周玉堂脸色稍缓，语气不再阴阳怪气。那我回去之后可以跟以前一样正常生活了吗？可以是可以，但不能剧烈运动，最好半年内不要行房事。哎，知道了知道了，啰嗦。那我多久过来拆线？半个月后吧，这半个月内伤口不要沾水。一直不能沾吗？那我怎么洗澡？你还想洗澡？你怕是想的有点多。1个月不洗澡身上不会馊吗？这谁受得了啊？他已经半个月没洗了，头发都打结了，老远都能闻到自己的芬芳。今日镇北侯府宴客，他想着先看一眼魏瑶再去赴宴，便循着奴仆的消息来到了药房。刚进屋就看见魏瑶被一群人围在中间，正在哭。你们好大的胆子！沈潇快步走过来，目光紧紧锁着向魏瑶。为何哭了？
何人欺负你？没有，没人欺负我。我只是想起了我娘，几位先生方才向我咨询治疗感染之药，我娘就是因为那个要死的。李老这才反应过来，忙尴尬解释：将军误会，我等只是想向魏姨娘讨教一二，并无其他意思。真是这样？是，真的是这样。只是我有负所托。李老忙躬身赔不是。是我等唐突引起了魏姨娘的伤心事，还望魏姨娘不要与我等计较。怎会？是我一时没控制好情绪，不关你们的事。关于青霉素，我先整理出我娘的手札，先捋一捋头绪，到时我们再一同研制。最难的问题我娘已经攻克了，相信我们培育出来也只是时间问题。众人眼睛又亮了，纷纷附和称是。闹了这么大个乌龙，沈潇也是无比尴尬。他领着魏瑶快步往外走，只留下一句：你们忙你们的。魏瑶心情复杂的跟在他身后，他这是在维护他。好了，逝者已逝，朝前看。魏瑶笑了笑，不置可否。不要怕，今后换我来守护你。魏瑶猛地抬起头来，怔怔地望着他，心脏犹如被放在了鼓面上，砰砰砰地乱跳。你既跟了我，我自会对你负责。原来只是因为责任而已啊。魏瑶点了点头，垂下眼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应。终于魏瑶在熬了个通宵后，赶在除夕的清晨将包子种植成功了，碧毒株成了。他正在暗戳戳想着，小莹在门外小心翼翼地拍门：姨娘，侯爷让福英总管来请您过去了。魏瑶伸了个懒腰，脚步虚浮地打开房门。几日来第一次见阳光，他伸手捂住眼睛，缓了好一会儿才敢去适应光线。我说姨娘，你也太废寝忘食了些，这几日吃饭睡觉都在药房里，您都瘦了一圈了。还有您这黑眼圈也太重了吧，晚上可怎么去吃年夜饭哟？侯爷和老夫人见了会不会嫌弃啊？打住，帮我换身衣裳。不是说福运总管在等我吗？我送了东西，正好回来补觉。沈潇正在书房等魏瑶，今日除夕，晚上要带他和母亲一起用年夜饭，他不知怎的，竟是有些紧张，忐忑母亲会不会不喜欢他。怎么变得如此憔悴？我没事儿。说完，言笑晏晏地望着沈潇，抬手解开了自己的外裳衣服。沈潇脸一红，做贼似的左右看了看，紧张地咽口水。大白天的，不好吧？有什么不好的呀？有没有其他人？魏瑶继续解中衣衣领，沈潇看着他笑盈盈的俏脸，耳根都红了。他假装淡定地咳了咳。那换个地方，这里是书房，不好。魏瑶已经摸索到了解碧毒株的绳结，他狐疑地看了他一眼。什么好不好的？你先闭上眼，我给你看个宝贝。魏瑶第一次这么主动，沈潇有些飘飘然，很服从地闭上眼睛。这是什么新花样？有点刺激啊。魏瑶见沈潇竟然一脸便秘的模样，不干了，他大声道：你知道这是什么吗？这可是岭南3大秘宝之一的碧毒株。为了治这珠子，我可是花了半年时间寻找药材，昨晚还熬了个通宵给你做。你要是嫌弃……沈潇听到碧毒株的时候，脸色就是一变，他打断魏瑶的话，一脸的难以置信。你说这是什么？碧毒株？是传说中那个可避百毒的碧毒株吗？自信点儿，把妈去掉。你可知这碧毒株有多珍贵？据说全天下仅有3颗，京城只现设了1颗，
还是10年前苗疆王进贡给皇上的？我哪里知道全京城仅有1颗？这碧毒珠珍贵自是珍贵的，但也不是那么难得。它的珍贵之处就在于珠隐极难中。沈萧确实感动，他含情脉脉地摸了摸魏瑶的脸，仍是不敢置信。传说这是巫族的圣物，巫族行踪缥缈，有人说早已绝迹。你是如何得来的？是我阿娘给我的。在我3岁那年，阿娘上山采药时偶然间救了一名难产的孕妇。那位孕妇的相公为答谢我阿娘，便给了她一颗碧毒珠，同时传授了制珠之法。关于全天下仅有3颗的传说，那只是从前。自从我娘发现珠隐是孢子后，就打破了那个传说。这孢子只要培育的好，可以1分为2，2分为4。沈萧深吸一口气，说不出自己此刻是个什么心情。借用周玉堂那句话，他到底捡了个什么宝？这碧毒珠特意为我而制。碧毒珠是通过皮肤接触传送药性，所以一定要贴肤佩戴。你喜欢的话，我现在给你戴上。我很喜欢，给我戴上。沈萧眼里潋滟着缱绻，他低头的瞬间，故意将嘴唇擦过他的脸颊，然后把头靠在了魏瑶的肩上。魏瑶到底还有什么惊喜在等着他去发掘？为了送我礼物，一夜没睡。那在这睡一会儿，需要什么让福英去准备。魏瑶咬了咬牙，这人真是可恶，逮着机会就要占他的便宜，占了便宜还拿他寻开心。好啊，沈郎，那你要抱紧我，不要把我摔下去了。来呀，来互相伤害啊！果然沈萧身子一僵，耳根迅速红透了。他磨了磨牙，这女人比他还会。我是说你可以去那里睡会儿。那沈郎抱我过去好不好啊？果然耳边又响起了沈萧的吸气声。魏瑶抿嘴偷乐，想欺负他，看谁更吃亏。然后他就被摁在了榻上一顿啃。不是说让我睡觉吗？沈萧深吸几口气，才坐起来平复自己，隐忍的道：你睡吧，我不打搅你。魏瑶双眼一闭就睡着了。沈萧深深的看着他的睡颜，最终无奈叹气。算了，规矩礼仪什么的都是死的，让他睡吧。叶真疾步回到翡翠阁，翻箱倒柜的开始换衣梳妆。嬷嬷，快去厨房准备几个好菜，我给表哥送去书房。小姐，听说侯爷的书房有重兵把守，从未让外人进过。我知道，我不进去，远远看表哥一眼也够了。嬷嬷，你说我戴这套红宝石的头面怎么样啊？小姐生得这么美，自是戴什么都好看的。今日过年，戴红色也是应景。那就这套了，快给本小姐梳妆。魏瑶是被饿醒的，她醒来便看见枕头边摆着一副红光闪闪的宝石头面。哇塞！此套头面名为异彩，乃前朝孙皇后之物，这是我送你的新年礼，你可喜欢？喜欢，太喜欢了！这么漂亮的头面，我拿回去供起来，每日看一看，延年益寿。供起来？为何不戴起来？戴着太招摇，万一被贼惦记上怎么办？沈萧符合。这是在云恩寺留下阴影了。你放心，以后再也不会了。侯府很安全，
你这一天天的形容也太素了，哪里像个小姑娘？我送你的你必须日日带着。我要是哪日见你还这么素，我就把东西全部收回来。就在这时，门外突然响起福应的声音：爷，表小姐过来了。魏瑶见沈萧不悦，以为他是怕被捉奸在床，正好他也怕。要不我先躲起来？躲起来？见不得光还是怎么的？就这么怕被人看到我们在一起？躲起来做甚？他又不会吃人。但见魏瑶此刻灰头土脸的，他又释怀了。女子都爱美，他应该是怕其他女子嘲笑，所以想躲起来。那你先回去梳洗一番再来，从后门走。魏瑶自嘲地笑了笑，很干脆地转身走了。走出书房后，魏瑶在心里盘算，原来这就是侯府未来的女主人啊，真是又端庄又美丽啊。表哥，这怎么来了？叶真见表哥直直地看着自己，脸色更红了。他低下头，娇羞地指了指丫鬟手里的食盒，柔声道：我听说表哥回来了，想着您应该还没用午饭，便给您送些饭菜过来。表哥在忙公务吗？说完看了一眼书房的房间，隐晦地暗示他想进去。沈萧何等聪明，一眼便看破了他所思。多谢，进来一起吃吧。今年过节，侯府添了新人，终于不再是他和儿子并一帮老仆孤零零的过了。儿啊，你不是还有个魏姨娘吗？怎的没来呀？说是病了，怕把病气过给旁人，母亲不用管他。上午时还好好的，晚上就病了。沈萧一点也不信，想到更深层的原因，他有些生气。魏瑶就这么不想来见他的家人吗？啊，魏姨娘怎的突然就病了？今儿中午不是还好好的吗？这病来势汹汹，有没有找大夫看看呀？沈萧看了叶真一眼，抿了抿唇，没有说话。老夫人却是眉头一皱：中午还好好的，真儿中午见过魏姨娘？是啊，真儿中午去给表哥送饭的时候，在表哥的书房里见过那位魏姨娘。老夫人沉着脸没有说话，她的儿子她最清楚。老夫人直直观察着沈萧的表情，她也知道那个魏姨娘是儿子的第一个女人，她偏宠些也无可厚非。她关在西院里，我可以不管，但她如果凭本事走出了西院，那就必须得遵守侯府后院的规矩。面对质问，沈萧并没有多余的表情，只是淡淡的道：母亲掌管侯府中馈，她住在哪里，您不是一清二楚吗？您大可放心，儿子已不再年幼无知。他的目光沉沉地扫过在场的3个女人，掷地有声道：我拎得清。老夫人闻言一噎，神色变了几变，最终深深叹气，有些没底气的道：你知道就好。这些年儿子常年在外，母子俩聚少离多，他已经很难猜透沈萧的想法了。姑母啊，你应该是误会了，我今日在书房遇见魏姨娘的时候，她给我行的是标准的贵族礼仪，可见是个十分有规矩的。沈萧薄唇紧抿，目光沉沉地看了叶真一眼。熟悉他的人看见他露出这个表情，便知道他这已经是在发怒的边缘了。吃饭。好了好了，你们都是好孩子，快吃菜，不然就凉了。儿啊，等魏姨娘身子好了，就把她挪到东院去吧。老夫人是过来人，哪里不知道叶真的小心思，只是魏姨娘具体是怎样的人，还得自己亲自见过才能下定论。小杨，趁着时间还早，你出去找小姐妹们玩去吧，不用陪着我，我精力不济，先睡了。小莹心中雀跃，又觉得不放心。姨娘，您一个人真的可以吗？无事，放心去吧，我是真的想睡觉。魏瑶睡得迷迷糊糊间，闻到一股酒味儿，她睁开眼睛，发现床边立着一个高大的人影。侯爷，你怎么来了？
沈潇也不知道自己怎么会跑来看这个没心没肺的女人，简直是见了鬼了。府里到处热热闹闹，这里却冷冷清清，一个人影也没有，这哪里像过年？而他竟然还睡着，不觉得孤单吗？他是猪吗？说病就病，你就这么不想去见我母亲？沈潇见魏瑶只是望着自己，连话都不屑答一句，憋着的火气噌的就爆发了。他面色骤冷，上前一把抓住魏瑶的手臂，将她拉到自己跟前，力道极大。疼！沈潇闻言，手上的力道稍松了些，却没有放开他的意思。他看着魏瑶的眼睛，冷声道：魏瑶，莫要忘了你的身份，在我这里没有恃宠而骄。魏瑶觉得无比的委屈，恃宠而骄，他有宠过他吗？不过是把他当作暖床的工具而已。侯爷放心，借而已，我会时刻谨记自己的身份。他松开了手，嘴唇动了动，却什么也没说，脸上的神情变幻莫测。好，真是好得很。沈潇冷冷地看着魏瑶，忽地嗤笑一声，拂袖大步离去。魏瑶看着沈潇的背影，忍了半天的眼泪夺眶而出。他们一个个的都来欺负我，我一个姑娘我就活该被人欺负吗？凭什么呀？信不信老子明天一把毒药，我毒死你们！老夫人也很好奇，这个神龙不见首尾的魏姨娘是怎样一个人，便打发嬷嬷去请她来怡安堂。听侯爷说你会医术。回老夫人，是会些奇荒之术，不过我最擅长的是调养之道。没有哪个女人能拒绝可以让自己变美的秘诀。老夫人立即来了兴趣。哦，难怪你看上去白里透红，气色极好，是自己调养的？回老夫人，是我自己调养的。我成日无事可做，便喜欢钻研这些养生美容之道。说完还变戏法似的，从左右袖袋里各掏出一瓶血肌膏和一瓶养生丸，捧在手心献宝道：这个是我家的祖传养生丸，能滋阴养颜，无法延衰。这个则是我调制的血肌膏，可以当香膏使用，长期用能使肌肤变得细腻滑嫩，还有淡斑和淡皱纹的作用。我每日早晚都会涂抹，用后皮肤特别水润，上香粉都不会卡粉。魏瑶打开血肌膏，用食指挖了一小坨，当着老夫人的面在她自己的手背上涂抹开。你这香膏当真神奇，竟会化成水，是什么制成的？是用的一些美容养颜的药材制成的。老夫人，您要不要试试看？您只要长期涂抹，皮肤会变得细腻不说，还会由内而外透出莹白，即使不上粉也能保持肤色均匀，保准看上去年轻10岁。老夫人听后眼睛一亮，有些跃跃欲试。叶真见状别提有多郁闷了。魏姨娘，你怎么什么来路不明的东西都敢给姑姑用啊？万一姑姑用后过敏红肿，你负得起这个责任吗？这里面都是些十分温馨的药材，这血肌膏我一直在用，没有任何副作用，孕妇都能用的。老夫人不放心的话，可以先在手上试试，若是不过敏再用到脸上。好孩子，你果真没有骗人，你可真是个养颜高手啊！岁月从不败美人，您本就又美又年轻，我只是给您拂去了蒙在珍珠上的灰尘而已。每日就按照这个步骤来保养，保准您10年以后还是今日这般模样。哎呀，你这孩子可真会说话，还又美又年轻呢，都快50岁的人了。本来就是嘛，您不美的话，怎么能生出侯爷那般龙章凤姿的人来呢？想奉承一个母亲，夸她10句都不如夸她孩子1句效果好。说到侯爷，我这辈子还没见过比侯爷更俊美的男子。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就在想，
我的天啊，这是天上的神仙吗？怎么能这般好看啊？这辈子侯爷就是我的天。侯爷让我往东，我绝不往西；侯爷让我坐着，我绝不站着。沈潇气喘吁吁赶到怡安堂的时候，恰好在门口听到魏瑶那段花痴似的表白。他脚步一顿，脸上一红，也不知是羞的还是累的。他那表情绝对是听到了。哎呀，都下去吧，我有话和侯爷单独说。待所有人都走了之后，老夫人这才看向沈潇，皱眉挖苦：天儿这么冷，侯爷都能满头大汗，看来赶路十分辛苦啊。母亲，您之前和我约定过的，我听从您的意愿取叶诊，您不再插手我的后院之事。我没想干涉你的后院，我是看你喜欢他，想看看他是个怎么样的人。沈潇内心忐忑，面上却装得云淡风轻，淡淡道：母亲，我没有喜欢他，他是怎么成了我的人，母亲难道还不清楚吗？老夫人本就心中有愧，看见他这副表情，心惊肉跳起来，生怕这个逆子又叛逆的回去当和尚，只得服软。他叹了口气：罢了罢了，你自小就有主意，既然决定了娶真儿，那必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考量，我也信你不会负他。只要你不要像你父亲一样宠妾灭姬，今后你的后院哪怕是闹翻了天，我也不再插手总行了吧。沈潇见他一副做贼心虚的模样，有种被人欺骗感情的恼怒与失落，他必须跟魏瑶亲口要一个答案。他冷着脸道：你下来，给我往西边走2步。他喵的，听到了还拿出来显摆，能不能留点面子啊？往西，西是哪边来着？于是他往自己左手边走了2步。沈潇看见后气得咬牙：你果然是在忽悠我母亲。魏瑶心底一震，他看出来了。魏瑶有些慌乱，呆愣在原地。还说什么我让你往东，你绝不往西，现在我让你往西，你却往南。不是上北下南左西右东吗？你连方向都分不清。我们那儿都说上下左右。我现在站的这边才是西。沈潇忽然觉得很无力，自己竟然在跟白痴生气，简直比白痴还不如。侯爷，原来你这么幼稚啊！我幼稚？你知道上一个敢这么说我的人是什么下场吗？是不是坟头草都2丈高了？沈潇受不了他这种嬉皮笑脸的态度，搞得他都没有脾气了，便故作冷淡道：少跟我嬉皮笑脸。侯爷，对不起，我之前不该顶撞你。你在怡安堂说的话，到底是不是在诓我母亲？我诓谁也不敢诓老夫人啊，更何况我说的本来就是真的。侯爷难道觉得自己长得不好看？魏瑶见他剑眉仍旧是拧着，急忙表忠心：老夫人慈祥和善，我很敬重她的。魏瑶话还没有说完，就被沈潇一把抱住，紧得似乎想把他拦腰截断，险些将魏瑶勒出一个屁来。还好魏瑶及时忍住了，不然就糗大发了。魏瑶，我恨不能将你捆起来打一顿。我又不是故意要打你的，你要是气不过，那就打我一下好了呀。但是不能拿鞭子打。沈潇闻言，缓缓地放开了魏瑶，目光变得意味深长。那就拿棍子抽吧。不行！话还没说完，就被沈潇禁锢在床榻上。他脱下自己的外袍，用衣袖将他的双手反绑在床柱上。你绑我做什么呀？
魏瑶害怕的不行，该不会是想吊起来打他吧？他赶忙认怂，大声求饶：“我错了，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只听刺啦一声，打断了他的话。魏瑶感觉身上一凉，那厮居然把他的衣服给撕了。你放开我！乖一点，你以后若是再敢顶撞我，我就这样罚你。今日给你长个记性。沈潇将他的双手双脚以一个大开大合的姿势绑在床上，然后开始胡作非为。你放开我！你这个，我觉得很美好。你要是觉得不平衡，让你还回来。你跟哪个登徒子学的这些不正经的花样？跟以往一样直接开干不行吗？放心，我们这次来点不一样的，你会喜欢的。魏瑶双眼半合，四肢无力，他觉得自己快要昏过去了。沈潇的手游走了一遍又一遍。沈潇见魏瑶困了，猛然想起床上还预备着惊喜，忙牵着他的手往床榻走去，还神秘兮兮道：“我给你带了件礼物，你保准会喜欢，快闭上眼睛。”是什么？沈潇让他面对床榻，自己则兴奋地一把掀开了棉被，还学着魏瑶当初的语气献宝道：“当当当当。”魏瑶疑惑地睁开眼，见他一脸惊悚，仿佛做错了什么天大的事。大哥，小猫怎么能捂在被子里呢？魏瑶无奈又无语地想，这人平日里看着挺聪明的，没想到实际上是个憨憨，要不然怎么会干出这么奇葩的事儿来？这是绿眼雪猫，长大后通体雪白，眼如碧玉，1年只怀1胎，十分珍贵。我看你不爱出门，怕你憋得慌，便托了好几个朋友千方百计才得来的，差一点就被我给……侯爷快别内疚了，你也不是故意的。大男人手脚没这么轻重，他不会怪你的。沈潇心下一松，瑶瑶不怪他就好。魏瑶转移了话题：“小姐，老奴有个老朋友，是前几年刚从宫里放出来的嬷嬷。他有一双火眼金睛，仅从走路的姿势就能判断女子是否是完璧之身。你是说……让他来看看孙姨娘是否仍是完璧之身，由此才能判断她的话是真是假。如果是真，咱们再请魏姨娘聚一聚，让她看一看。若魏姨娘已非完璧之身，那这个魏姨娘在你嫁进来之前，非处不可。”好，嬷嬷快去办。孙姨娘该说的已经说了，见叶真竟然还坐得住，不禁有些急了。表小姐，您不着急吗？孙姨娘告诉我这些，就不怕我告诉老夫人？如果老夫人知道你骗了她，恐怕没你好果子吃。孙姨娘知道这是要她表忠心了，她咬了咬牙，膝盖一软就跪在了叶真面前，把头匍匐在叶真的绣花鞋边，卑微道：“妾身知道表小姐日后将是这侯府的女主人，所以妾身至始至终都是真心想要侍奉在您左右，只求表小姐将来能够善待妾身，让妾身有一席之地。”妹妹，这是哪里话？我与你相处了这么些日子，自是知道你性子柔顺，你就放心吧。你如此有诚意，将来我是无论如何都会给你一份体面的。那妾身方才所言之事，我心中已有了计较。这样，你3日后邀魏姨娘前来游园，就说我邀请你们一起去煮茶赏梅。叶真说一半留一半，意味深长地看着孙姨娘。孙姨娘心中一喜，她忙点头道：“妾定不辱使命。”她也不在乎叶真是否会利用她了。他们现在一致的敌人是魏瑶，敌人的敌人那就是朋友。等除了这个心腹大患，
他自有法子把自己摘除干净。魏瑶对这一切全然不知，他遇到了新的烦恼。这些药渣是从何时开始埋的？是从偏院搬过来之后。他每次侍奉我之后都喝这药，对吗？先前是方嬷嬷得知姨娘与侯爷在一起过夜后都会送药来，但有几次侯爷是半夜来的，府里的人都不知道。方嬷嬷那几次便没有送药来，但姨娘每次都会自己服药。侯爷，老夫人每次知晓您和姨娘在一块儿后，都会给姨娘赐药。姨娘是因为害怕才一直不敢端着药的。哦，既然老夫人会赐药，那这些药渣又从何而来？老夫人不知道的情况下。沈萧只觉心中钝痛，胸口似是燃着一把想要毁天灭地的熊熊怒火。他果然是主动在喝着虎狼之药，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做？他急于验证，疾步走进听学院。刚进屋，正好看见魏瑶靠在床上，伸手接过方嬷嬷手中的药碗，正想一饮而尽。你喝的什么？避子汤啊！沈萧眼睛一眯，阴沉无比地望向了方嬷嬷，眼中射出骇人的凶光。方嬷嬷被他吃人的目光吓得一个腿软，跪趴在地上。侯爷息怒，老奴只是听命行事啊！滚出去！沈萧万万没想到侯府已经子嗣凋零，他的母亲竟然还要对他的女人下这些黑手。他们让你喝你就喝，为何从来都不找我诉苦？为何要找你诉苦？你们大户人家不都是这样的吗？你不知道这样伤身吗？知道啊。那你还喝？沈萧的声音彻底哑了下去，他无法再自欺欺人，失魂落魄地问：即使他们不送，你也会偷偷喝，对吗？魏瑶见他浑身紧绷，似已知晓他偷服避子汤的事，心虚的不知道如何回答沈萧，只是咬着唇低下了头。你就这么不想为我生孩子？他心里委屈，也生出了一股怒气。他倏地抬起头来，看着沈萧，认真严肃地问：侯爷知道你在说什么吗？认真回答我。魏瑶用沉甸甸的目光回望着他，认真冷静地与他分析：侯爷还没有娶亲，如果先有了庶长子，对侯爷名声不好。沈萧瞪着黑沉沉的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魏瑶，那质疑的目光仿佛他做了什么对不起他的事一样。你知道我问的不是这个。那侯爷是想要去母留子吗？亦或是侯爷这辈子不打算娶亲，只想与我一生一世一双人？魏瑶把血淋淋的真相剖开，摆在了沈萧面前。沈萧如遭雷击，脸色一白，他猛地后退了一步。是谁与你说过什么？侯爷，这些都不是什么重要的事。沈萧的情绪却凶猛地爆发了，他像一头暴怒的狮子，扯着嗓子声嘶力竭地道：那你说什么才重要？不拿自己的身体当回事，还是你根本就不想给我生孩子这回事？沈萧的自尊心从未被如此碾压过，脸色已是冰冷的骇人，眼里的滔天怒意快要凝成实质。或者说，你从未想过一直要留在我身边，你自始至终都是在与我虚与委蛇。魏瑶见他竟然吼得一次比一次大声，好似要吃人似的，他原本是有些心虚的，但是沈萧这副态度让他十分窝火。对，我就是不想给你生孩子，因为我不想我的孩子将来叫另一个女儿母亲，我也不想我的孩子永远比你的嫡子矮一头，我更不想稀里糊涂的成为一个不合格的母亲。魏瑶又气又难过，失去理智的话语想也没想便脱口而出，尖锐的语气犹如钢针，毫不留情地扎向沈萧。侯爷既然知道
就何必还要问出来？给彼此一点体面不好吗？若觉得是我欺骗了你，还我放弃书不就是了吗？正好啊，我也不想待着这笼子一样的鬼地方。不要再说了，不要再说了！沈潇哑着嗓子，他大声打断了魏瑶字字诛心的话。猩红的眼里竟是露出一丝乞求之色，他从没像此刻这样希望魏瑶能骗他一次。沈潇黑着脸坐在老夫人对面，也不说话，只拿愤懑的眼神怒视老夫人，看得老夫人又怒又心虚。侯爷这是来兴师问罪了。母亲为何一而再再而三地违背我们之间的约定？儿啊，母亲这都是为了你和侯府着想，你还没有成亲，说是有了庶长子会被人戳脊梁骨的，咱们侯府的声望也会一落千丈，将来还怎么引领沈氏一族？你看看这满京城的世家贵女，有哪个愿意嫁进后院一团糟的人家？声望，男人的声望，难不成要靠委屈自己的女人才能达成？我建功立业，戎马孔总，难道还比不了娶一个名门贵女来的体面？哼，你可真是好得很，就算母亲有错，你就应该用这种态度跟我说话吗？他说着说着又开始哭诉，你父亲常年镇守边关，我一个人守着你，苦苦支撑侯府这偌大的家业，我和你父亲闹到如今的这个地步，都是为了谁？亏我一生要强，殚精竭虑培养你，竟然养出来一个情种！沈潇痛苦地闭上眼睛，心头钝痛。从小到大，母亲确实为他付出良多，甚至为了他不惜与父亲闹翻。母亲是想让儿子连个后都没有吗？你在胡说八道什么呀？你这是想直接诛我的心呐！沈潇见他如此生气，也怕他气出个好歹来，只得收敛了些。您能不能先听我把话说完？发生了何事？沈潇面色凝重，半跪在老夫人面前，将声音压到最低。这本是军机要密，如今我却不得不向母亲透个信，还望母亲不要声张。我即将……话说到一半，留给老夫人一个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眼神。老夫人惊愕，瞪大眼睛不敢置信。如今海晏河清，天下太平，哪会有什么战事？岭南从去年就有异动，皇上准备让我去削藩。从下个月开始，我将假借出兵剿匪，一路往南驻兵。母亲，言至于此，你还不懂吗？什么？你是说……母亲，我在家待不了多久了，战场上刀剑无眼。不要再说了，我儿，是母亲错了，母亲这就停了你妾室们的药，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你这是比杀了我还要我的命啊！一想到他有可能已经错过了2个孙子，他的心就犹如在油锅上烹。我儿，你干脆把西园那10几个一并收了吧，广撒网广播种，不怕没有收获。沈潇无语地看着老夫人，老夫人看见沈潇瞬间又黑了的脸，讪讪一笑，要是嫌多，挑几个圆润好生养的也行。沈潇的脸黑似锅底，起身退后几步，气道：还望母亲莫要再插手我和魏瑶之间的事，要不然我就带着他去将军府住。好了好了，不插手就不插手，我唯有一个要求，你既松口要娶贞姐儿，就得对她好，我不希望她走上我的老路。沈潇面色刷的一变，老夫人醍醐灌顶的话提醒了他：儿子，谨记母亲教诲。你既又要搅动风云，那你的婚事便提早办吧。母亲择日就去一趟护国寺，为你和贞姐儿合一合八字，再择一个良辰，尽快的迎娶她过门，
趁着这段时日，你好好对待真儿，不要叫她看出你对魏瑶的心思。沈萧垂眸，压下心里的情绪，冷清道：儿子知晓了，先回去了。说完行了一礼，阔步往外走。他的心情比方才更加沉重郁闷。魏瑶方才对他动粗了，踢了他一脚，还打了他耳光，又挠伤了他的脸。他大男人的自尊心在今日彻底被魏瑶挑衅到了。你最好把刚刚的话给我说清楚，什么叫委身于我？什么叫我毁了你的人生？你一直以来都是在与我逢场作戏。你不想给我生孩子，也是因为你的心里根本就没有我。魏瑶咬着唇没有说话，虽然心底已经怕了，但面上仍是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模样。说话！我从未想过要给人做妾，你从未问过我愿不愿意。那你是想要正妻之位，你也配。他本是想好好沟通，但那张嘴好像有自己的意识，说出来的话字字诛心。你还是比较适合待在西院，这样才能记住你的身份。什么时候想清楚了，什么时候再回去。魏瑶心里已经痛得麻木，只剩一片荒芜。他也不想解释了，他只想把自己想说的话说出来。魏瑶表情悲伤，声音透着决绝。侯爷既然不能如我所愿，那就放我走吧，何必在此相看两厌？你做梦！我说过，你就算是死，也只能死在侯府。魏瑶被这话刺激到，亦换上了副冷漠的表情望着他。两人对视片刻，魏瑶忽然唇角微勾，露出一个讥诮的笑。怎么，侯爷舍不得放我走？莫不是爱上我了？可是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最后一句他是盯着沈萧的眼睛一字一顿说出来的。看见沈萧面色再次惨白，脸上也露出了痛彻心扉的表情，魏瑶心里充满了快意，声音愈发的冰冷无情。你居我自由，毁我清白，甚至把我当作棋子。我没有恨你，就是念着一日夫妻百日恩了。你竟然妄想我会喜欢你？哦，我当然喜欢你了。我喜欢你的财富，喜欢你的权势，独独没有喜欢你这个人。我就是这样一个贪慕虚荣的女人，没有你，我也能跟别人恩爱缠绵。听到魏瑶说要和别人恩爱缠绵，他再也控制不住了，隐忍的情绪如火山喷发般汹涌而出。你闭嘴，闭嘴！魏瑶，你这辈子生是我沈萧的人，死是我沈萧的鬼。就算是死，我也要把你挫骨扬灰，压在我的棺材板下，让你生生世世都休想掏出我的手掌心。福应见二人又是不欢而散，着急的不行，他恨铁不成钢地对魏瑶说道：魏姨娘，您说您跟侯爷服个软就能解决的事儿，非要闹得不可开交啊！侯爷罚你比罚他自己都还难受，他心里是有您的，您怎么就不明白呢？魏姨娘还不知道吧？老夫人已经安排下来，待几日后道路冰雪融化，便要去京郊护国寺为我和表哥测婚期。我瞧着表哥似乎也很着急呢。你跟了他这么久，你知道他在着急什么吗？魏瑶自动忽略掉他的炫耀，忽然想到了个好办法。他抬起头来，真诚地看着叶真，不答反问：表小姐，测婚期你会同去吗？自然，姑姑此去，一是为我和表哥测婚期，二是为表哥祈福，我自然要亲自去为他抄经祈福。魏瑶眼睛一亮，她充满诚意地看着叶真。表小姐，我知道你对我的敌意从何而来，
我无意与你争什么。如果可以，或许我们可以合作一下。叶真被他这突然直白的话弄得有些懵，他警惕地看着魏瑶：“你什么意思啊？”表小姐应该知道，侯爷很喜欢我这副皮囊。叶真感觉自己被他耍了，登时恼羞成怒，正欲发作，魏瑶却没有给他这个机会，一鼓作气继续道：“表小姐先听我说完。如果我是你，我定巴不得让侯爷喜欢的妾室都消失个干净，这样才能避免侯爷的心思被别的女人分去。正好，我想离开侯府，而你也想我从侯府消失。你休要花言巧语啊！我才不信你能放得下侯府的荣华富贵。”表小姐，并不是每个人都如孙姨娘一般贪慕虚荣。我其实是被侯爷掳来的，他喜欢我这身皮囊，死抓着不撒手，我早就想走了。表小姐，今日我所言句句是真，我志向不在这深宅大院里。若你能助我离开，我会永远感谢你。不知不觉便已到达房门口，魏瑶调整了心情，规规矩矩地敲门。刚敲了一声，里面便传来低沉的声音：“进来。”魏瑶默默垂手站在他身后，心情很是复杂地看着他。我明日就要离京剿匪，我把那些伤害过你的人都给你抓回来，好不好？魏瑶心里一滞，眼睛有些酸涩，喉咙也似被什么堵着，声音有些哑。好，侯爷说话要算数啊。他伸手一把就把魏瑶抱坐在了腿上，紧紧地抱着魏瑶，闻着魏瑶的发香呢喃：“你只要乖一点，我会一辈子待你好。”魏瑶的心情更复杂，用五味杂陈来说也不为过。他想了想，认真地回了一句：“侯爷，其实你挺好的。”从前都是他睡魏瑶，这次魏瑶也要把他当成小官嫖他。魏瑶回搂住他的脖子，沈萧似得到回应般更加热切。魏瑶毫不示弱，也用力吮了回去。“你怎么哭了？对不起，我又弄疼你了。”沈萧抱着他满脸内疚，魏瑶将眼泪蹭在他结实的胸口。“没有，去床上吧。”沈萧心里那怪异的感觉更甚，一颗心整晚都七上八下的。这一夜他似在求证什么，怎么也不知满足，怎么也舍不得放开他。第5回合结束，沈萧终于放过了他。“侯爷，你去剿匪要多久啊？”“慢则1个月，快则半个月，不用担心我。”“侯爷，让我陪老夫人一起去护国寺为你祈福吧，这样我心安一些。”“好，只要你乖乖的，想做什么都可以。”魏瑶暗自叹了口气，转过身背对着他，声音闷闷的：“我好困啊。”“睡吧。”好在他从小没少干这种爬树翻墙的行当，这围墙也不高，他业务相当熟练。翻过那墙后，落在一处雅致的禅院里。“站住啊！”他十分僵硬地转头朝声音来源处看去，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抹高瘦挺拔的身影。“哪里来的小贼啊，敢在佛门禁地行盗窃之事，也不怕下18层地狱？”“佛门禁地，你怎么能胡乱咒人呢？”魏瑶还未适应自己易了容，被这一打岔更忘了换声。男人眉头一挑，上下打量了他一眼，随后双手抱臂，气定神闲道：“这样说来，我还冤枉你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偷盗了？”“既不是偷，作何翻墙啊？”魏瑶底气不足，怕他大声嚷嚷毁坏了自己的逃跑大计，只得先苟着哄人。他眼睛一转，故作严肃道：“方才隔壁闹了强盗，我心怀正义，不放心的强盗是否会来这边行凶，所以悄悄过来看一眼。
既然这边无事，那我这边走，这边走。说着想溜之大吉，对方却不让他离开，快步挡在他前面，义正言辞质问：废话少说，先拿出身份文牒来，只要证明你是良民，我便放你离开。魏瑶精神一振，对哦，他现在是有身份文牒的人，走到哪里都不怕被查户籍。看清楚，不要胡乱冤枉人，我可是大大的良民。魏瑶表面看着镇定，其实内心一阵后怕。还好，他是做足了准备才跑的，要不然第一回合就得被当成逃奴或者逃犯抓起来。叶小花儿，男子嘴角抽了抽，仿佛很是鄙视这个名字。说到这个名字，魏瑶也很无语啊，肯定是叶真故意坑他呢，但他绝不能在此刻表现出来。他一脸严肃，义正言辞：什么？嘲笑我名字土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姓名乃父母恩赐，不管好不好听，都是父母的拳爱意。怎么样，看完了吧？我可以走了吗？肤浅的小白脸似乎被他说的有些恼，他往后退开一步，将手背在身后，扔下一句：赶紧走。庆功宴上，沈潇喝了不少酒，提早回了主帐休息。福应行色匆匆进来，见沈潇靠在椅子上，以手撑额，闭目养神，一时不知该怎么开口。何事？京中传来消息，魏姨娘失踪了。福应的话犹如惊雷，炸响在凝滞的空气中。沈潇疼得站起身，双腿不受控制地朝前走了2步，颤声问道：你说什么？老夫人派人传来消息，说魏姨娘在护国寺被人掳走了，她老人家命人追查之后才得知。看着沈潇阴云密布的脸，他低下头，干涩道：才得知那是魏姨娘自编自演的一场戏。魏姨娘她是自己逃走的。什么？他突然明白过来，那晚他不安的感觉是从何而来，还有那晚他说的那些奇奇怪怪的话，分明是在告别。好啊，果然是好得很。他竟然敢，为何现在才来报？10几天了，天大地大，危险重重，魏瑶无亲无故一个人，他根本不敢去想。老夫人说是怕影响您在战场上分心，如今捷报传到京城，他老人家才敢让人来禀。沈潇双目猩红，眼里是毁天灭地的熊熊怒火。他哑声嘶吼，如一头被逼到绝境的狮子。找玉帝3尺，要把他给我找回来！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女人，我说过，你生是我沈潇的人，死是我沈潇的鬼，你生生世世都休想摆脱我。我要把你抓回来，祭你于龙，让你再也无法逃出我的手掌心。正午的阳光温暖地照进宜安堂的花厅，叶真抽抽搭搭地站在下手，老夫人不耐烦地瞪了他一眼又一眼，哭，就知道哭。你说你怎的这般糊涂，被人利用犹不自知？姑母，我是受了那个奸人的蛊惑，才做出的糊涂事呀。老夫人恨铁不成钢，头痛至极道：该做的善后我以为你做了，你最好给我想清楚，还有没有什么事瞒着我？若是阿萧回来查出点什么，你这辈子也休想进侯府的大门。叶真吓得不敢再哭了，她犹豫再三，终是抽抽噎噎的道：我还雇了人去追杀他。什么？你怎的如此糊涂？他都主动走了，你何故要赶尽杀绝？你这不是将把柄往你表哥手里递吗？
姑母，你一定要帮我呀！我是被那个贱人气得很了，就想着定要出了这口恶气，才又找了人。你一个千金大小姐，怎的跟个市井泼妇一般，整日见人见人的挂在嘴边？你母亲还是太过纵容你了。叶真低着头不说话，一副比谁都委屈的模样。老夫人静默半晌，终是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你赶紧想办法把派出去的人都撤回来。阿萧明晚就回府了，你以为他是凭什么走上今天这个地位的？如今之计，唯有赶紧善后。你找个心腹来顶包，把自己从中摘除干净。你表哥回来一旦去查，这侯府的一举一动有什么能瞒得过他？你如今只有祈祷他对那个女人的心思还没那么深，否则谁也帮不了你。沈潇当晚就回了侯府，杀了所有人一个措手不及。他快马加鞭赶回来，犹如一尊煞神，挟裹着毁天灭地的怒气。是你，如果不是你陷害他，他怎会心灰意冷，弃我而去？你说，你想怎么死？孙姨娘抬起沉重的眼皮，看着沈潇冷酷无情的样子，癫狂地笑了起来。你竟然怪我，我有今日，还不都是拜你所赐？你既无心宠幸我，又为何要抬举我，给我虚假的希望？我知道，你想庇佑他，害怕未来主母忌惮他，便把我推出来做挡箭牌。但你凭什么给了我希望，又不给我一条活路？他哪里比得上我？凭什么就能轻轻松松的拥有我求而不得的东西？好，我今日就让你死个明白。他站起身，阴森森地走进孙姨娘，语带鄙视，眼神厌恶。你竟敢拿自己和他比，切，你也配？他的目光逐渐变得空洞，仿佛是说给孙姨娘听，又仿佛在说给他自己听。他从不贪图我的身外之物，你呢？我送他一件礼物，他就要回我2件。送我的解毒丸于战场上救我性命，你呢？他从不把自己当作我的附属品，始终站在和我势均力敌的高度相爱相杀。你呢？他心地纯善，从不害人，你呢？你说，你哪点比得上他？孙姨娘眼神闪了闪，她想起了和魏瑶在偏院里的那半年时光，两人也曾是真心实意的朋友。她眼里的光终是一寸寸的泯灭，颓然地低下头颅，气道：是我错了，是我鬼迷心窍，但是我真的没有想过要害他，是表小姐逼迫我这样做的。她将来是侯府未来的主母，我不敢不从啊！侯爷，我自知难逃一死，只求您能大发慈悲，饶了我的家人。我原来是给魏姨娘做牛做马，一场恩情。虽然叶真受过他的挑唆，但叶真并不无辜。最终沈潇没有再说什么，淡漠地起身离去。孙姨娘再也撑不住，放心地闭上了眼。老夫人第一时间便知道沈潇连夜赶回侯府，还溺死了孙姨娘。她暗道不好，连夜将叶真送回了叶府。儿啊，是母亲对不起你，母亲不知怎么面对你了。沈潇冷着脸，眼皮都没动一下，静静看着他表演，看得老夫人都哭不下去了。你倒是说句话呀，你这样母亲心疼啊。沈潇终于有了些反应，他掀起眼皮子，斩钉截铁的道：和叶家的联姻就此作罢。老夫人心下一凛，当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他重重叹了口气，语重心长道：儿啊，这日子都才好了，请柬都已经发出去了，如何能作罢呀？也是，那便娶回来吧。只是儿不能保证会不会新婚当夜失手把他弄死。他眼里的毒辣和冷漠把老夫人吓了一跳，那模样并不像是在威胁人。你为了一个妾室要忤逆我不成？你把我们叶家的脸面和侯府的脸面放在哪里？叶真还没进门便开始害人，这样的蛇蝎毒妇，儿子消受不起。老夫人心里有些没底，不知道沈潇到底查出来多少。他对叶真虽然失望，但那好歹是他从小看着长大的亲侄女。那魏姨娘是自己要逃走的，与真儿无关呀。哦，那母亲为何连夜送她走？难道是怕我杀了她？她既无辜，您怕什么？老夫人没想到反被他将了一军，当时脸色一变，他眼神闪了闪，干巴巴道：他是因为病了，回叶家养病。他这话也没说谎。叶真知道沈潇溺死孙姨娘之后，当时就吓晕了过去，发起了高热。母亲既笃定她无辜，那就把她交出来，我要当面对质。沈潇已然失去了耐心，时间紧迫，他还要去布置寻人。他缓缓地站起身，默然道：儿子今日来是通知母亲，不是来与你商量。这个亲我不会结，母亲若是不好处理，那儿子自己来解决。沈潇又回到了魏瑶住的小院，他的灵魂仿佛留在了这里，只有在这里，他才有自己还活着的感觉。龙将军抵京了没有？龙将军3日前已经抵达京城，交了西北的公差之后，整日寻花问柳。听说他这次回京述职，还想让皇上再指一名京都贵女给他续弦。他上任续弦才过门半年就死了，如今京城有女儿的人家都是风声鹤唳，生怕自家女儿遭了殃啊。西北苦寒，龙心荒淫暴虐，当真不是个好去处。福英摸不透自家主子在想什么，只得附和：是啊，这都克死5位妻子了，年近50还想续弦，儿子都10几个了，也不知道瞎折腾个啥。沈潇笑意更浓，声音带上了残忍的期待。把叶真掳了，带到城西破庙严刑审问，等他说出与那伙贼人的联络方式，再将龙心引过去，英雄救美，促成佳话。福英震惊地抬起头来，不敢置信地望着沈潇，却见上手的男人一脸漠然，仿佛只是做了件事不关己的事儿。爷，这样一来，您岂不是成了全天下的笑话？任他们笑吧，我从未像如今这般清醒过。从前我都在为别人而活，而今我想为自己而活。魏瑶走了，他生不如死，才明白魏瑶与他的重要性。嘴长在别人身上，众口铄金，再完美的人也有人说道：你这个法子不好，太过冒险，你就不怕有些人挟持他来威胁你啊？或者被咱们的政敌拿来做文章？沈潇面容憔悴，短短半个月，人已瘦了一圈。他喝了口酒，忧心忡忡道：叶真花了800两银子雇人去追杀他，我怕他等不到我去救他。眼下只有用这个法子，才能保住他的命。你那个表妹倒是个狠角色啊，先假意放他走，然后除之而后快。我从前倒是小瞧了他。那伙亡命之徒唯利是图，我许以2倍价利诱，他们说不定会将他完好无损地送回来。现在外面到处有人想拿上衣，他反而会安全一些。出动了这么多人，你就一点他的消息都没有？这正是我最担忧的。我的人发现了那伙人的踪迹，他们好似起了内讧，
一伙人拿着银子吃喝玩乐，另一伙人不见踪迹。我已经把人抓了，他们也不知道消失的那伙人去了哪里。我怕他已经……你何以对他用情如此之深啊？他有什么好的？那个女人财迷又市侩，她实在是想象不出阿潇喜欢她哪一点。沈潇闷头灌了几口酒，任由酒渍打湿她皱巴巴的衣袍。他思索了好一阵，才颓然苦笑。是啊，他有什么好呢？没心没肺，不知好歹。我对他的好他记不住，我对他的不好他就要记一辈子。你对人家是好，只是你没张嘴，人家根本不知道。我要怎么说？我做的他都看不到吗？非要我一个大男人把甜言蜜语挂在嘴边吗？我根本说不出口。既然他这么不识好歹，那就忘了他吧。忘不了，这世上再也不会有第二个他了。越是得不到，越是不甘心。他后悔了，他不应该怂恿魏瑶逃跑，这个玩笑开大了。奔波了一天，他是又累又饿的。大堂里人声鼎沸，大伙儿正在高谈阔论，议论一个更令他震惊的消息。听说了吧？南宁侯的那位未婚妻把他给绿了。啥？绿了？是头顶绿油油那个绿吗？正是头顶绿油油的那种绿，都成青青草原了。沈侯爷怕是有毒吧？怎么竟是被人抛弃？先是小妾跑了，现在未婚妻又跟别人跑了。呸！你懂个屁！沈侯爷那未婚妻是个水性杨花的，和陇西节度使龙将军搞到了一起，还被许多人给看见了，就在一个破庙里打野战，真是不要脸啊！竟是这么回事啊！那南宁侯恐怕得砍了龙将军。但奇怪的是，沈侯爷却拒绝了皇上的指婚，而是向皇上求了一道留白圣旨，说他今后遇到心爱之人，再请皇上为他赐婚。你们说奇怪不奇怪？沈侯竟然拒绝娶皇室郡主。魏瑶整个人都惊呆了，一顿饭吃的那叫一个浑浑噩噩，他脑海中只有一件事：也真绿了沈渊那头。他不是非他不嫁吗？他不是爱他爱得要死吗？这也太迷惑了吧！他俩这都好事将近了，他怎么还绿他呢？那怎么能这样呢？齐香先是冷冷地看着他，看了一会儿后，好似发现了什么有趣的物件一般，斜自一笑，声音带着前所未有的兴奋。魏瑶，没想到你竟是这般有意思的一个女人，难怪沈潇不要命一般到处找你。啊？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别再装了，我早就知道了你的身份。魏瑶静静回看着他，想不明白是哪里出了问题。齐香直白地给了他答案。我与沈潇政见不合，护国寺一别之后，我便一直派人跟着你。沈潇一直找不到你，并不是因为你易容术有多么高明，而是因为我帮你掩盖了行踪。魏瑶有些害怕拥有这样气质的人，他就好似一只蛰伏在暗处的毒蛇，你根本不知道他何时会扑上来咬你一口。那你这次接近我，也是故意的？不，这次是偶然，是缘分。我万没想到重伤落河竟然会遇到了你。你如此聪慧，魏瑶，要不然你跟着我吧，我给你一个新的身份，带着你堂堂正正的回岭南，你余生也不用再害怕沈潇会把你抓回去。多谢厚爱，我觉得这里挺好的，我并不想回岭南。齐香也不恼，而是抛出一个令他无法拒绝的诱饵。他说，若我能为你外祖一家翻案，让夏家洗脱罪名，让你娘的牌位正大光明的回夏家祖庙呢？
魏瑶缓缓瞪大眼睛，垂在两侧的手紧握成拳。魏瑶，我给你1刻钟的时间考虑，若是考虑好了，把脸洗干净再来见我。不到1刻钟的时间，魏瑶便打开门走了出来。齐香微愣地看着他，眼里闪过毫不掩饰的惊艳。你怎么知道我阿娘和我外祖父的事？沈潇大张旗鼓找你的那一刻起，我就查起了你的底细。那你和侯爷是死对头吗？你会害他吗？魏瑶很认真地问。齐香没想到他竟会问这个问题，心里有点小小的不爽，模棱两可的道：只是政见不合而已。你想让我帮你做什么？你只要能留在我身边，帮我压制住他，减轻他给我带来的痛苦，我便可以为你外祖翻案。真的？真的。我知道你外祖曾任太医院院守，夏家世代行医，则有许多独门绝技，因此我才敢信任于你。怎么样，可以合作吗？你完全不亏。留在我身边做一个有身份有地位的四姨，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待我这毒解了，你想走也可以走，我保证痛痛快快的给你拿一大笔盘缠和一个新的身份，你从此以后不必再躲躲藏藏。魏瑶十分心动，叶真给他这个身份他早就不想用了，若是能换个身份的话。你说话可作数，不要忘了你体内还有我的噬心。这噬心有何副作用？魏瑶气息一滞，脸色变得讪讪的。这毒才新鲜出炉，你是第一只小白鼠，所以你要是有什么不是要及时告知我，这样我就知道了。齐香差点暴走，若不是他教养好，他都想爆粗口。你确定这毒你会制解药？这个你完全可以放心，万物相生相克，这毒的解药我早治好了。你如果不是诓我，真的为我外祖翻案了，到那天我自会给你解毒。不行，作为合作的诚意，你得先把这毒解了。那这样，你我各退一步，等你着手开始为我外祖翻案，我就给你解药。哼，你倒是机智，一点亏都不肯吃。行，一言为定。沈潇一行人马不停蹄地赶到了清水镇，早已有官吏殷勤地等在了城门口。下官黄道远，拜见沈侯。沈潇翻身下马，脸色微白，动作有些迟缓。他一手将黄道远扶起来，急道：人在哪里？带我过去。他怀着忐忑的心情，耐着性子敲了半天，里面除了狗吠没有任何动静，旁边的门却开了。公子找谁呀？沈潇收回敲门的手，看了一眼豆腐里，极有礼貌的道：敢问老丈，这里面住着的可是一名叫叶小花的女子？豆腐里见他一口说出小花的名字，登时眼睛一亮，把沈潇从头到脚从脚到头扫视了一遍，激动道：是啊，但小花好似出门去了，不在家里。沈潇心下失落，这是连老天爷都看不下去了，才惩罚他与他失之交臂吗？那你可知他几时回来，又去了何处？你先说，你是小花的什么人？沈潇目露前拳，掷地有声道：我是他夫君。豆腐里蜡黄的脸上露出一个果然如此我猜中了的神情，态度瞬间亲热起来。哎呀，我就说小花好人有好报嘛，你果然没死。哎呀，你先进屋去等啊，我这儿有他寄放的钥匙，我给你开门。沈潇都愣住了，魏瑶到处跟人说他死了吗？有这么恨他吗？战场上凶险吧？自是凶险的。哈哈，你是好样的，既然活着回来了，就与小花好好过日子，她是个好姑娘。说完笑眯眯的，一步三回头的回隔壁去了。沈潇虽然是有些疑惑，可是他一进卧房，沈潇便确定这次没找错人。
沈潇拿着信疾步去到隔壁，丽娘刚好收他回家，正在厨房做饭呢。豆腐里热情地将沈潇迎进了院子里，让他坐着稍等，他则是去灶房喊丽娘出来。您说是小花的相公找来了？是啊，高高瘦瘦的，俊得很呢。他回来了，小花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呢？如果真的是他相公，他不可能不在家中等他，还一早就送金元宝去府城。听他这么一分析，豆腐里的眼中也闪烁出怀疑来。我方才都让他去小花家里待了一下午了，那人看着一身正气，也不像是歹人呢。哎呀，爹，坏人会把坏字写在脸上吗？您等着啊，我这就去试探个一二再说。丽娘解开围裙，快步来到了院子里，见一高大挺拔的男人大马金刀地坐在院中石凳上。沈狗。沈潇听见沈这个字眼，条件反射地抬起头，见一黑壮丫头正紧张地看着自己，很明显是在喊他。你真是沈狗啊。我就说嘛，小花这么心善的一个人，她的夫君不可能会死在战场上。老天爷果然开眼，你真的完好无损地回来了。哎呦，以后再也不会有人笑话她是寡妇了。他这话信息量太大，沈潇消化了好一会儿才消化完，却是消化不良了。沈狗寡妇，哼，他真是谢谢魏瑶别出心裁的新名字啊。瑶，小花今日一早便出了门，姑娘可知她去往了何处？哦，她应是不知道你会回来，所以今儿一早便送她的病人去了江陵府城，说是要帮着她寻亲。关于王家兄妹的密事，丽娘不好直说，还是等沈狗找到了小花，让小花自己跟她说吧。江陵府城，姑娘可确定她是真的去了府城？确定，那病人要在府城养一阵伤才能走。那病人可是一年轻男子。丽娘想起齐香那张脸，眼冒小星星。是啊，好俊一男的呢。说完又顿觉不妥，忙捂住了嘴。人家相公在这儿，他却是说人家与另一个好俊的男子在一块儿，干的什么鸟事儿？也不是特别俊了，娘里娘气的，小白脸一个。从始至终，小花的心里就都只有你一个人，真的，其他人在他眼里都是浮云。这话落在沈潇的耳中，却是在欲盖弥彰。他心里酸楚，整个人很无力，很挫败。翌日一早，魏瑶刚到天字1号房，便见一个魁梧的男人立在齐香身后。那人目光如鹰，肌肉鼓鼓，一看就是个中高手。那王家兄妹，你作何打算？他们有亲人在京城，我会顺路捎他们到京城，然后再分道扬镳。此去路途遥远，小山的伤经不住折腾。你这腿也受不住，所以在休养1个月之后动身最好。哼，是吗？你最好没有骗我。好吧，我就是在骗你。所以我们明日就出发吧。事先声明，今后瘸了可别赖我。一向奉行能不开口就不开口的重江，见自家主子吃瘪还不能发作，只得出声给他递梯子下。爷，咱们去赵府养伤吧，那里安全舒适。事情可都办好了。重江受宠若惊的点了点头，忙从怀里摸出一纸信封，恭敬的递上。都办好了。按我说的去办，一会儿安排马车过来接我。重江领命出去，魏瑶看齐香心情不错的样子，趁热打铁。赵府是你亲戚家吗？那我们是住客栈还是跟你一起去？这客栈太贵了。钱在话语，住客栈的100两银票什么时候能给我报账？他住这天字号客房，一晚就抵他们半个月房费了。齐香无语地瞪了他一眼。带上你那2个拖油瓶一起去，就没见过你这么贪财的女人。就在这时，外面天字2号房门口传来一道低沉的声音：立即去找，先把江陵府城所有的客栈昨日新进的客人都排查一遍。齐香听见对面的说话声，眉头一皱，一双洞察的眼睛沉沉地看向了魏瑶。他的
我怕什么？别忘了我们的约定，你现在根本就不认识他。说完沉着脸把方才重江递给他的那信封打开，取出里面的文牒展开。看清楚，这是你要的新身份，夏随安。沈潇反复看着手中的药方，字迹生色丑陋，一看就是刚识字不久的孩童所写。可查清楚了，这客栈里所有住店之人的底细。据掌柜所言，昨日共进新客21人，其中有伤在身的只有天子1号房住的那位叫王三的瘸腿男子，他还带了2个丫鬟，并一个受伤小厮。一行人今早便退房走了。去追，还有，按这个方子去抓药。爷，万一这是陷阱？一定是他。他将那药瓶翻过来递给福应看，苦涩道：他有个习惯，会在药瓶底部用一种名叫阿拉伯数字的符号做记录。他让别人写字，应是不想让我知道是他，但却不知道他的所有小习惯我早已烂熟于心。像这种像鸭子的符号，认作2，2表示这是治疗外伤感染的药丸。这种像锄头的叫做7，7表明这是退烧的药丸。这些特殊数字大周除了他没有旁人会写。沈潇目光悠远，落寞一叹：他定是知道我来了，所以故意躲着不见我。那王三一行人定然是他，把药分发下去，按照他的药方去抓药。说了这么多话，他有些力竭，缓缓地捂住腹部伤口，坐回床上。罢了，他安然无恙，我也就放心了。如今既已知晓他们一行有4人，目标明确也就比较好找了。吩咐下去吧。主子，即使如此，您就安心睡一觉，说不定醒来魏娘就出现在您床边了。福应暗下决心，一会儿一定要亲自出去再找找。他们一行从西京过来，遇到大大小小4起刺杀，若不是他们都是以一敌10的好手，恐怕一行人早就交代在了路上。魏瑶啊魏瑶，还说你对他没有情，如果无情，你又怎会偷偷给他送药，还直接坏了我的大事？你在说什么？我怎么听不懂啊？齐香笑容更冷，眼里的怒气犹如利刃射向魏瑶，声音陡然一寒：少装模作样！我问你，沈潇的药方是从何而来？他的手下大张旗鼓寻找我们一行4人，又是如何得知我们4人有一瘸一伤？魏瑶藏在袖子里的手握紧成拳，理直气壮地发挥他倒打一耙的本领。我怎么知道？你竟然怀疑是我做的？我的天哪，你脑回路可真是清奇啊！我要做这些，我还会跟你来这儿？我早扑回他的怀抱了。他越说越觉得自己有理，眼睛瞪得溜圆。也不知是谁昨日陈还说，就在云来客栈养伤吧，这里挺好的。哼，你说是我还说是你做的呢。你是不是不想给我那1000两银子，所以才想出这么个法子来摆脱我？好让他抓我回去。齐香成功的被他气得七窍生烟，还不知道该如何还嘴。他暴怒地朝门口的重江吼道：给他1000两，让他马上滚！重江被吓了一跳，表情复杂地摸出1000两银票递给魏瑶，又表情复杂地目送他离开。派人盯着他，没有我的准许，不准他再踏出院子一步。属下遵命。说完鬼追似的出了门，刚一踏出院子，便见一粉面桃腮、身段玲珑的美人提着食盒站在院外正欲敲门。小女子赵婉儿，特为公子熬了滋补参汤，还请重总管代为通传一声。重江有些犹豫，正纠结着要不要让他进去，却听见里面传来一道冷淡的声音：让他进来。赵婉儿面色一起，提着食盒快步走了进去。过来。赵婉儿大喜，她西行至他身前，跪在了他脚边，一双手犹如藤蔓绕上了他完好的右小腿。就这么迫不及待的
想要伺候我？能伺候公子，是小女子的福分。魏瑶三人在院子里被关了2天，第3天傍晚，重江推着齐香过来换药。他虽是过来了，却不说话，只是拿一双阴冷的眼睛盯着他的嘴巴看。你有毛病啊！莫名其妙的看着我做什么呀？齐香见他跳脚，阴郁的心情竟奇异的转好了，那阴恻恻的笑也变成了真心实意的笑。没什么，我就是想看看咱俩谁会忍不住先开口说话。他不雅地朝他翻了个白眼儿，白眼儿还没翻回来，他灼热的手指便抚在了魏瑶的唇上。魏瑶被吓得一蹦3尺高，忙拿袖子使劲擦了擦自己的唇瓣，气得脸都红了，扬手就要打人。登徒子，你摸我干什么呀？指腹间软糯的触感一空，齐香的心也随之一空。他的心底生出浓浓的失落感，眼中闪过一抹炙热的占有欲。你之前占过我的便宜，我还回来而已。你想得美！你女子可以摸男子，男子就是不能随便摸女子。你说反了吧你？我说反了？那我问你，大周律法男子侵犯女子会坐牢，可有这一条？有。好，那我再问你，大周律法有女子侵犯了男子，女子会坐牢这一条吗？你这是诡辩。我诡辩？我如何诡辩了呀？这律法都承认了，女子能占男子便宜，男子就是不能占女子便宜。齐香竟觉得好有道理，是怎么回事？魏瑶朝他挥了挥拳头，恶狠狠地警告：你敢再不老实，我要死你！齐香扑哧一笑，摊手投降道：好好好，我怕你。收拾收拾，明日一早起身回京。说完也不等他有所反应，转动着轮椅走了。魏瑶在进城门时，便和小山兄妹分道扬镳。小山机灵，按照魏瑶的指示，带着他给的3000两银票，直接去了京城最大的牙行买宅子。咱们这就开始吧，你给我说说你这毒发作时的症状，我好着手为你研制解药。你也即刻便为我外祖翻案。这么着急做什么？我今日累了，明日再说。你坐马车你累什么呀？又不是走回来的。我说我累了就是累了，现在要休息，一切等明日再说。魏瑶拍着门气道：喂，我都没累的，你倒是累了呀，就没见过你这么娇气的。齐香仿佛没听见，在屋里没了动静。魏瑶等了一会儿，见对方毫无开门的意思，只得气恼道：我明日一早便来，你再推脱我就不给你实现解药了。沈潇在原来客栈养了几日伤，魏瑶就像凭空出现又凭空消失了一般，他怎么也找不到他。你让我帮你查的夏家旧案有眉目了，但另一个人也在查，昨日还取走了卷宗。是谁？镇南王世子齐香。齐世子。他眼神变幻莫测。夏家当年被流放，途中遭遇劫杀，只有夏云桑一人活了下来，也就是魏瑶的娘。他辗转流落青楼，后来被魏家大公子以千金赎身，做了他的外室，这才生下魏瑶。哎，你去哪里啊？沈香眼睛微红，脸上既有喜悦又有担忧。一定是他，我终于知道之前为何一直找不到他了，定是有人抹去了他的行踪，又蓄意接近他，想利用他来对付我。如今看来我们一开始的推断没有错，齐世子便是那幕后之人。是又如何？他如今已经入了镇南王府，还让齐世子冒着以下犯上的风险为他翻案，这说明他与齐世子的关系已是匪浅，你去了又有何用啊？沈潇如被人泼了一盆冷水，他想起魏瑶在上河镇的家里那些男子的衣物，还有丽娘口中的小白脸。我要亲眼去看看，若是他，我要告诉他，夏家的案子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他不用再找旁人帮忙。你不准去啊！
你忘了我被人追杀那件事吗？还有，你这次从西京一路遭人刺杀，那些杀手是如何准确得知你的行踪的？你不觉得可疑吗？先是云恩寺的土匪，后是西京极乐馆的幕后之人，这些事情都是从你遇到魏瑶才开始的。如今镇南王世子大张旗鼓要为夏家翻案，你还不明白吗？齐世子和魏瑶说不定早就认识，他至始至终都是在有目的的接近你，或者说他根本就是镇南王安排到你身边的细作。他不是。我看你是被情爱冲昏了头脑了。就算他不是，你今日要以什么目的去镇南王府要人啊？你是要直接与齐世子撕破脸？镇南王好以世子在京受人欺压为理由，趁机造反，然后大周陷入内乱，你沈萧成为千古罪人，魏瑶成为红颜祸水，你俩世世代代遭人唾弃。沈萧心乱如麻，却始终不甘心。同僚之间的败将而已，你别把事情说得这么严重。那你去吧。沈萧当真往外走，周玉堂在背后气急败坏的讽刺：只怕有些人是要扑个空了。听闻卢小公爷得了副前朝墨宝，今日在宝华亭设宴，邀请了京中所有纨绔前去赏宝。齐世子与他交好，定是去赴宴去了。沈萧又折了回来，拉着周玉堂一起往外走。你一定有请柬，一起过去。我才不想去。他如今在大理寺混得风生水起，已经剥离了纨绔的名号，才不想再跟那帮整日只知吃喝玩乐的幼稚鬼来往。他这一去，那些人定要再次缠上他。不想去什么？我听福林说他在赵家村找到你时，与你在一起的那名白姑娘和小白五座长得一模一样。不知周婶婶知道了她的存在，会不会做些什么？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奸诈。说完理了理衣襟，大步朝前走。陪你去一趟就是了，你敢乱来坏我大事，咱们兄弟就做到头了。我严肃地跟你讲。我羡慕你还来不及，怎会阻挠你的计划？1个时辰后，沈萧的马车稳稳地停在了宝华亭，殷勤的掌柜立即迎上来行礼跪拜。小人见过沈侯。不必多礼。掌柜诺诺起身，恭敬的道：二位大人今日还是要湖心亭的雅事吗？不，我们是来赴卢小公爷的宴。他们人在哪儿？掌柜的恍然，恭敬答道：现下在狩猎山上。魏瑶拿着团扇坐在角落，看着一众贵族小姐妹互相吹捧互相攀比，不耐烦地扇了扇风。你们这些花痴小姑娘想想吧，你们眼中貌比潘的齐世子在背底下可不是这样的温文尔雅，他都已经有6个老婆了，你们还想挤进去抢这一根萝卜丁有什么意思？魏瑶还没脑补完，忽听呀的一声，某个小姐没站稳摔倒，一杯茶准确无误地泼到了齐香身上。魏瑶都无语了，这是齐香参加的第5场宴会，第4次被泼茶吧，同样的摔倒，同样的温茶。不好意思啊，齐世子，怪我一时没站稳，要不您去雅室换身衣裳吧。也好，虽然服侍我去更衣。魏瑶还没习惯他的新名字，仍在一脸期待着等着接下来的剧情走向，却见齐香慕寒警告地朝他看了过来。正好帮我把把脉，我现下有些头晕想吐。齐香看见山下快速逼近的人影后，朝魏瑶看了一眼，眼中闪过一丝兴奋。他忍下情绪，用只有他和魏瑶2个人能听见的声音快速道：推我去更衣室，我的毒真的发了。毒真发了，他奶奶的，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盼了好久，终于把梦实现。卢小公也就像迷弟见到了偶像，殷勤的又是倒茶又是拉板凳，恨不能伸出自己的狗头让沈萧摸摸。齐世子何在？在呢，方才被茶泼湿了衣裳，正在雅室更衣呢。
沈萧喉头有些干涩，看着卢小公爷，踟蹰问道：“他可带了什么人来？”卢小公爷也没多想，捂着唇嘿嘿一笑，猥琐八卦道：“他呀，最近得了一顶大的美人，正黏糊的紧，走到哪儿都要带着，这不，连衣裳都要人家给他换。两人已经进去好一会儿了，指不定在里面干什么呢。”沈萧的脸寸寸白了。魏瑶为齐香把了一通脉，表情有些狐疑，脉象和平时并无两样，但是他的脸却这么红，红的都不正常了。你到底是什么感觉啊？脸都跟猪肝一个色了，脉象却无异常。齐香怎么敢说？是因为魏瑶方才不过是帮他脱了半个袖子，捏着他的小臂帮他看了一下那条脉络，他就起了不该起的反应。你先离我远一些，我要换衣裳了。你最好没有骗我。哼，外边等你。魏瑶气鼓鼓地推开门走出去，想着要不要去另一边人少的地方透透气，却直直地撞进了一双满是痛色的凤眸里。为什么？沈萧的手在抖，声音也在抖，整个人都摇摇欲坠的。什么为什么呀？我们认识吗？我姓夏，叫夏随安。沈侯爷，今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他眼里的防备与声音里的凉薄，犹如两把匕首，直直地刺入沈萧支离破碎的心脏。沈侯爷，当着我的面对我的人拉拉扯扯，当我是死的吗？沈萧不退反进，一双冷眸直直对上齐香的眼睛，眼中是毫不掩饰的杀意。她是我的女人。沈侯如此杀气腾腾，是想与我打一架吗？好啊，那便打一架。哼，定是这个阴险无耻的小人拐走了瑶瑶，别以为我不知道，他想利用她来达到什么目的。现在还想激怒我先动手揍他，那就满足他，大不了担个以下犯上的罪名，爱他我是军棍。魏瑶吓了一跳，忙挤到中间，用手隔开两人的距离，然后将拐杖递给了齐香，拉着他就走。开玩笑，他这缺胳膊少腿的还想跟沈萧打，这不是找打吗？你就这么怕他？见他就跟老鼠见了猫？怎么，怕我护不住你啊？你是不是傻呀？你跟他打，你能打得过他？没人比他更了解沈香那旺盛的体力和耐力，齐香被彻底鄙视，还就止住不走了。输人不输阵，我打他你就拉偏架呀，我就不信咱们俩还打不过他一个。只要魏瑶拉着，沈萧绝对只有挨打的份儿，一计不成再生一计。沈萧若不敢以下犯上，那他便能找回那被一掌拍到悬崖下的仇。你得了吧你，再来两个人都打不过他，赶紧走。这番情景落在沈萧的眼里，那就是打情骂俏。他捂住一抽一抽的心口，那里好似破了一个大洞，怎么也补不回来。原来这就是痛到极限的感觉吗？灵魂抽离肉体的感觉，整个人只剩下麻木的躯壳。周玉堂看着沈萧，终是忍不住沉沉地问：阿萧，你觉得你做这些他会领情吗？他现在已经入了镇南王府，改头换面成了另一个人，你这样做还有什么意义？不管他变成了谁，这些都是我欠他的，就让我为他做最后一件事吧。此事了结之后，我便要去边疆，沙场之人马革裹尸，不知明日在何方，就让他幸福此生，找个能白头偕老的人一起过吧。你这样默默付出，他不但不知情，还跟着咱们的对手一起来伤害你，值得吗？没什么值不值得，我只是不想让自己更遗憾而已。他本来也不属于我，是我以权压人，将他强行留在我身边，他要走也是正常。事到如今，你还在帮他说话？就连你也曾说过，他不是金丝雀，而是自由翱翔的鸟，不是吗？
这事从一开始就是我错了，若不是我，他也不会出现在京城，而是在岭南幸福平凡的生活着，找一个一心一意相携到老的夫君，生几个乖巧听话的孩子，幸福终老，而非像如今这样被卷入争权夺势的漩涡中，如履薄冰。周玉堂神色复杂，沉沉一叹，情字伤人，他如今是深有体会。若不是他脸皮够厚够豁得出去，他的小白早就被人拐走了。你若真放不下他，那就去把他抢回来。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那日在宝华亭我也看见了，魏瑶是失魂落魄离开的，这说明他还是在乎你的。俗话说好女怕难缠，更何况他还在乎你。只要把该解除的误会都解除，即使失败了，至少此生不会有遗憾。沈潇被他突然的转变弄得一愣，周玉堂一副过来人的模样，以为他是死要面子活受罪，颇有些嫌弃的道：我问你啊，若是有一天齐香拿着魏瑶的性命来要挟你，你救还是不救？沈潇捏紧拳头，眼中顿现杀意。他敢！阿萧，在感情面前你还讲什么自我？你从前跟魏瑶讲礼仪讲规矩，她服软了吗？她的反骨胜过你我。依我之见，你若想和她重修旧好，追着宠便是。沈潇见他一副信誓旦旦的模样，没头没脑道：小白仵作就是这样被你骗到手的？怎么说话呢？那叫骗到手吗？那叫诓到手。周玉堂说着嘚瑟起来。我实话告诉你啊，为了逼他就范，我给自己下了一剂猛药，然后那天晚上我伤口差点都裂开。沈潇看了一眼门边的小白，打断他即将说出口的混话。小白若是知道了，他怎么可能会知道？本少卿做事天衣无缝。是吗，少卿大人？小白一张脸通红，也不知是气的还是羞的。周玉堂跳了起来，声音很是紧张。青青，你什么时候来的？我都听到了，大人真是好心计。说完转身便走，周玉堂急忙去追，路上还不忘回瞪沈潇一眼。好啊，我好心好意帮你，你还背后捅刀。我朝你眨眼暗示过，谁知你说的正起劲，我也很无奈。周玉堂已经追了出去，气急败坏的声音传了回来：你给我等着！他一把从背后抱住小白，把他整个人捞在怀里。青青，你听我解释。沈潇羡慕地望着一追一赶的两人。阿唐说的极有道理，既然放不下，那便放手去追。魏瑶震惊地看着齐香手里的帖子。周大人设宴邀你去酒楼一聚，上面点名道姓也邀请了你，你说咱们是去呢还是不去？不去。这定是针对他的鸿门宴，说不定沈院大头也在。自那日见过沈潇后，他每晚都梦到他，梦里都是他们从前的种种。说不定周大人手中还有你外祖一案最新的线索呢。不会吧，周大人怎会知晓我外祖一案？齐香自不会告诉他，沈潇的人也在追查此案，只避重就轻道：他是大理寺少卿，许多隐秘案宗他都知道。我知道他是大理寺少卿，我的意思是他怎么会关注我外祖一案，还以此理由来诱我去君临楼？我只是猜测罢了，你不想去，那便不要去。我去看看他到底有什么目的便是。魏瑶心中隐约有了些猜想，声音变得有些干涩。我跟你一起去。君临楼位于风景如画的郊外，镇南王府的马车一到达君临楼前，齐香便看见了沈潇的战马。沈潇也来了，你敢面对他吗？不敢。齐香无语地看着他。罢了，那你便在马车上等我。齐香憋着股自己都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头也不回地下车走了。魏瑶缩在马车上，几次伸手想去推门，却又缩了回来。他是真的不敢见沈潇。
包厢内，沈潇放心不下魏瑶安危，率先开了口：齐世子蓄意接近魏瑶，究竟有什么目的？齐香悠哉悠哉地摇了摇折扇。沈侯说的这是什么话？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本世子只是单纯的喜欢她而已。齐世子请慎言，莫要给他造成困扰。你若真心喜欢他，便不会利用他。沈侯说我利用他，你敢说你从未利用过他？沈潇心底最内疚的事，便是元恩寺那次顺水推舟，让魏瑶落入土匪窝。你我初心不同。哦，不同？你我皆为入幕之宾而已，能有何不同？要说不同，倒也是有。你是过去旧人，而我才是如今与他朝朝暮暮之人。沈潇砰地捏碎了手中的杯子，再也忍不了，手中的碎瓷化作利器，朝齐香的脖子飞了过去。玄香侧头躲开，唇边扬起得逞的冷笑。怎么，是不是嫉妒的快要发狂啊？你再嫉妒，他也不可能再回到你身边。请沈侯自重，离我的人远一点。说着也回敬了一个杯子飞过去，两人你来我往，战作一团。雅间内的碗碟瓷器通通遭了殃，砰砰碎个不停。魏瑶，出来，我知道你在里面。魏瑶咬了咬唇，没有吭声。他不会是来找自己还银子的吧？要钱没有，要命也没有，他还是装作不在吧。夺妻之恨不共戴天，有点担心他俩会不会在上面打起来啊？阿娇重伤未愈，齐世子腿瘸，你说他俩一伤一瘸，谁会赢啊？魏瑶砰地推开车门，无语地看着他。那你来这里做什么？还不上去拉架？哼，关我什么事啊？他们又不是为我争风吃醋。他看着魏瑶，犹如看新奇物种，啧啧两声。哎呀，你还真是没心没肺呀！阿萧对你那么好，你竟然还跑，跑了也就算了，还跟他的死对头搅和在一起，你可真是会杀人诛心啊！魏瑶气喘吁吁地跑上楼，刚一推开门，一块瓷器正好朝他的面门而来。他害怕地瞪大眼睛，都忘记了躲。完了，这下恐怕得毁容了。却没想到，眼前忽然闪过一道残影，一个高大的身影挡在了他的面前，那碎瓷擦着他的脖子而过，带下一捧殷红的血珠，啪嗒啪嗒，一滴两滴鲜红的血滴在了地板上。玄安，沈侯怀疑你是他妾室魏瑶，你来告诉他，你到底是他的魏娘，还是本世子的夏遂安？魏瑶满脑子都是沈潇脖子上的伤口到底深不深，眼中也全都是那缕缕殷红的血。齐香话语里的意有所指，他自是明白。他艰难地动了动嘴唇。我是夏遂安。沈潇似是被人扼住了喉咙，缓缓地转过身，目光沉痛地看了他一眼。他抬手摸了摸脖子上的伤，看着手上的血自嘲一笑，一言不发地绕过他走了。虽安，本世子也受伤了，你过来替我包扎。魏瑶仿佛没听见，只是呆呆地望着空荡荡的走廊，仿佛灵魂已被人抽走。忽然他眼神一凛，疾步朝沈潇消失的方向追了出去。伤在脖子上，还流了那么多血，万一……他不敢去想，他要亲眼去看看他的伤才能放心。夏遂安，你给我回来！忽然身后传来一声马儿的嘶鸣，魏瑶泪眼婆娑地转身，模糊地看见高大熟悉的身影坐在马背上。魏瑶赶紧擦了把眼泪，想要喊住他解释一下，还没来得及说话，身子便已悬空，被沈潇直接捞上了马背。为什么要这么对我？我对你不好吗？你为什么要逃走？为什么要去做他的女人？你了解他吗？你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吗？魏瑶一愣，心中酸涩且自嘲，他还是这样，连对他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不分青红皂白的将他当做了水性杨花的女人。沈侯爷，你不是说我配不上你吗？你如今这样又算什么？还有，我如今是夏遂安，今日是我们第二次见面，还请侯爷自重。你想摆脱我？
除非我死。说完低下头，疯狂地席卷他嘴里的空气。魏瑶又惊又怕，他被沈潇的偏执弄得恼火，下巴又被捏得生疼，心里也有了怒气。又恼又怒之下，脑子一抽。什么？沈侯爷不嫌我脏？沈潇身形晃了晃，猛地上前握住了魏瑶的手，他手心微颤，似是在极力克制自己，声音带着一丝乞求：别闹了，好不好？侯爷，我没有闹，还是认清了自己的身份。像我这样的平民女子，配不上你们这些大人物。沈潇一把紧紧地抱住他，声音无助又懊悔：对不起，不要因为我的无心之言而耿耿于怀好吗？从前是我错了，你能不能给我个改正的机会，离开他，回我身边来，好不好？爱情是什么？它叫人遍体鳞伤，却没有伤口；它叫人生不如死，却没有解药。侯爷，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我也不愿意再回到从前的日子。我如今这样很好，没有人逼迫我，也没有人害我冤枉我。我和骑士子只是互相利用，还没说出口，便被沈潇捂住了嘴。他眼里流露出乞求之色：求你别再说了，给我最后一点提议。在这场感情博弈中，我已经输得一败涂地，却鬼迷心窍的帮不了你。他的心犹如被撕开一个大口子，血淋淋的痛。沈潇苦涩地笑了笑，眼中竟有泪花闪烁。是我太自私，贪图你身上的温暖，不肯放手。你总是这样清醒，犹如一个旁观者看我做困兽之斗。我曾经做任何事情都要计较一番得失，但我没想到感情之中没有得失，只有输赢。谁陷得深时就输了，我已经输了。今天想要你一个答案，不过是不想让自己一败涂地而已。如今看来，是我自作多情了，也是我对不住你。魏瑶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他何等骄傲的一个人，如今竟然卑微到了这个地步。他方才出言攻击他，不过是想出一口气而已，没想要这么伤他。你这个狗男人！我找不到要用什么方法留下你。我曾想过把你藏起来，让你只属于我一个人，但我不能那样做。你是天上的翠鸟，不是笼中的金丝雀。我放你自由，只求你不要恨我，也不要再与虎谋皮，气象自然，是非两配。尽管事实摆在面前，他还是没有勇气听到他亲口承认他和齐香已经在一起的事实。你外祖的案子，我有了新的发现。你要有位奶娘或许尚在人世，她应是知晓整件案子的前因后果。只要找到那位奶娘，你外祖的案子便有翻案的可能。魏瑶泪眼朦胧地望着他，一边打嗝，一边用浓浓的鼻音问：真的？那位奶娘在哪里？她的老家在襄阳红岭村，我准备亲自过去看看。我跟你一起去。他话还没说完，沈潇忽然面色一凛，猛地将他扑倒在地，然后抱着他往山坡下滚了几圈。就在这电光火石之间，他们方才蹲的地方痴痴插入几根纯钢羽箭，箭身一半没入地里，箭尾羽毛轻颤，可见射箭之人用了必杀的力气。沈潇深知再这么下去他们两人都难以幸存，他深深地留恋地看了一眼魏瑶，贴近他耳边用两人才能听到的声音小声道：我上去将他们解决掉，你乖乖待在这儿别动，1刻钟之后再出来，然后一直顺着河堤往前跑，前面不远处有个村庄。不，你不能去。别以为他不知道，他出去肯定会没命的。乖，我会活着回来找你。魏瑶直接垫脚搂住了他的脖子，紧紧地抱着他，低声啜泣：
你在哪里，我在哪里，要生一起生，要死一起死。沈萧闭了闭眼睛，终是紧紧地回抱住他。跟我一起死，你不后悔吗？不后悔，我不后悔。那好，我们不能在这里等死。为今之计，只有潜下水，顺着河水往下游漂。只是下游有没有瀑布我不知道。要赌一次吗？赢了取得一线生机，输了一起粉身碎骨。好，赌。沈萧带着魏瑶潜下水，离开供他们采抓的礁石后，河水残暴的冲刷力度令人深刻地感受到人在大自然的面前的渺小，稍一岔气便是命丧黄泉。魏瑶心下一沉，脑中嗡的一声，他浑身紧绷，颤巍巍地伸出手去探了探他的鼻息，气若游丝，时有时无。沈萧，沈萧，你不要死，你醒过来！只要你能醒过来，我跟你回去城市。你不要死，你死了我怎么办？我已经没有阿娘了，你不准死！听到没有？你不准死！沈萧发现自己走在了黄昏的戈壁滩上，目之所及尽是黄土，无一缕其他颜色，就连光线都是昏黄的。要是能重活一世，一定要十里红妆，大抬大笑的把那个叫魏瑶的女人娶回来，让她给我生孩子。有了孩子，有了牵绊，看她还跑不跑？我再也不管别人会怎么说，如何议论。魏瑶一喜，立即扶起他，让他侧头把肚子里的水都吐出来。沈萧呛咳了好一阵，又吐出几大口水，这才呼吸平稳了一些。沈萧，你怎么样了？你怎么样了呀？你到底怎么了呀？你可千万不能有事啊！沈萧知道他可能是这几个月没有好好吃饭，胃里出血的老毛病又犯了，但是魏瑶的反应如此激烈，似乎也并不是心里没有他。这个认知让沈萧的心里一喜。你哭什么？你不是恨我拒你自由，毁了你清白吗？我死了，你就彻底摆脱我了，你还哭什么？不准说死的，你怎么能死呢？我虽然怨你怕你，但我从未咒过你死。你以为谁都像你一样无情无义啊？沈萧瞪大眼睛，人都气精神了几分，他不敢置信道：我无情无义。魏瑶哭得更加伤心，简直是泣不成声。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你却从不信我，不是要杀我，就是要囚禁我。如今还污蔑我和齐香有一腿，你难道不是无情无义吗？沈萧眼睛瞪得堪比铜铃，整个人都不好了。该死的齐香，狗日的齐香，竟然敢污蔑他，让我再次误会他，还差点放开他的手。你给老子等着，此仇不报，下辈子投胎做母猪。你就只看见了我对你的不好，我对你的好你都看不见吗？你对我是好，但你从未问过我的想法，我实在消受不起。我也说过我不想给人做妾，我试过跟你好好说，但你不肯倾听我的想法，我亦不愿委屈自己，所以你就一声不响地离开了。在你眼里，我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我们之间竟无一丝让你留恋的。还是说，你自始至终都是与我逢场作戏？我这几个月为了找你，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没吃过一顿好饭。前些日子从西京赶去江陵的路上，还遇到了机器跟今日一样的刺杀，现在身上都还带着伤，
身子已经被拖垮了。如果我死了，你就把我的骨灰撒进河里。不准说死！魏瑶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冷静下来，朝四周看了看，见不远处就是一条村道，心下一喜。你能动吗？这里太湿，我们去那边。两个讨饭鬼，两个浑身湿哒哒、身上脏兮兮、表情惨兮兮的年轻男女，相互搀扶着出现在了村道上。能劳烦婶子帮我们去买2身新衣裳吗？剩余的钱当做接下来的医药费。一片铂金叶相当于10两白银，方才的药材并不便宜，应是花的差不多了。自是可以的，丫头啊，你想买什么布料的衣裳啊？普通的棉布衣裳就成。魏瑶此刻也没心情去解释那么多，喂完粥后只一心关注沈潇的伤。他蹲在床前轻轻拍着沈潇的脸，试图唤醒他，却是以失败告终。沈潇，你醒醒啊！魏瑶只得擦了擦眼泪，慌慌张张地去找老郎中过来。老郎中望闻问切一番后得出的结论是：你相公应是连日操劳，旧伤未愈，还没休息好。他今日又伤口感染，情绪大起大落，这新伤旧伤一起发病，这才导致昏睡不醒。现下发起高热来，只怕情况不妙。你尽量想办法唤醒他，老夫再去开2副药煎来。他若是一时没有反应，恐怕就醒不过来了。又是一通折腾，重新喂完药后，魏瑶心力交瘁。魏瑶一边用温水替沈潇擦身降温，一边与他说话，试图唤醒他。你知不知道，我原本是一辈子都不想再见你的。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我们本就不是一路人，强行绑在一起有什么意义？每每想起你，我都很难受。我发誓过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你的。只是，为什么我见了你就要原谅你？我是不是很没骨气啊？我好怕呀！你能不能不要吓我呀？你要是再不醒来，我明日就拿着你给我的1000两，去买个比你还俊的小白脸回来。我买回来直接就嫁了，我让你去后悔。沈潇当真被他给唤到了浅度昏迷，他迷迷糊糊陷在回忆里，断断续续听见了魏瑶的声音，以为自己又是在做梦。他眉头紧锁，似在梦呓。不要走，我会待你好的，我会改的。你这个弄得我好难受啊！沈潇一直昏睡到第2日凌晨才醒，他头痛欲裂，浑身肌肉又酸又痛，伤口火辣辣的，喉咙跟刀刮一样疼，满嘴的苦药味儿。怎么了？可是有人欺负了你？你终于醒了，你吓死我了！我还以为你要狗带了。生龙活虎惯了的一个人，忽然高烧不退，还一直烧得说胡话，体温怎么也降不下来，人也不清醒，他差点以为他就要挂了。我伤口好疼，胃也疼，嗓子也疼，手也疼。总之除了钩子哪里都疼，一副病入膏肓命不久矣的模样。魏瑶倒还真是信了。你好好躺着，我去给你弄点吃的。你别走，我看看你就不疼了。这突如其来的土味情话让魏瑶措手不及，她的脸不争气的红了。哎呀，我不走，我去厨房给你取碗粥就回来。沈潇生硬地装出一副可怜兮兮的小奶狗模样，死死地拉着魏瑶的手，真是要命，要他一个硬汉来演这种把戏，他自己都快吐了。你必须得吃东西，我
马上就回来，你数到10我保证回来。沈萧懂得见好就收的道理，放开他的手，咳嗽一声，虚弱道：好，那我等你。沈萧见魏瑶果真很快就回来了，他满足地笑了。魏瑶有些无语，这生场病怎么就倒退得跟小孩子一样了？没吃饱。沈萧咂咂嘴，有些意犹未尽。粥的味道一般，但是瑶瑶是真的好看，秀色可餐也。养胃不能暴饮暴食，你先垫垫，半个时辰后再吃。来，先把这碗胃药干了。他有说不完的话想拉着魏瑶说，想向魏瑶诉一诉自己的衷肠，但是天还未亮，魏瑶昨晚一定是没睡好，他不想累着她。天色尚早，上来睡会儿。不用，你睡吧，我睡这就成。你对我如此生分，可还是在生我的气。魏瑶叹了口气，他都逃出来了，自是不想再继续跟他不清不楚的。你身上有伤，我怕挤着你。再说我也不是很困，躺着养会儿神就行。你还是在怨我。魏瑶不解地看向他，沈萧望着魏瑶的眼睛，干涩开口：怨我之前没有帮你主持公道，怨我罚你跪祠堂，怨我口不择言，怨我失手伤了你。他已经决定要娶魏瑶，想娶人家，首先得把人家哄高兴吧。想把魏瑶哄高兴，那就先把从前的误会都解除，把从前的心结都打开。是，我是怨你，你对我连最基本的信任都没有，我觉得很心寒。但是我也理解你，因为这是我们之间无法沟通的鸿沟。听见魏瑶承认心里的怨气，沈萧松了口气儿。有些话说出来比闷在心里好，至少魏瑶对他是敞开心扉的。随即他又疑惑：鸿沟？什么鸿沟？魏瑶忽然想和他好好聊聊，他坐在床沿认真地看着他。在你的观念里，3妻4妾很正常，但在我的观念里，我不愿与人共侍一夫。即使你我有过肌肤之亲，我也不认为我们就要非彼此莫属。沈萧震惊地看着魏瑶，一时之间竟然不知道该作何反应。你是不是又要嘲讽我认不清自己的地位？相反，我很清楚自己的身份和地位，我也很清楚自己想要什么。既然今日说到这儿了，我也与你坦白，我从未肖想过你的正妻之位，更不愿回去做你的妾，所以我们保持距离对大家都好。沈萧眼里有浓浓的受伤闪过，他这直白拒绝的话直接把他的真心摔在了地上摩擦。你先睡吧，我去准备回京的马车，等你能下床了我们就回京。京城名医名药多，有助于你康复。魏瑶若是此时走了，他还怎么创造这种温情的时机？回京，回到京城，他们不就又回到了原点吗？沈萧心下着急，又找不到用什么方法留下他，心下一急，他脱口而出：你不许走，你偷了我的东西还没还给我。你少冤枉人啊，我从不偷别人东西。你偷了我的心。沈萧定定地看着他，第一次表白有点紧张。什么？魏瑶反应过来后，脸一红，结巴了。沈萧的脸更红，他活了20几年，从来没有如此认真地跟人说过这种黏糊糊的话。我从小到大没什么朋友，也没有兄弟姐妹，多数时候都是孤零零一个人，因此我不知该怎么去关心一个人，也不知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子的感觉。我从未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遇到像你这样让我见之喜欢久处不厌的心上人。你让我牵肠挂肚，魂牵梦萦，让我尝到了情的滋味。怪我从前认不清自己的内心，总让你伤心难过。我很后悔，我想弥补。你可以给我个机会，让我爱你，让我长长久久守护你吗？魏瑶看似平静地与他对视，实则
他的情绪也是翻江倒海。听见沈潇说喜欢他，他是欢喜的，雀跃的。魏瑶再也骗不了自己，他的心里也是有他的。你的心里就一点也没有我吗？魏瑶垂下头沉默着，他要怎么回答？他该回答吗？那你是喜欢上他了吗？魏瑶仍是低着头，声音满是疑惑。他？谁？齐香。沈潇的声音有些哑，魏瑶抬起头，满头黑线。怎么可能？我和他只是一场交易而已。他答应帮我外祖翻案，我则帮助他解他身上的完毒。沈潇黯然的心情又明媚起来，他忽然想起什么，冲过身子，一把拉住了魏瑶的手。等我伤好一点，我们就出发去襄阳。你外祖的案子我比齐香知道的更多，只要找到了那位奶娘，你外祖一案就水落石出了。你不要再与齐香来往，他心眼子比马蜂窝都多，万一对你图谋不轨，你叫我如何能放得下心？我只想将你放在我一回头就能看见的地方，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你，你别再离开我，好不好？事实上，男人查起来杀伤力不要太猛。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弱。我娘死后那3年，我早已练就一身保护自己的本事，要不然你也遇不到清清白白的我啊。沈潇听完一惊，直起身子，怒发冲冠。是谁？竟妄图欺辱你！魏瑶抬头狐疑地看着他，这人前一秒还虚弱无力，后一秒便声如洪钟。沈潇自知露馅儿，心虚地错开魏瑶的视线，又虚弱地咳了咳。你告诉我，到底是谁？我要为你报仇，让他生不如死。有人坚定不移地护着他，说不感动那是不可能的。魏瑶灿然一笑，笑得像个狡黠的小狐狸。仇我已经报了，我给他下了能放倒1头牛的春药，让他当场报废，一辈子报废。沈潇突然觉得那啥有点凉飕飕的，他宠溺地笑了笑，看着魏瑶的眼睛，无比认真道：相信我，今后再也不会有人欺负你。魏瑶眼睛发涩，努力吸了吸鼻子，轻轻推开了他。天已经亮了，你先躺着，我去给你拿药，该换药了。唉，追妻之路漫漫哟，慢慢来呗，还能咋的？谁叫我以前二，净给自己挖坑，还埋得比较深。沈潇虚弱地往后一躺。哎呀，头好晕，手也没力气，喝了一整日的粥，连肉都没吃着，好无力。魏瑶深吸几口气，终是接过了帕子，没好气道：坐好，右胳膊抬起来，左手再仰头。沈潇抬起那双暗沉湿润的眼睛，不满足的道：只擦上半身吗？你别得寸进尺啊！有什么好害羞的？又不是没看过，亲都亲过，还怕摸吗？魏瑶听见他这混不吝的话，脸烧得通红，一巴掌拍在他脑门上。你给我闭嘴！沈潇一时得意，竟忘了自己如今还没资格跟他说这些混话，急忙去拉他的手，连声认怂。我错了，我错了，你别走，你打骂我都可以，就是别不理我。爬开！好好好，只要你不走，我爬给你看。魏瑶无语地瞪着他，这人是被鬼附身了吗？怎么跟从前大相径庭，一点脸都不要了？我媳妇都要跑了，我还要脸？脸能当媳妇搂着睡吗？自己擦！说完之后，砰的一下就将他关在门内。这真是鸡飞狗跳的一天。到了晚上，如何睡又成了个难题。沈潇靠在床头，听完福英带回来的消息后，冷笑一声：
既然那人想要栽赃陷害于我，那便将计就计，拿纸笔来。爷，您的伤。沈潇脸上的冷笑变成了真心实意的笑。放心，有你家夫人在，很快便能好。这话福应倒是信，先前主子的伤反反复复，还不都是因为他用药不认真，又郁结于心。如今找到了魏姨娘了，不对，以后该改口叫夫人了。主子心结已除，只需认真吃药，好好休养，可不很快就好了。把这封信交给殿下，让他找个合适的时机通缉我，对方达到目的必会有所动作，我们等着他接下来的动作便是。这段时间不要来打扰我，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再飞鸽传书于我。主子，您不回京城吗？不回。他忙着追媳妇儿，回什么京城？沈潇当晚就吃到了魏瑶给他炖的鸡，幸福的都快要冒泡了，这也太好吃了吧！瑶瑶吃鸡腿，瑶瑶吃鸡翅，瑶瑶吃蘑菇。我真的吃不下了，你别再给我加了，自己吃吧。那再喝碗汤，你太瘦了。沈潇的语气就像是在养猪，他面前一堆鸡骨头，一只5斤重的老母鸡，除去魏瑶吃的，剩下的都被他一顿给干完了。魏瑶无语地看着他，这是养了一头猪吧？沈潇默然，看来要使出杀手锏了。色诱，谁说这世上只有美人计了？美男计同样具有杀伤力。怎么了？我背上的伤有些不适，你能帮我看看吗？进来吧，我给你看看。魏瑶把灯芯拨亮，拿了瓶外伤药过来。沈潇已经坐在桌前，他其实想坐到床上去的，又怕被打出去，只能徐徐涂之。伤口有些红肿，你是不是因为痒去抓它了？不能抓，这是在长新肉，抓了会发炎的。是有些痒，还有些疼。魏瑶听见他委屈巴巴的声音，心软了几分，语气也变软了。没关系，再忍忍就好，很快就好了。沈潇伸手一拉，魏瑶便坐在了他的怀里。沈潇紧紧地抱着他，像是抱着一件失而复得的宝物。你可知道，这半年来我有多想你？我无时无刻不在后悔。你……魏瑶动了动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不要放弃我好吗？也不要再推开我好不好？给我个机会，我们重新开始。从今以后，再没有别人，只有我和你，我们一生一世一双人。沈潇满目深情，掷地有声。魏瑶一愣，大脑暂停了思考，一片空白。沈潇趁机缓缓低头，凑近了他的唇。他也记不清他们是怎样开始的，待反应过来的时候，两人已换了地方，坦诚相待。忽觉某一疼，魏瑶脑袋瞬间清醒过来，忙去推他。沈潇生怕他又说出什么戳心窝子的话来，忙堵住了他的嘴，用力赖着。久未舒展的土地变得青涩，根本就受不了他不遗余力的栽种，实在是太难以消受。你怎么能那般无情？说放手就放手，说走就走，把我一个人丢在无尽深渊。这样幽怨的口气是怎么回事儿？好像都是他的错一样。他们都结束了，还跑来对他做这些事。魏瑶气得又骂：你这个狗男人！沈潇又堵住了他的嘴，故技重施，更入木三分。魏瑶深吸几口气，待缓过劲儿来，他又伸手去推，气恼的道：你的伤，你不要命了！见他还在关心自己，沈潇觉得死也值了。他声音暗哑，带着些许疯狂：不要了，人给你，命也给你，全都给你。说完将他紧紧地抱在怀里，肆无忌惮地宣泄思念。魏瑶担心他的伤，不敢太用力推他，气得咬他一口。沈潇心里却乐开了花，比起那种无边际的疏离和淡漠，被他打被他骂竟成了一种幸福。
我从前不敢承认我喜欢你，但是我被思念日夜折磨的时候，只有我自己知道有多痛苦。魏瑶，我喜欢你，不，我爱你，我爱你，魏瑶。你说实话，你心里有没有我？魏瑶别过头，不知道该如何回应他。他不回答，他就一直问。魏瑶嗓子都干了，只能模棱两可的妥协。我不知道。沈潇有些失落，但想到现在他至少开始接纳他了，他还有机会，他对自己有信心。没关系，我等你，等你和我一生一世一双人。魏瑶更加震惊，一生一世一双人，和他想都不敢想。沈潇似乎看出了他所想，情深似海。只要你愿意，其他的都不用担心，交给我。你这又是什么意思？为什么又要来招惹我？我只是想日日夜夜和你在一起，以我之姓，挂耳之名。你说什么胡话呀？不是胡话，你相信我。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我想了很久，已经想得很明白了。我只想要你，你愿意吗？你可以爱我吗？可以只爱我吗？可以最爱我吗？魏瑶沉默，得不到回应，对方以为是他不够努力，颠得魏瑶人都快绝过去了。你饶了我吧！沈潇最不缺的就是耐性，似乎要不到答案他就不罢休。他一遍遍的吻，一遍遍的问。你不想回侯府，那我们就去将军府住。我什么时候说要跟你走了？你不是喜欢将军府的药房吗？还有将军府的温泉。魏瑶眼睛亮了亮，随即又坚定的摇头。不行，他简直怕了那深宅大院，还是外边让他有安全。那好，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想去哪里都可以。那我想去没有你的地方呢？真无情，提起裤子不认人。我告诉你啊，你敢再胡来，我真的要生气了。好吧，我要是听话，今晚能在这里睡吗？不能。你伤好的差不多了是吧？沈潇一喜，忙点头。他正想说点什么开场白，却被魏瑶截胡了。既然好的差不多了，我们明日就出发去襄阳。东西我已经准备的差不多了，我一会儿收拾收拾，明日一早上路。魏瑶吃完也不知是早餐还是午餐的肉包子，从车厢出来，坐在沈潇身边。从这里去襄阳要几天啊？此去1300里路，大概需要7天。这么远啊？有能快捷抵达的法子吗？有，进了马车，骑马。可是我不会骑马啊。没关系，以后我教你。这次还是坐马车吧，骑马颠会磨破大腿，你本来就肿了。你给我闭嘴，说正事。我本来就是在说正事嘛。魏瑶深吸一口气，严肃地对他道：昨晚就当是一场梦吧，在我没考虑好之前，我们最好保持距离。这么不清不楚的，对你我都不好。沈潇心下叹息，脑子飞快地转着要如何打消他这种保持距离的念头，死皮赖脸道：可是我没有做白日梦的习惯，做不到当它是一场梦。你夺走了我的清白，你要对我负责。魏瑶感到不可思议，指着自己的鼻子惊道：我夺走了你的清白？你说反了吧你？我跟你在一起时还是第一次，你别吃干抹净不认人。什么鬼啊？说的谁好像不是第一次似的。不对，你是第一次。你觉得我会信吗？你一把年纪了耶。哎，说事就说事儿，不要人身攻击啊！什么叫我一把年纪了？我一把年纪就不能冰清玉洁、洁身自好了？我为你守身如玉，你竟然还取笑我！好好的提年纪做什么？简直是戳他心窝子。
再说，我很老吗？你要是觉得我不行的话，我可以再证明一下自己的。少假正经，你后院还有10几个美娇娘，以为我没见过？其实，在遇到你之前，我不觉，他们都是用来充门面的。好家伙，发起疯来连自己都捅。他说这话的表情就跟真的一样，连他自己都快信了，越发的理不直气也壮。是你治好了我的隐疾，我只能对你一个人绝，所以这辈子我赖定你了，你休想摆脱我。所以你费尽心机的找我，只是因为对我能举，而不是因为别的。不，我找你是因为我爱你，想娶你，只对你行也是因为我只爱你一个人。自从死过半次后，沈潇在放飞自我的道路上一路疾驰，始终秉持着一个中心思想：只要我没道德，就没人能绑架我。我信你个鬼！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西京冲冠一怒为红颜的事儿？沈潇一愣，猛地想起还有这一档子事儿，急忙撇清：什么冲冠一怒为红颜？你莫要听人以讹传讹。他厚着脸皮拥紧魏瑶，一边将马车速度放慢，一边把西京发生的事儿事无巨细地说与魏瑶听，生怕魏瑶误会他与极乐馆被救的那女子有什么。你也知道，我们那个的时候，你身上会开花。什么会开花呀？我那是过敏，是一种遗传病。沈潇立即勒停马车，紧张地掰着他左看右看。那是病？怎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病？这病有没有什么不良影响？我娘说这种病是我爹那一族的基因病，具体有什么影响她也不知道，只说我爹都活得好好的，我应该也没什么问题，让我该吃吃该睡睡，趁早享受人生。不行，虽然你爹还活得好好的，但万一有什么隐性祸端怎么办？不能大意，我得多寻些名医问问有没有治疗之法。魏瑶觉得自己好得很，并不在意这个问题，岔开话题道：所以你是把那个女子当成了我，才在西京动了别人的利益，然后被人追杀？对，就是这样。所以你不嫁给我，我可是要很伤心。沈潇的神色很是委屈，一副我都是为了找你才被外人如此误会，我的名声没了，你可千万不能再误会我，你要对我负责的嘴脸。两人不出所料的没赶上客栈，也完美的错过了驿站，在一处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山坳里过夜。魏瑶很想把他捶一顿。瑶瑶，你烤的鱼真好吃，真香，饭也好吃，当然你也好吃。魏瑶实在忍无可忍。你闭嘴吧你！你到底在哪里去学的这些油腻腻的话？听着怪恶心的好不好？我说了你不准笑我。对媳妇儿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免得他又误会他。你别告诉我是周大人让你学的。哎，你怎么知道？魏瑶扶额，一脸无语。我猜的。魏瑶不想和他讨论这个问题，因为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说。一时之间，两人相顾无言，气氛变得有点尴尬。你赶紧吃吧，吃好早点休息，明日好早起赶路。沈潇厚着脸皮爬上马车，见魏瑶躺在逼仄的车厢里，双眼无神地盯着车顶，他紧张地问：瑶瑶，你心情不好吗？没有，就是没什么瞌睡而已。你怎么还不去睡？我来睡了呀，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魏瑶一脸无语，拒绝的话还没说出口，又听他阴森森道：你不怕鬼吗？在荒郊野岭可是有很多孤魂野鬼的，我方才上茅房还看见旁边有几座孤坟。魏瑶感觉后背一凉，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两人一边斗嘴一边吃着干粮，一起坐在马车板上看日出。真美啊！魏瑶由衷的感叹。魏瑶在看日出，沈潇在看他，他的眼里是浓浓的柔情。等我们成婚之后，
我们便去边关看日升日落，边塞的日出比这更壮观，更瑰丽。不止日出，连日落也是极美，保证让你见之不忘。见过方知什么叫做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我什么时候说要嫁给你了？为何不嫁？你心里明明就有我。古人云：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沈潇不吃他的毒鸡汤，非要个答案。你可是在因为从前的事耿耿于怀？沈潇如此较真，这个问题便不能再拖了。这几日他也想明白了很多。沈潇，你真的知道我想要什么吗？魏瑶忽然这跳跃性的疑问让沈潇有些跟不上节奏，他面色有片刻茫然。为什么？从始至终都是我在自作多情，对吗？不，我也喜欢你。经过这些日子的相处，他已经确定了自己的心意。原来自己从前对他的特殊都是源于喜欢，喜欢沈潇才会对他依依不舍，喜欢他才会那么在意他的所作所为。你再说一遍。魏瑶也不觉得难为情，在他看来，承认自己的心思也没什么好难以启齿的。沈潇，我心悦你。话刚落音，便被对方抱了个满怀。沈潇的胸膛宽厚温暖，如他这个人一般，可靠稳重，让人生出无限的安全感。你想让我跟你回去也可以，我也愿意为你生儿育女，但是我不入侯府，我住在外面。你的父母不能拿七叔这条束缚我，你也不能限制我的自由，不能管我做什么不做什么。以后孩子归我带，你付抚养费，你想来便可以来，想走也可以走。合着在你眼里，我就是这样一个喜新厌旧又无情无义之人？姐，我侯府的子嗣，怎能流落在外受世人指指点点？魏瑶倒是没想过这个问题，他小时候的确被人指指点点过，滋味很不好受。但是孩子跟着爹，肯定没有跟着娘好。他沉吟片刻，深思熟虑道：“那就不生孩子了。”魏瑶，你存心想气死我是不是？魏瑶无辜地看着他，天地良心，他很认真地在和他谈话，为何就是说不到一块儿去呢？我说的都是认真的呀。这世上唯有夫妻才能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仅会爱到白首，也只有夫妻才能生同亲，死同穴，100年之后一同享受后人的香火供奉。你既喜欢我，又为何不愿意嫁给我？在你心里，究竟把我当做了什么？我把你当男朋友。男朋友？什么是男朋友？魏瑶思考了一番，费力的解释：男女朋友，就是适婚的那种关系。我不同意，我不做你男朋友。这便是我们之间的鸿沟。你一贯强势，想做什么便要做什么，从不顾及我的想法。你的爱太过沉重，总是想要束缚我、掌控我，将我囚于你的樊笼之内。在我眼里，你爱我只是幌子，想要以爱为名囚禁我才是真的。你想让我为你画地为牢，却忘了我之前在侯府所受的委屈并不能一笑而过。我心眼小得很，可以吃10分的苦，却受不得半分的委屈。沈潇被他刺得摇摇欲坠，死死抿着唇，目光受伤且沉痛地看着他。我知道我从前做了许多错事，伤了你的心，我已经知道错了，我也已经都改了，你为何还是不肯信我？我没有不信你，我只是觉得我们三观不同，需要磨合，不想就这么贸贸然地交付自己。我说了，愿意和你从男女朋友开始相处，如若我俩久处不厌，恩爱不移，嫁给你也不是不可以。他很害怕这样的魏瑶，让他觉得很陌生，很难触及，总有一种他随时都会消失不见的错觉。他仿佛下了莫大的决心，缓慢且坚定地道：
你方才说的，我都接受便是。男朋友就男朋友吧，只要你心里有我，我会向你证明我的真心，让你心甘情愿地嫁给我。你若仍觉得没有安全感，我将我的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你。若我胆敢变心，你便将身无分文的我赶出去。我保证今后没有人会欺负你，也没有人敢陷害你。只要你想要的，我能给的，我都给你。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我们长长久久，永不分离。你今后不要动不动就怀疑我，更别动不动就把分开挂在嘴边，这很伤感情，也很伤人心。魏瑶心下微动，缓缓地回抱住了他的腰，轻轻点了点头。好，我答应你。沈潇热情地想以一个热吻结束这场谈话，魏瑶却缓缓地站了起来。你在这里等我，我要去上个厕所，不许偷看啊，不然捶你。沈潇还没有那么没品，虽然他很想看，但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非礼勿视，此为不为。其实我去年在岭南曾见过你一面。魏瑶一脸问号，努力地回想他们去年在岭南何时何地见过面。你在镇南王府见过我？是不是你不准那些千户挑我的？你早就对我见色起意了？沈潇老脸一红，矢口反驳：没有，是在大军要回京的时候，我夜探镇南王府，无意之间闯入了你住的那间屋子，你正在洗澡。我就说你后院有那么多姨娘，我是最晚去的那个，怎么会被最先叫去服侍你？感情是因为你偷看了我洗澡啊？你先听我说完，我什么都没看到，我当时从房帘往下匆匆一瞥，只看见你披着头发坐在浴盆里，吓得我脚下一滑，差点从梁上摔下去。不过外面的追兵就又立即跳窗走了，都差点被镇南王的暗卫给抓到。我信你个鬼！匆匆一瞥，匆匆一瞥怎么可能会记得我是谁？虽然只是匆匆一瞥，但是瑶瑶姿色绝丽，出水芙蓉更是美得惊心动魄，让为夫见之难忘。一想起当时自己的囧样全都被他给看光了，他就恨不得将他一掌给拍死。你给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因为看见了我洗澡才不准那些千户挑我？好吧，的确是，我想着你都被我给看光了，也不好再赐给其他人，就给自己留着备用呗。我当时也没想到你会是那一批美人中最美的那一个，后来公事繁忙，我就把你给忘了。忘了怎么会又把我给叫出来，还让我被他们极度陷害？这正是我要跟你说的正事。其实我去年去岭南巡营，就发现了镇南王有拥兵自重的嫌疑。那晚我之所以会夜探镇南王府，也是想找到他拥兵自重的证据，却没想到阴差阳错遇到了你。再想起来要召你来主院，也是因为我留下来的密探发现了镇南王府还私采铁矿，而魏家是其私采铁矿制造兵器出力最多的府商。你又是魏家的女儿，我当时以为你是镇南王派到我身边来的奸细。我倒也希望我是奸细，这样就不会栽在你手上。可见我们是天赐的缘分，月老的红线结结实实的将我们俩缠成了一个蚕蛹，天王老子来了都分不开。哎，你得了吧，你赶紧说正事，这事跟齐香有什么关系？齐香是镇南王世子，其人心机深沉，表里不一，阴险狡诈，衣冠禽兽，心狠手辣，野心勃勃。打住，说重点。他看似是来京中求学，实则煽动了不少国子监的学生，许他们以重力助镇南王密谋造反。他明面上是入京为质，实则暗中买通了不少官员，还笼络黑白两道，干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来敛财。魏瑶越听越心惊，越听越后怕。老天爷啊，他之前竟是与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为伍，还天真的以为他真的会帮助他的外祖翻案。我们在西山遇到的刺杀，也是他所为对吗？他
他从一开始接近我就是为了利用我来杀你。瑶瑶真聪明。还有你从西京到上河镇一路上的刺杀，也是他们所为。他们之所以对你穷追不舍，一定是发现了你知晓镇南王私下所做的罪状，想杀你灭口，以防东窗事发。这只是其一，其二是因为皇上要派我去南边削藩，削藩之事牵扯重大，我不便与你明说。你只需记住这世道人心险恶，今后无论何时何地都莫要再轻信他人。魏瑶感到无比的内疚，眼睛慢慢染红，哽咽地抱住沈萧的胳膊，气道：对不起，我差点害了你，我不知道自己会给你带来这么多麻烦。他眼泪簌簌地往下掉，自戳心中最隐秘也是他最不愿提及的伤痛。我果真是个不祥之人，阿娘被我克死了，如今又来克你，让你落到这副境地。你怎么能这样想？是谁这么说你？你怎么可能会是克星？在我眼里，瑶瑶是世界上最美好的女子，是老天爷派来拯救我的小仙女。他用粗粝的拇指温柔地替魏瑶擦了擦眼泪，以一个饱经沧桑的长者口吻对他道：有人编排你，恰好是因为你太好了，他们嫉妒你，是因为无法超越你，想用一些恶毒的话来重伤你，让你不停的内耗，从而变得跟他们一样平凡。当把你拉到和他们一样的水平线上，成为他们中的一员了，他们心中才会平衡。世人都见不得别人好，这是通病，不要把旁人的恶强加到自己身上。你只需多听听爱你的人对你说的话，因为那才会是真话。魏瑶眼泪如断了线的珠子，哭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自阿娘死后，还从来没人跟她说过这些话，教她勇敢地直面内心最隐秘的伤疤。两人一路走一路问，终于找到了那处坐落于山脚的村庄。二位是何来历？有何事找我呀？我们是夏家的后人。他激动地朝前走了2步，忽然扑通一声跪在了魏瑶的面前，抓着魏瑶的裙子老泪纵横。小姐，我的小姐呀，你还活着！魏瑶吓了一跳，忙退后一步，弯腰去扶。我不是，您认错人了，您口中的小姐应该是我娘。蒋奶娘噙着热泪，紧紧地抓着魏瑶的手，缓缓地站了起来。像，真像。随即便激动地痛哭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是小小姐，夏家还有后人。您真的是我娘的乳母？我是。小姐自满月后便是吃的我的奶水，从小也是由我一手带大。你娘呢？怎么没有跟你一起来呀？我娘她4年前因病离世了。情绪的大起大落让他久病的身子再也支撑不住，两眼一翻，晕倒在了魏瑶肩膀上。这位好汉可是小小姐的后院儿。魏瑶一愣，不禁回头看了沈萧一眼，见他像尊门神似的黑着脸杵在门边，那模样的确有点像。他扑哧一笑，乐不可支。不是后院儿，他方才说是夏家的后人，看这年纪，难道是你叔叔？魏瑶彻底爆笑，沈萧如遭棒击。叔叔，某叔叔当场石化，竟然把他当成了他的叔叔，他老得那么明显吗？嘤，蒋祖母，他是我的夫君。沈萧低落的心情瞬间被安抚了。夫君，瑶瑶终于承认他是他的夫君了，这是不是就说明瑶瑶要嫁给他了？小小姐成亲了，你今年多大了？年底就18了。蒋奶娘欣慰点头，
眼冒金光盯着沈萧看，视线在他身上来来回回的寻梭，看了许久才满意的点头。仪表堂堂，郎才女貌，真是登对的一对璧人。他又想起了夏云桑，伤怀的道：说是当年小姐也跟你一样，早早的认清自己的心意，如今定又是另一番光景。阿娘从前也有过男朋友，她从未对我说起过她以前的事儿。蒋奶娘踌躇半天，终是下定了决心般开口问道：你爹是姓齐还是姓武啊？魏瑶一愣，目瞪口呆的和沈萧对视了一眼，双方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震惊。漂亮，感情他娘还是个海王？魏瑶一言难尽道：不是，我爹他姓魏。蒋奶娘说完方才那些话后，便觉得有些不妥，这些事情怎么能在小小姐的面前说呢？这不是毁坏她母亲在她心目中的形象吗？蒋祖母，实不相瞒，我们今日前来实则是有事求您，那便是替我外祖家翻案。翻案？这案子如何能翻？夏家的罪可是当今皇上亲自定的。俗话说，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你们要翻案，岂不是要和皇帝对着干呀？蒋祖母大可放心，翻案一事我们会量力而为，绝不让自己涉险。您就将夏家当年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们吧，这对于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线索。且瑶瑶也想知道关于她娘的往事。蒋奶娘浑浊的双眼不停地闪烁，片刻之后，她闭了闭眼睛，终是沉沉地叹了口气。老奴只记得那段时间，小姐一度的废寝忘食，研制解药，还把那位五公子接到了别院治疗，甚至日日亲手照料，不管是施针问药，还是按摩双腿经络，都不曾假借他手。他们也许就是在那一年的时间里相处出了感情。这事儿我记得如此清楚，乃是因为夏家到了生死存亡之际。自小姐入宫后，老太爷因忧虑过重，一病不起，伴君如伴虎。他怕先帝稍有不测，新帝便会让整个夏家陪葬。老太爷日益病重，仅熬了半个月，便撒手人寰呀。沈萧听完他口中的故事，久久的沉默。此事处处诡异，处处透着不同寻常。他不禁看了魏瑶一眼，心中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想。他一脸凝重的道：蒋祖母可知晓那五公子和齐公子究竟是何身份，或者说具体是做什么的，出自哪个家族？老奴当年极少出夏府的门，知晓这些事情还都是从紫菱和大丫鬟们的只言片语之中，还有小姐的种种表现之中猜出来的。但老奴敢肯定，那两人的身份并不寻常，周身气势慑人，仅一个眼神就让老奴不敢抬头啊。那位五公子长得俊一些，还是齐公子长得俊一些？这老奴当年只晃眼看了一眼，两人各有千秋吧。只是时常听紫菱念叨，那位五公子看着深沉冷淡，实则外冷心热，齐公子开朗健谈。魏瑶苦恼了，歪头看着沈萧。那我们应该先找那位齐公子呢，还是应该先找那位五公子？京城里这两个姓氏的人家多不？没有3000，也有5000吧。这么多，这要如何找啊？不用着急，我们先去南疆找我父亲，
他既和岳母相识，说不定会知晓些内情。魏瑶眼睛一亮，一脸崇拜地望着他。对啊，先去找你父亲问问，我怎么就没想到呢？你这脑袋瓜才真是好使。沈潇被夸得心花怒放，一脸憨笑，犹如得到了糖吃的小孩。如果他有尾巴，那尾巴摇晃的速度一定都快到有虚影了。魏瑶捏着衣角，有些紧张兮兮的，也不知道沈潇的父亲会不会不喜欢他。你别怕，我父亲很好相处的，他眼里没有那些条条框框的规矩，你怎么自在怎么来就好。俩人正说着话，忽听一道如雷般的大嗓门由远及近。阿萧，阿萧，你这个臭小子，你怎么跑到边城来了？京城中的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啊？老子派出去几拨人都没有找到你，你怎么突然跑到边城来了？魏瑶还没见过沈潇的父亲真人版，只在书房看过他年轻时身着戎装的画像。这怎么说呢？这大概便是沈潇中年时的模样吧。爹，这是魏瑶，您的儿媳。瑶瑶，快喊爹。魏瑶脑子一团浆糊，本能的就跟着他的话走了。爹。沈老侯爷一上来就先遭了他一记重锤，先是震惊他的长相极消故人，心中惊疑还没有来得及消化，又被他那一声爹给弄得手足无措。好好。这时花厅门口娉娉婷婷地走过来一个身穿青衣的中年美妇人，她似一路小跑而来，有些出气不均。哎呦，当真是萧哥来了，怎么瘦了这么多呀？陆姨，这是我的未婚妻魏瑶。这姑娘长得可真俊呐，瞧这小脸儿，漂亮的跟瓷娃娃一样，真好，你俩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陆姨是个聪明的女人，侯府就沈潇这么一根独苗苗，她这一生不可能有孩子，便把一腔的母爱都投到了沈潇身上。您近来身子可好？好好好，我和你爹身子都好，倒是你呀，怎的瘦了这么多呀？定是这一路风尘仆仆，吃不好睡不好所致。不行，我这就命人去准备午宴，把你原来住的院子收拾出来，你们吃完饭好好歇一歇。沈潇直接拉着魏瑶往前走了2步，将魏瑶的手递到了陆姨手里，温声对魏瑶道：你先跟陆姨回去休息，有什么想吃的都告诉陆姨，不必拘谨，这也是你的家。我和爹有事情要谈，一会儿便来找你。沈潇说完，又对陆姨笑道：陆姨，我可把媳妇交给您了，她害羞，您多多担待。哎呦，没想到你这个榆木脑袋开了窍，倒是比谁都上道。放心，这是咱们侯府的金疙瘩，保证帮你护得死死的。老侯爷见人已经走了，便领着沈潇去了书房。刚一进书房，老侯爷又恢复了大嗓门：你这个臭小子，给我说清楚，怎么回事啊？您问的是哪件事情？是京城的事情，还是我媳妇的事情？先说京城的事吧。京中有人意图造反，想先除了我这个心头大患，但我们根本不知那人具体是谁，敌在暗我在明，局面太过被动，这才将计就计，转为我在暗敌在明，以此引蛇出洞。老侯爷一脸凝重地听沈潇说完之后，眉头皱得能夹死蚊子。到头来受苦受难的还是百姓，这太平江山当真是得来不易，守住更难呢。不会的，爷，此事我已与太子殿下暗中布置好了，只等那人沉不住气，只要他一有动作，便能将其钉死在权力的屠宰场。可能确保万无一失？不能，但能保证不会天下大乱。如此甚好。沈潇一改懒散的模样，坐直身子看着他爹的眼睛道：爹，您认识夏云桑吗？老侯爷头人一缩，声音陡然一变：你问这个作甚？她是瑶瑶的母亲，我想娶瑶瑶为妻，想要帮她达成夙愿，为夏家翻案。不行，
你不能娶他的女儿，更不能追查夏家旧案。你给我到此为止。沈萧一愣，父亲的反应为何这般大？为何？没有为何，反正就是不能娶。沈萧被老侯爷决绝的语气震得身子一抖，额角冒出细密的冷汗，手脚瞬间变得冰凉。难不成瑶瑶是他的亲妹妹？沈萧摇摇欲坠，整个人如遭雷劈。爹，我爱他，他也爱我。我希望你能祝福我们。老侯爷看见儿子那副行将就木的丧气鬼样，于心不忍地叹道：不是爹想拆散你们，而是若你还想继续施展你的抱负，你就不能娶那个人的女儿为妻。爹，您跟瑶瑶的母亲是怎么认识的？如何相识？这过程实在是太过曲折，一时半会儿也说不清楚。总之，他母亲对我有救命之恩就是了。沈萧眼睛一闭，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既然瑶瑶的母亲对您有救命之恩，那理应涌泉相报。最好的报答方式就是我把恩人遗留在世间的唯一血脉取回来，当祖宗一样供着，以告慰恩人在天之灵。父债子偿，这个恩情就让儿子用一生一世来报答他的女儿吧。且瑶瑶已经怀了您的孙子，您同不同意我都要娶她，您就看着办吧。老侯爷心里炸开了花，他现在也是有孙子的人了。不，管他是谁的女儿呢，必须娶回来。等等，你刚说什么？你说恩人遗留在世间的唯一血脉，怎么会是唯一的血脉呢？还有啊，瑶瑶姓什么来着？怎么会姓魏呢？她今年多大了？您竟然不知道她多大？老子又不是神仙，怎么会知道你媳妇儿多大了？您跟瑶瑶的母亲只是单纯的医患关系吗？那不然呢？还有不单纯的医患关系啊！爹，您能不能一次性把话说完？我都要被您吓死了。他懊恼的一巴掌拍在自己脑门上。对哦，他爹见到岳母的时候被人给下了极寒之毒，还是岳母医术高超才救回他爹的一条命，后遗症便是绝了子嗣。如果还能给他生出弟弟妹妹来，陆仪早就生了。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他比我小亲6岁。他一点都不想回答这个问题，真的。能不能不要一而再再而三地提醒他比魏瑶老这件事儿？他姓魏，他的父亲是岭南富商魏家的大爷，魏荣。啊，原来是这样，竟是一介商贾之女。爹，您能否告知儿子当年夏家的事？不行，如果你真的想娶魏瑶，那便停止追查夏家的事情，要不然你可能会永远的失去她。你自己掂量着办吧。后果怎会如此严重？此事为父不能告诉你，这是天家秘辛。我曾经发过毒誓，要将此事带进棺材里，你就不要再问了，也不要再查了，好好的跟你媳妇儿过日子，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沈萧脑筋一抽一抽的，他好不容易触摸到真相的边缘，却被无情的给斩断了触角。这一通变故自然也惊动了沈老侯爷和陆仪，两人一前一后焦急地赶了过来。府医又是针灸又是催吐，好一通折腾才稳住了魏瑶的过敏之症。大夫，可有什么药能够快速的止痒？少夫人的脉象来看，好似已有了身孕，方才不得已之下已用过虎狼之药。那药虽然剂量不大，但是不能保证不对胎儿造成影响。少夫人这段时间需要卧床观察，若是没有见红，胎儿便能保得住。
若是见红，那这一胎便不能要了。为了安全起见，还是不要再用药了，且再忍忍吧。沈潇一眨不眨地望着魏瑶，嘴唇微张，整个人一动不动，似是被人点了穴道一般。有孕在身，他要当爹了？他真的要当爹了？方才吹的牛都成真了？我怎么这么笨，就会惹祸？这事不能怪你。如果孩子留不住，那说明他和我们没有缘分。咱们还年轻，将来可以有很多孩子，这只是一个意外。千万不要把所有的过错都揽到你自己身上。咱们谁也没有料到你会在这个时候怀有身孕，且大夫也说过，留不留得住这个孩子各占5成几率。从现在起，我们一起来努力，把这几率变成10成。你负责放宽身心，好好的卧床休养，我则负责每日抄经茹素，早晚向菩萨祈祷。都说夫妻同心，其利断金，我们一起努力，用诚心把孩子留下来，好不好？这样真的有用吗？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万一真的有这方面的神医呢？父亲已经派人出去找了，事在人为，不到最后一刻，咱们都不能放弃。你快躺下，咱们来想一想开心的事情。例如，我们应该在边城成婚，还是回京城再成婚？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用8抬大轿迎你入门，以我之姓，冠尔之名，咱们生同亲，死同穴，生生世世永不分离，好不好？可是我没有十里红妆。瑶瑶抵得过千军万马，那些身外之物可以与你相提并论。这样说来，你还是赚了。你只出了1份聘礼，我这已经是买1送1了。沈潇看见他笑了，心下才大松了口气。瑶瑶躺了5天，躺不下去了，浑身腰酸背痛不说，整个人都头昏脑胀的，肚子上还长了一圈肉。他抓着头发暴怒道：你再去问问老大夫呀，到底还要躺多久？我觉得我已经没事了，能吃能喝能睡，身上也没有哪里不舒服，精神头很足。沈潇比魏瑶更加着急，但是老大夫说过，得躺半个月才能知晓结果。你再忍忍吧，还有10天，最多只有10天。再躺10天，我觉得那时候我都能胖成一个球了，到时候也不需要走路了，想要到哪里去就可以直接滚到哪里去。胖胖的多可爱，我就喜欢你胖。哼，少给我灌迷魂汤。等我真胖成球了，你怕是看都懒得看我一眼。怎么可能？你胖成2个球我都喜欢。那你觉得小徐厨娘好看吗？小徐厨娘是药膳阁老板的女儿，胖的眼睛眯成一条缝儿，体重200来斤，最大的爱好那就是吃，还一见沈潇误终身，每次来送药膳都是对他暗送秋波。你们哪能一样？你是我心爱之人，情人眼里出西施。两人正争论不休，陆怡满脸笑容地带着一位头发花白、精神抖擞的老嬷嬷进来了。来了，你爹终于帮你们找到了妇科圣手，这是边城最有名的稳婆，最擅长的便是保胎育胎和接生育儿。民妇江氏，见过少爷少夫人。江嬷嬷不必多礼，快给内子瞧上一瞧。江嬷嬷看了魏瑶一眼，被她的角色给震惊了一瞬间，回过神之后，又恭敬有礼地对着沈潇和陆怡含蓄道：民妇得需为少夫人托医检查身体，还望外人回避一二。沈潇处在室内，一点也没有要退出去的意思。此嬷嬷来历不明，万一对瑶瑶有什么不好的心思该怎么办呢？他得看紧点儿。再说了，他的媳妇儿，他的身体哪处他没看过，还用得着退出去啊？恭喜公子，少夫人腹中胎儿已保住了，只是还需在卧床躺个10来日，因为只有在卧床时，全身的血液才会供给到腹部，
有助于稳胎。沈潇大大的松了一口气，脸上挂上了前所未有的开心笑容。好，太好了，赏，重重有赏。他的嘴角还没有来得及咧到耳根，又见江嬷嬷换上了一副凝重的神色。夫人天生耻骨较窄，这样的好处便是有助于男子尽兴，增进夫妻感情。坏处则是产道过窄不利于生产，因此夫人腹中胎儿不宜过大，否则容易难产。我关公子身量颇高，体格强壮，您和少夫人的孩子个头亦不会小，所以一定要加以控制夫人的饮食，少吃米面，多吃鱼虾，前3后3不能同房。沈潇听得双腿都软了，他仔细铭记下所有的注意事项。咱们这辈子只生一个就行了，不管他是儿子还是女儿，以后都不生了。我就要生2个，这样在我们俩100年之后，孩子们在世上还能有个陪伴他的至亲。沈老侯也在门外接话道：生2个怎么能成啊？再怎么也得要生5个呀。他沈家子嗣单薄，好不容易遇到一个能生的儿媳妇儿，可不得多薅点羊毛吗？沈潇看着他们，他一家之主的地位呢，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是吧？哎呀，人家小2口想生几个就生几个，关咱们什么事儿啊？咱们争取把身子养好一点，多活个几年，也好帮他们多带几年孩子。这年轻人没了后顾之忧，可不就愿意多生几个了？你说的有道理啊！明日早起跟着我晨练。陆仪满头问号，看着魏瑶红光满面精神抖擞，沈老侯也笑得牙不见眼。侯府的侍卫快马加鞭，将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了南疆老侯爷的手里。沈潇听了消息之后心急如焚，坐立难安。你立即起身回去吧，不用担心我。待我能下床之日，便坐马车回来，我会照顾好自己。你母亲的身体重要，她见到你安然无恙，说不定就会好起来了。我如何放心得下你？此去京城相隔千里，这炎夏日赶路，一路上不知会有多颠簸受罪。走慢点不就行了？大不了我坐船回来嘛。水路凉快，还可以看一看沿途的风景，就当是散心。再说，有你在那马车就不颠簸了吗？你先回去，早早将你母亲的身子养好，不耽误成婚吉日才是正理。再拖下去，我这肚子大了，可就要成为全京城的笑话了。你想让我一辈子被人戳脊梁骨吗？谁敢笑话你？看我不灭了他！那京中的长舌妇多着呢，你难道能管到人家内宅夫人的嘴巴上去？再说了，我这肚子大了穿喜服也不好看啊。我才不想一辈子只有一次的婚礼留下不完美。我可告诉你啊，你回去得把侯府布置得喜气洋洋。还有，府里一个貌美的婢女都不需要。我要是回来看见了，我就不进门，让你成为全京城的笑话。沈潇见他撅着小嘴的依依模样，心软成了一滩春水，不禁也跟着他憧憬起了他们的婚礼来。瑶瑶，你是上天派来拯救我的小仙女吗？好吧，我坦白，我就是上天派来拯救你的女神仙。如果你对我不好，我就飞走，去回天上。如果你对我好呢，那我就陪你一辈子，甚至下辈子。魏瑶自夸起来毫不脸红，理直气壮极了。仙不仙女的他不知道，他只知道他是上天给他撒在人间的一颗糖。沈潇和老侯爷抵达侯府的时候，老夫人已经从那个体态丰腴、肤白貌美的贵妇人，直接瘦成了干瘪小老太太。你敢把那个狐狸精娶进来当儿媳妇儿，我马上就上吊，让你们喜事变丧事。哎呀，你要是上吊了，那我只有把你的尸体藏进地窖里啊。
这再怎么着也得办完了喜事再给你办丧事啊！我可不想我孙儿一生下来就没名没分，这长大被人笑话。老夫人被气得捂住胸口，噔噔噔的后退几步，脚步一个趔趄，差点摔倒，还是老侯爷眼疾手快，一把扶住了她。哎呀，都是老夫老妻了，想要我抱就明说嘛，还搞这些把戏，真是的。好了好了，趁孩子不在，我抱你啊！说着明目张胆地把老夫人紧紧地抱在了怀里。他这些天早就想这么干了，只是俩人当年决裂得太过难堪，他抹不下面子而已。你这个老不休，还是这么没皮没脸，你给我滚！这侯府没你的位置，这是我跟我儿子的家，你滚去你的南疆跟你的小妾过日子去。侯府没我的位置？哼，这个家究竟姓沈还是姓叶？什么叫我跟我的小妾过日子？难道不是你抛弃了我？你明知道我中毒之后受不得寒，且蜀江大将吴兆不得入京，你仍要执意带着阿萧留在京城，咱俩究竟是谁对不起谁呀？哼，我这都是为了谁？我为你兢兢业业守着侯府偌大的家业，一个人将阿萧拉扯成人，你却带着露露在南疆逍遥快活，逢年过节连封信都不曾给我写过，你竟然还有脸说我对不起你，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老侯爷双目通红，强忍住情绪站起身来，在屋里暴走几圈以平复情绪。如今啊，咱们都老了，从前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不再耿耿于怀，你也别再耿耿于怀。不管你信不信，我心里最爱的人始终是你。等儿子成婚之后，你就跟我去南疆生活吧，那边气候宜人，风景如画，也没有这些尔虞我诈的烦心事，最是适合咱们养老。哼，跟你去南疆，去看你跟那个狐狸精你侬我侬吗？你想的真美！老侯爷又气得吹胡子瞪眼睛。我想的美？哼，我想的再美，也从来没有利用过你。而你一直在乎的娘家人是怎么对你的？事到如今，你还没有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吗？老夫人又想起了自己一心一意对待的娘家人，如今待他犹如仇人的态度，忍不住心酸委屈，呜呜呜地哭了起来。我这一辈子白活了呀！嫁到你家来是外人，在娘家也变成了外人，如今还里外不是人，我这一辈子究竟是为了什么呀？老侯爷见他哭得如此伤心，也不忍再刺激他，他别扭地挪动自己的臀部，慢慢地坐到了床边，然后向老夫人坐近了一些，再近了一些。哎呀，总之你记住了，你既已经嫁到了我沈家，就是我沈家的人，老子不会不管你就是了。如今你认清了那些人的真面目也好，今后便犯不着再为他们操心了，你就安安分分的跟着我去南疆过清静日子。咱俩100年之后啊，是要葬在一起的，总不能到了棺材里还相互嫌弃，天天打架吧。魏瑶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黑透了，屋内没有点灯，黑漆漆的，房内的景致一片模糊。你是谁？随安，这么快就把本世子给忘了？齐香，怎么是你？怎么不能是我？我的毒你还没有帮我解决呢，就想翻脸不认人了？魏瑶紧抿唇，心中又惊又怒。他不顾他的意愿将他掳走，竟然还能装作若无其事的和他聊天。你的毒，我现在还没想到好的法子，不如你把下毒之人是谁告诉我，我看能不能找他商量商量，让他把解药给你。好啊，下毒之人乃当今天子，他为了制衡权力，控制藩王，对大周每一个藩王和世子都赐下了这种毒药。只要藩王还想活命，那就得乖乖的听他的话，
对他毫无怨言的当牛做马，这样在每年朝贡时便能领得一颗解药。但只要生了一心，那就只能想法子把这毒给解了。凑巧我和我的父王刚好生出了一心，想要谋权篡位，推翻他的暴权，改朝换代。魏瑶脑子嗡嗡作响，心中警铃大作，看见他开开合合的嘴已失去了思考的能力，这些话是他能听的吗？那个，我和皇帝不熟哎，这个忙可能帮不了你。没关系，这毒我父王已经找到了解决的法子，我们再也不用看他的脸色苟且偷生了。他说这话时表情阴沉，眼神狠厉，把魏瑶吓得心脏突突直跳啊！雪安，你安安分分地待在我身边吧，等我登基为帝，你便是我的贵妃。魏瑶十分反感与他肢体相处，挣扎着想要逃离。你说什么胡话呀！快点放开我，我已经嫁人了。嫁人？何时的事？我怎么不知？你忘了我以前是沈香的妾这回事了？我并非清白之身，配不上你，你就大慈大悲放了我吧。他能给你的我也能给你，区区一个侯夫人算什么？只要你把我哄高兴了，将来的中宫之位都可以是你的。你放开我！我不喜欢你，我不想跟着你。你要是对我用强，我就咬舌自尽。齐香抬起头来，阴鸷的表情褪去，换上了一副颇为受伤的神情。为什么？他曾经对你的种种伤害你都忘了吗？你为何还要回到他身边？我对你不好吗？我从未让你受过委屈，你为何就不能接受我？魏瑶见他有所松动，忙从他身下爬了出来，他抱膝缩在床角，戒备地看着他，开始人身攻击。你那么多女人已经脏了，我嫌弃。沈潇就不一样了，他跟我在一起时还是个黄花大闺男，我得对他负责。齐香扑哧一笑，笑完后认真地看着他，用十分认真的口气问道：那我若是把他们都杀了，只要你一人就可以吗？魏瑶牙齿直打颤，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只是防备地看着他，害怕地缩在床角。没关系，等他死了，你的心里便能有我的位置了，我等得起。魏瑶大骇，急声质问：你对他做了什么？你乖乖地伺候我，我就告诉你。魏瑶闭上眼睛，深深呼吸，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尽量不再被齐香影响情绪。若再这么折腾下去，孩子定然又保不住。魏瑶悄悄往身上摸了摸，嘿，他毒药呢？怎么一丁点都没有了？你是在找身上的毒药吗？别费功夫了，那些东西都被我收走了。你这会儿是不是发觉身上越来越没力气了？那是因为我还给你喂了软筋散，为了防止你做出什么自残或者逃跑的事情来，只有先委屈你了。魏瑶瞪了他一眼，用力闭上了眼睛，还把五官皱成一团，挤出来一个丑陋的鬼脸。你要是再不看我，我就亲你。魏瑶吓得赶紧睁开了眼睛，恼怒地瞪着他，仍是皱着鬼脸，一副敢怒不敢言的模样。我身上好痛，不如你给我唱首歌吧，就像那晚我昏迷不醒时你给我唱的那首童谣。魏瑶倔强的抿紧唇，不想搭理他。齐香斜斜一笑：不唱吗？不唱我可就要亲你了。整天只知道威胁人，算什么好汉啊？我就这么让你厌恶吗？沈潇到底有什么好的你要这么念着他？你认为自己真的了解他吗？魏瑶翻了个白眼儿，暗自腹诽：他再不好也比你好，只要老娘喜欢他，他就算是坨屎也是香的。他人前人后两副面孔，
不过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你可知叶太傅家的那位叶真小姐是怎么成了龙将军的妾？她放着年轻有为的沈萧不嫁，偏要嫁到西北那种地方去吃沙子，她脑子被驴踢了吗？叶真那是自作自受，他若不害人，怎么会被害？你说他是伪君子，那你又是什么？你在我眼里就是个彻头彻尾的大魔头，你罔顾人命，为了敛财害了多少无辜的女子。汝南的那伙土匪，还有极乐馆，都是你的手笔吧？是他告诉你的。那他有没有告诉过你，这天下本就是我齐家陪着赵家一起打下来的？这天下本该有一半要归齐家所有，但我齐家先祖却为了天下统一，百姓不受骨肉分离之苦，而主动退居岭南，做了偏安一隅的镇南王。魏瑶乱七八糟的想着，竟不知不觉蜷缩在椅子上睡着了。沈香摸到西厢房屋顶，揭开瓦片，看见的就是这么一番情景。瑶瑶，醒醒，快醒醒！魏瑶听见熟悉的声音，猛地惊醒过来，待看清眼前的人是谁后，满脸的不敢置信。真的是你吗？对不起，我来晚了，让你受委屈了。沈萧感觉到他的身子都在微微发抖，心中更是心疼且愧疚。别怕，我来了，我来了，是我不好，我当初不应该将你一个人留在南疆，以后无论发生何事，就算是死，我也不会再和你分开。他这几日寝食难安，担心的整个人都快要疯了。如今见到他完好无损，他的这颗心又活了过来。你这几日怎么样？有没有受什么委屈？身子还好吗？魏瑶有些愧疚地垂下头，他怎么敢告诉他自己被齐香强吻过这回事儿？不，这件事绝不能告诉他。有，他给我喂软筋散，害我这几日一直躺在床上动都不能动，连如厕都是嬷嬷帮我的，好丢脸啊！沈萧听后心下一松，齐香还派了人来专门伺候他。看来除了给他喂软筋散之外，他并没有让他受什么非人的待遇。你受委屈了，这事绝不能就这么算了。你且等着，有机会为父定会替你报仇。等我逮到齐香，我也先喂他一剂蒙汗药，然后再将他丢进蛇窝里喂蛇。不，把他迷晕了才丢进蛇窝里太便宜他了，他根本就尝试不到什么痛苦就死了。我要拿他来试毒，先是火毒，再是冰毒，然后再是魅毒。我要叫他尝尝什么叫冰火两重天，什么叫求生不能求死无门。俩人依偎着互诉衷肠，一直等到月上枝头，约莫4更天的时候，沈萧才看着魏瑶认真的道：此地不宜久留，趁着现在夜深人静，我试试看能不能带着你逃出去。只是我还未探清王府的守卫情况，不一定能成功。如果失败了，咱们俩恐会被射成2个筛子。要试一试吗？那你方才是怎么进来的？我白日瞧着院外守卫甚多，没道理入了夜守卫反而如此松懈。沈萧知道隐瞒不住他，只得叹了口气，老实的回答：我方才进来时，好似有人故意放水，像是故意诱我来此瓮中捉鳖。你是不是傻呀？明知道别人是故意引诱你来，你还来？知道又如何？你和孩子都在这里，我便不能不来。你快走，不用管我。他母亲还不会对我怎么样，但对你就不一样了。他这是想要你的命。齐香曾不止一次说过要杀了他，若真是齐香故意诱他前来，恐怕就不单单只是想取他的性命这么简单了，定是还有其他不可告人的阴谋。我不走，咱们一家人就得整整齐齐的，就算是死，要死在一块儿。躲在暗室里的齐香彻底忍无可忍，他一把推开密室的门，
噙着满面寒霜从书柜里走了出来。走？想往哪里走？南宁侯既然来了我镇南王府，那便只有一条路，请你往奈何桥上走一走。镇南王看见儿子血红着眼，脸上的表情是他从未见过的阴狠暴虐，不禁心头一跳。萧儿这是怎么了？都住手！众暗卫都满头问号，这王爷怎么比世子还要紧张这女子啊？你和云桑是什么关系？